你的兵马是哪里来的？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很好奇，但是我就是不告诉你们。眼下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你们的命就握在我的手里。哎呀，我原本还想留穆清远一条命，现在看来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来人，把穆清远给我杀了！是。住手，放了清远。燕公子根本就没理他，他近乎变态地看着手下的人去抹穆清远的脖子。此时荣九思以及他的人都离穆清远甚远，根本就救不下穆清远。他要一点不差的看着他的人把穆清远的脖子割断，要穆云舒亲眼看着这一幕。握着刀的人也是他的心腹好手，这一次穆清远必死无疑。眼见的那握刀之人就要杀了穆清远，结果那人喷出了一口鲜血。你不是穆清远！穆清远撕掉脸上的人皮面具，那张脸穆云舒曾经见过一回，他认得那是荣九思身边的侍卫剑12，而剑12则擅长暗杀，是真正的刺客。他扭头看向荣九思，云舒，我曾对你说过，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可以相信我。2年前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出清远，这一次我就不会再让清远冒险。荣九思，你骗我！简直怎么能这么说呀？是你一直在防着本王，你都不相信本王了，本王为何要信你啊？你骗我，那你就和他们一起去死吧！要去死的那个人不是我们，而是你。他说完吹了一声口哨，旁边屋舍的阁楼上立即露出了一群弓箭手。他打了个手势，弓箭手手里的箭便朝眼公子的那些侍卫射去。只是眨眼的功夫，眼公子带过来的那些侍卫已经死了大半。沈天敏，我要杀了你！拿起之前荣九思给他防身的机括，照着眼公子就射了过去。眼公子一把拉过身边的朝臣，为他挡住了这一波的杀机。走！他的话音一落，便扔出了一堆东西，那东西落地之后化作了浓烟，四下顿时什么都看不见。荣九思立即将穆云舒护在了身后，以免眼公子趁机伤他。约莫10余息之后，那浓烟渐散，穆云舒发现眼公子不见了。荣九思知道眼公子此时若是逃走，必成祸患。只是眼公子会从哪里逃走？他知道眼公子在一间屋子里挖了地道，但是他方才就守在去地道的必经之路上，眼公子并没有过来。而此时眼公子不见了，那就表示眼公子还有其他逃走的方式。剑12发现祭台后竟不知何时搭了铁锁，荣九思见铁锁上面有新的划痕，便知道眼公子方才是从这道铁锁离开的。追！众侍卫齐齐应了一声，便将刀鞘搭在了上面，人在用手抓住刀鞘的两端，飞快地滑了下去。荣九思也准备追过去，穆云舒拉住他的袖子，眼公子狡诈，你千万要小心啊！荣九思看到了他眼里的担心，低头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放心，不会让你做寡妇的。都这个时候了，他居然还占我的便宜，我担心是我会做寡妇的事吗？我才不是关心你，我是现在还不知道清远的下落。你说出事了，我不知道去哪里找清远。放心吧，清远很安全。云舒，你之前说我喜欢口是心非，其实你也没有强到哪里去。荣九思看到他的表情笑了笑，纵身便跃了下去。你说对了，我就是担心你，你可别死了。下面没有人回答，他也不知道荣九思有没有听见，只是他自己心里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后，他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心意。等把眼公子的事情解决之后，他们之间要好好的谈一谈。苏逸清走到穆云舒的身边问：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况？穆云舒把他知道的跟他说了。眼公子哪里来的这么多的兵马？这2年来，他们对眼公子的这支兵马一无所知，甚至都没有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这2万兵马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不管他的兵马是哪里来的，这件事情他必定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他此时在这里没有占有到任何便宜，只怕会更加疯狂的。荆州那边也不知道是什么光景，不知道我爹会不会有事，我想过去看看。眼下山下乱成一团，下戏台上易守难攻，反而最安全。眼下公主还是以安全为重，先留在这里，派人去打听消息便好。穆云舒知道苏逸清说的是对的，只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让他坐在这里等消息，什么都不做，他终究难安。毕竟如今沈西时和穆无忧都在宫里，若是眼公子攻破皇宫，他不敢往下想。公主别担心，国主自登基以来遇过几次险事，以他的本事必定能轻松地收拾掉眼公子啊！但愿这一切如苏相所言，父皇和无忧都平安无事。他们在上面等了1日，外面依旧不时传来战乱之声。外出打听消息的侍卫也传来消息，说皇城那边2拨人马还在打仗，各有损伤。祭台之上并没有准备太多吃的，只备了一些简单的素斋和1大桶应急的茶水。文武百官此时全聚在此处，茶水很快就喝完了，至于吃食就那么一点儿，很快也就全部吃完了。若是外面再打上几日，他们困在这里，只怕不被渴死，也得被饿死。这一次他们先是受了惊吓，紧接着又缺衣少食，有好些的官员都病了，还有几个发起了高烧。穆云舒虽然用银针为他们做了针灸，控制了一下病情，但是他们这种情况明显是要吃药的。
穆云舒再也做不下去了，索性带着一众侍卫出去找药材，再去寻一点吃的。苏逸清担心他，却知道且在场的这些人除了他之外都不通晓医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他出去最合适。公主小心，苏相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这里的大人们还请苏相多多费心照顾，发高烧的那几人想办法给他们降温。我会照顾好他们的。这一次遇险，苏逸清见他临危不乱，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颇有一国公主的气度。穆云舒下山之后，就带着侍卫往皇城外的村镇走去，因为他知道越是往皇城的方向走，就越是危险。他把东西买完之后，就带着侍卫们往回赶。眼公子原本以为这一次他一定能打沈西时一个措手不及，他一天之内能夺得皇城，杀进皇宫。可是让他意外的是，他的人马杀过去的时候，皇城那边的城门已经关了，城门上的弓箭手杀退了他们第一波进攻。这一天来，他既要跟打皇城，又要提防荣九思，生怕荣九思杀过来。绿棉过来的，公子，刚才我们的人收到消息，公主去旁边的小镇上采买物品了。很好，我就知道沈天敏不可能一直躲在稷山之上，他如今既然下山了，那就不要再上山了。他知道沈西时虽然疼爱穆清远，却对穆云舒也极好。眼下穆清远下落不明，抓住穆云舒也同样可以让沈西时投降。绿冕，你亲自带人去抓穆云舒，不用怕伤了刀子，但是也不要弄死他。公子放心，我一定会完成公子交代的任务。眼公子知道绿棉非常讨厌穆云舒，此时给绿棉这个机会，绿棉一定会想办法将穆云舒抓来。穆云舒此时已经在回去的路上。公主，有人跟踪我们。穆云舒的眉头皱了起来。我们离开那个小镇之后，他们便跟着了，八成是眼公子的人。我们现在回稷山还要多久？还需要差不多2个时辰，他们应该不会让我们回到稷山，半路一定会动手的。既然如此，那就跟他们来玩个游戏啊！什么游戏？耗死他们的游戏。绿棉带着人追过来的时候，穆云舒的那只人马已经钻进了一片林子。他应该是发现了我们。他以为他躲进林子里就安全了吗？简直是可笑！你们跟我进去，这一次我一定要将他活捉。他对抓住穆云舒这件事情信心满满，只是绿棉的满怀信心，在他们第一波触发机关死了20余人之后，就变成了谨慎。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仔细观察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陷阱。可是他们防得了陷阱，却防不了毒药。他们走得好好的，突然就有人口吐鲜血，倒地而亡。小心，有毒！天敏公主，你好生狡诈，只是就算是你再狡诈，这一次我都不会放过你。穆云舒一边布置陷阱，一边往后退。这片山林他还算熟悉，知道再往后退便会出了这片林子，进入另一座山头。只是他们才走出去，就看见绿棉带着人在那里站着。公主，我等你很久了，倒是巧了，竟在这里遇到了你。哼，我之前就领教过公主的手段，对公主很是佩服。今日和公主交手，公主也没有让我失望。眼下公主有2条路可以选，一个是死，一个是跟我走。说这2条路我都不选呢。无妨，那就由我来替公主选。他的话一说完，他身后的士兵拿起弓箭就欲射。剑妻，剑妻没有答应，四周却腾起了白色的烟雾。绿棉带过来的那些士兵一被卷入白雾之中，惨叫连连。烟里有毒！绿棉立即带着人往旁边退了一些，只是他这一次撤退的却很有技巧，挡住了穆云舒回稷山的路。这狗屁绿棉真的是阴魂不散。他这一次是不抓到我绝不会罢休了。我们人少，他们人多，我们原本就处于被动的位置，更不要说如今苏相他们还在稷山上等我们。我们再不回去，苏相他们怕是会饿死在稷山上。那现在怎么办？他们要抓的人是我，只要你们跟我分开，你们就是安全的。他们人太多了，你们全跟着我，其实用处并不大的。不如这样，你带人给苏相送吃的，我来引开他。不行，这样太危险了。眼公子抓我是为了威胁我爹，所以他们不会杀了我。从本质上来讲，我是安全的，而我若是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一定机会反杀眼公子。公主，不是我看不起你啊，就你那3脚猫的功夫，不要说反杀眼公子了，自保都难。这狗东西，至于把话说的这么直接吗？你给我闭嘴！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但是这件事情绝对不行。就算你让我闭嘴，也改变不了你武功很差的事实。我既然是你的侍卫，那么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可能抛下你不管。既然如此，那就一半人回去给苏相他们送东西，你带另一半人跟我走。好，公主，看在我这么忠心的份上，这次你脱险之后，能不能重重赏我呀？你想要什么赏？赏你个媳妇儿？也不是不可以。他对他是真的服气，都这个时候了，还在想这些有的没的。行吧，这次事后若我们都还活着，你告诉我你喜欢谁，我就把他赏给你。好。2拨人马分开，一队跟着穆云舒，一队回稷山。穆云舒想得很清楚，眼下这种情景，只要侍卫能带着物品回稷山，他大不了就跟绿棉打游击战。他们钻进山林之中，利用天然的屏障拖上几日，只要京大营的士兵一恢复，或者秦王的大军一来，
来，燕公子必败。他们在山林里来来回回的交手了10余次，双方都有损伤。慕云舒的人数毕竟比绿棉的少很多，到后期就更加艰难。绿棉这女人就是个疯子。慕云舒这一次也算是见识到了绿棉的疯，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杀了绿棉，这事儿才能了结。绿棉又极为惜命，每次都站在队伍的中间，想要杀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是冲着我来的，那就给他一次抓我的机会。你不要乱来。他一直都知道他的胆子极大，什么冒险的事情他都敢做。我很惜命，绝不会胡来的。你只需要按我说的做，这一次就一定能杀了绿棉。你不要骗我。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那可就多了。事关我自己的安危，我得多想不开才会骗你。剑姬觉得他的话有些道理。你的计划是什么？引蛇出洞。在此之前，他们还得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让剑姬假扮受重伤，顾不上慕云舒。让我重伤？怎么个重伤法？慕云舒伸手拎出了一条小蛇，剑姬无语，他最怕这种东西了。哪儿来的呀？当然是抓的。一会儿你就假装被这条蛇咬了一口，中毒之后不能行动。这是比拿刀捅我一刀还要吓人的多呀！不行不行，这蛇一看就很毒，它咬我一口，我真的会死的。这蛇是有毒的，但是我已经把它毒牙全给拔了，所以就算它张嘴咬你，也绝对咬不伤你。这个是道具，我们只是演一场戏给绿棉看。是这里还有其他的侍卫，为什么不是他们被蛇咬，而是我被蛇咬啊？这个很简单，全皇城的人都知道你的武功很高，是我真正的心腹，且你对我忠心耿耿，但凡有一口气在，必定会拼死护着我。所以在绿棉的心里，你才是真正能让他忌惮的那个人。我也不能让你真的过去被他们砍一刀，毕竟你若是被砍伤了，以绿棉对我的恨意，能立即把你剁成肉饼。他留着我是有用的，可是留着你却是没用的。就没有其他的法子吗？要不我给你一枚毒药，你自己把自己毒晕过去？那还是假装被蛇咬一口吧。他见过中了他的毒的那些人的惨状，那副痛苦至极的模样，他是一点都不想尝试。这么比比，被拔了牙的毒蛇咬一口，似乎也没有那么让人难以接受了。1个时辰后，绿棉的人又追了过来，杀了他！他身后的弓箭手立即拿着弓箭朝他们射去，两拨人马短暂的短兵相接后，剑姬又或者慕云舒往前逃走。只是这一次和之前有些不同，绿棉的人马从另一侧包抄了过来，而一直死死护着慕云舒的剑姬则惨叫了一声。绿棉在看见咬在剑姬屁股上的那条蛇时，眼里露出了惊喜。剑姬被毒蛇咬了，没人再护着天命公主了。他带着人飞快地追了过去，他觉得这一次是极好的机会。他发现慕云舒一行人逃得越来越慢，剑姬的脸已经发黑，气息也乱了。剑姬倒在了地上，他伸手去扶，他的身体已经滚下了山坡。剑姬！慕云舒满脸惊恐地往前跑，然后发现前面竟是悬崖，他这是不小心跑到悬崖边了。公主，这一次你往哪里跑？慕云舒沉着脸没有说话，旁边几个侍卫将他团团护住。之前我听说天敏公主最是娇蛮任性，是个不折不扣的花瓶，可是这一次我却见识到了公主的手段。公主不但心思缜密，还是个心狠手辣之人。公主杀了我那么多人，这笔账如今我们可得好好算一算。我的本事远不止如此，这一次若不是我带出来的人太少，绝不会如此被动。你有本事就跟我单打独斗，我若是赢了，你就放我走。公主不必用激将法，我不会上你的当。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将你抓住，自然要好好对你。我给你一个选择，要么你从这里跳下去，要么就乖乖跟我走。我跟你走，你放了我的这些侍卫。好啊，那就劳请公主过来。慕云舒朝绿棉走了过去，几乎在那些侍卫让开的那一瞬间，绿棉的人就朝那些侍卫射出利箭。与此同时，一枚利箭从绿棉的身后射来，直接将他当胸射穿。沈天明，你骗我！他说完，朝慕云舒扑了过去。慕云舒的身后就是悬崖，他这样扑过去，慕云舒避无可避。我跟你有多大的仇，多大的怨，你至于这样吗？我就算是死，也要拉着你一起去死！慕云舒被他推着，身体朝下栽去。公主，只是他离他太远，此时就算是要来救他，也来不及了。在他即将掉下山崖的那一刻，他感觉腰上被什么东西一缠，他扭头一看，便看见了荣九思的脸。他怎么来了？荣九思一把拉住了他的手，只是在荣九思的手抓住他手的那一刻，两人的身体都已经悬空，只有荣九思的脚倒勾着一块石头。荣九思，住手！你拉稳我的手，我把你甩上去。不行，那块石头已经撑不住了，你再不松手，我们就得一起死。那就一起死好了。他的话才说完，那块石头已经松动，往下坠落。好吧，这一次怕是真的两人得一起死了。在往下坠的时候，单手揽住他的腰，另一只手则飞快地抽出佩剑，用剑去戳崖壁。
铁器和石头剧烈的碰撞，溅起火光。而这个举动却让荣九思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握剑的那只手鲜血流了出来，他的眼睛红了。荣九思来南诏找他说，2年前是误会，他喜欢他，他对他的这番话其实不是太信，可是在这一刻，他却觉得他错了。今日他本不需要跟着他一起坠崖的，就算是坠崖，以他的身手想要自保并不是难事，他只要将他松开，这样的山崖就不会对他造成大的伤害。哪怕他的手已经鲜血四溅，他抱着他的那只手却丝毫都没有松开。荣九思，你放开我，再这样下去，你真的会死的。我不会放手，就算是死也绝不放手。今日若我能活着，那你也一定能活。说我会死，也会想办法让你活下来。慕云舒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出来，他从不知在这世上就有人能这般待他，他不想做他的拖累，只是在这悬崖之上，以他的身手根本就帮不上他任何忙。许是天不亡他们，在他们下坠的下方刚好有一棵树，只是那棵树不算大，也承受不住2人的重量，缓缓弯折。这一次荣九思没有等树枝断裂，而是主动撒手，施展轻功，抱着他踩着山壁左右腾挪，尽量减缓坠落的速度。等到荣九思的力气用尽的时候，他们离崖底也就只有2-3丈的距离了。2人重重的从山上摔了下来，在落地之前将他抱进了怀里。2人摔下去的时候，荣九思先落地，然后一起晕了过去。当慕云舒再次醒过来，他一扭头就看见了荣九思那张沾了血的脸。荣九思，你醒醒！荣九思没有回应，他忙伸手给他把脉。他刚才摔下来的时候受了不轻的内伤。慕云舒忙是取出银针，飞快的为他施针。施完针后，慕云舒坐在荣九思的身边看着他，眼眶不自觉的发红。慕云舒知道此时的他最好再吃一些药，只是他的身边的伤药在被绿棉追杀的时候都分给了身边的侍卫，如今若要给他治病得自己去采药。可是他此时昏睡未醒，他不敢离开他的身边。这片山林之中除了蛇虫外还有不少猛兽，他怕他离开后有猛兽过来伤到他。荣九思，你怎么那么傻？那么高的地方已经就这样跟着我一起跳了下来，我这是欠了你一条命，这让我以后怎么还呢？那就用一辈子来还。慕云舒自认不是什么软弱的性子，更不是爱哭的人，可是此时见他醒过来，他的眼里不自觉的就有了泪光。怎么哭了？是摔到哪里了吗？有你垫在我的身上，我就没有受伤。你的伤不宜挪动，你先躺在这里不要动。那你哭什么？怕你死了。我哪有那么容易死？慕云舒忙伸手为他在相应的穴位上按了按，他便觉得胸口一轻，没有那么闷了。荣九思，你那么聪明的一个人，这次怎么就这么傻呢？傻吗？我倒不觉得我这是傻，相反，我觉得挺值得的。我当时若不和你一起下来，你一定会出事。如今我只是受了点伤，而我们都还活着，这就很值得。慕云舒听到他这句话，眼泪又要往下掉。再说了，我若是不跟你一起下来，你又怎么会这么心平气和的跟我说话？谁说的？我一直都很心平气和的跟你说话，可是你却差一点就食言了。食言？我哪里食言了？上次分开的时候你说过的，你不会让我做寡妇的，可是这一次差一点就死了。所以你这是承认我是你相公？我若不承认，你就不是吗？当然不是，你这辈子都只能是我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不会让任何男人娶你。真霸道！我的霸道你又不是今天才知道，你是我的女人，这一生只能属于我一个人。慕云舒轻哼了一声，这一次却没有反驳他的话。荣九思见他不说话，怎么了？我只是在想，你这个人怎么就那么讨厌呢？当时明明已经放手了，我们不再相见，时间长一些之后，我肯定就能把你忘得干干净净的。可是你偏偏又找了过来，如今还让我欠了你一条命。按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我们大概是要纠缠一辈子了。纠缠一辈子？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等我伤好一些之后，你就带着无忧和我回大晋，好不好？婚嫁之事素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想娶我，跟我爹提亲去，跟我说没用。等我们出去以后，我就去提亲。无忧还为我攒了些聘礼，到时候我一并送出去。他觉得这一次和他一起坠崖这事儿虽然有些凶险，他也受了不轻的伤，但是真的很值。以往不管他怎么跟他说他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他都不会相信。如今他用事实告诉他，他是真的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哪怕是死。你一个人在这里可以吗？荣九思立马警觉地坐了起来。你要做什么？是要离开我吗？你的伤有点重，我手边没有药，这片山林里的药材不少，我想去给你采点药治伤。荣九思缓缓地站起来。我很
和你一起。你的伤很重，不适合行走，你在这里等我，我去附近采药，很快就会回来的。他说完想走，荣九思拉着他的手，死活不放。你的伤得尽快医治，否则很容易留下后遗症的。之前你说你要去上香，然后逃出了京城，而后你去别院养胎，一走就是2年多。我这一次受了伤，你若是再离开我，我没力气再去追你了。慕云舒听到荣九思的这句话，呆在那里，他愣愣地朝他看去，只见他那一双凌厉冷冽的眼里，此时带着几分哀求。眼前的荣九思不再是他记忆里那个霸道嚣张的荣九思，若不是亲眼所见，他绝对想不到这样的表情会出现在他的脸上。而他露出这样的表情，不过是因为他此时要帮他采药，他有这么大的反应，他才知道他之前的那2次离开对他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他伸手抱着他，我这一次真的只是去给你采药，不是要离开。你在这里等我，我很快就回来。你在我面前说的话就没几句是真话。他伸手环着他的脖子，踮起脚在他的唇上亲了一口。这次是真的。再说了，我们已经有了无忧，如今就算要走也走不了，因为我也喜欢你。荣九思愣了一下，时隔2年多，再次听到他说喜欢，他心里蹦出了浓烈的欢喜，他情绪翻涌，忍不住又咳了起来。你伤得很重，不能四处走动，我去给你找药材，你要相信我，我很快就会回来。荣九思睁着一双幽深的桃花眼看他，他心里一软，在他的额上亲了一下。你在这里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我这次可以相信你，完全可以。荣九思这一次没有再拦着他，看着他的身影缓缓消失在了树林之后，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眼里有些迷离。荣九思心里清楚的知道，他这一次若还是像以前一样抛下他不要，那他这一辈子怕是再没有任何机会了。时光在他离开的那一瞬间起就变得格外的漫长，他不知道过了多久，或许有1辈子那么长。他终于听到不远处传来脚步声，便看见慕云舒一身狼狈的回来了。他回来了，他这一次没有抛下我，只是在他看见他脸上有好几道血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找药材的时候运气不太好，遇到了一条大蛇，跟他打了一架，就成这样了。但是我打赢了。荣九思，还夸夸我。你很厉害。你这话一听就知道夸得不走心。不过就算是你夸得不走心，我也依旧觉得自己很棒。其实今天我差点就被那蛇给勒死了，快死的时候，我想起我这条命是你拼死救下来的，我不能就这么死了。且我若是真死在那里回不来，你肯定会怀疑我不讲信用，把你一个人抛下。荣九思伸手一把将他捞进怀里。你刚才应该带上我的，有我在，绝不会让那条蛇伤你至此。慕云舒伸手将他推开些许。我说了会回来，你如今可信我了？信。天马上就要黑了，我们得先找个地方住下。这个月份山林里的雨说下就下，你伤得重，淋了雨再染上风寒就会非常麻烦的。我刚才发现了一个山洞，我们今晚先将就在那里住下。荣九思此时自然是他说什么便是什么，因为碰到那条大蛇没采到什么药，你先把这个吃了，对你的伤有些帮助的。荣九思吞服完蛇胆之后，慕云舒扶着他往前走。荣九思虽然内伤不轻，不易走动，但是他们这样慢慢往前走，问题也不大。们终于在天擦黑之前到了慕云舒说的那个山洞，山洞外死了一条大蛇。荣九思看向慕云舒，我就是在这里遇到那条蛇的，一会儿我想办法生个火，把这条蛇给烤了吃了。他原本想着这条蛇如此欺负他，就算是他死了，他也不能放过他。谁知道他竟有更加了不得的报仇方式，直接把这条蛇给吃了。他那颗提心吊胆的心这会儿也变得有些哭笑不得。慕云舒野外生存技能极强，很快就生起了火。荣九思见他熟练的做着这些事情，也没有太过意外。他知道他身上有很多秘密。蛇肉很快就烤好了，先给荣九思夹了一块，你试试看好不好吃？很好吃。那当然了，也不看看是谁烤的。慕云舒见他一直在看他，他问道，你看什么？觉得你好看。虽然我也觉得我好看，但是你这样盯着我看，我也会不好意思的。荣九思轻笑出声，等这次事情了结之后，我会跟父皇说我们之间的事情。等你养好伤之后，我和无忧跟你一起回大晋。如今他知晓了他的心意，自不需要再去欺骗自己。喜欢了就是喜欢了，想和他在一起，那就和他在一起。荣九思听到他这句话，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你想好了？怎么？你觉得这事是我没想好说出来的？那我再好好想想。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用多想，毕竟我这么好，又是无忧的亲生父亲，你们跟我回去不亏。我刚才想了想，我若就这么跟你回去，多少有点没面子。要不你再答应我3个条件？不要说3个了，就是3000个、3万个，我也都答应。你就不怕我提出上大晋割地给南诏之类丧权辱国的条件？你若是真的提出这样的条件，大不了我就不回大晋了，直接做南诏的倒插门女婿。如此一来，京中的那几个人，他们应该会高兴坏了。我也因为妻儿都在身边，也很高兴。到时候你
若还想要大金的土地，大不了我带着兵马帮你打回来便是。慕云舒听到他的这番话，真的是惊呆了。只是仔细一想，这事又确实是荣九思的风格。王爷，你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说，被人听到了，你就是大金最大的卖国贼呢。我就是个弱女子，没有那么大的抱负和目标，所以我的要求很简单。第一个是你要宠着我，第二个是你要对无忧好，第三个就是多疼惜你自己一些。这3个条件，你若是能做到，我就跟你回去。荣九思知道，他这所谓的条件，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条件，不过是个极为笼统的要求。荣九思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往后他也是有人疼的人了。就这3个条件，不再多加一点。以后想到了再加呢。再说了，你若是心里有我的话，我不用提任何条件，我们都能好好相处。而你若是心里没有我的话，前面就算是提了再多条件，那也是白搭。也是，那就让时光来验证吧。那天我在客栈里听到你和苏浅的对话，有几句是真，几句是假？都是假的。我父皇死时留了一道传位于我的诏书，知晓这件事情的大臣，当时除了苏浅之外全部都死了。普天之下，只有苏浅知道这道诏书在哪里。我当时想从他那里拿到这道诏书，然后名正言顺地将元明帝给拉下马来，于是我便答应了他的条件。其实当时我还准备了几个备用方案，一旦拿到诏书就杀了苏浅，所有的一切的进展都在我的掌控之中。苏浅虽然疑心病重，却并没有过多的怀疑，而我从一开始就跟苏浅达成协议时就没信过他，只是用诏书这事儿去为他设下陷阱，等他暴露诏书的藏匿地点。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对你动手，而且是下死手。他当时安排在别院里的侍卫并不算少，正常来讲足以抵挡一支小规模军队的冲击。苏浅行事之狠辣，超出了荣九思的预期。我当时多少有些低估了他能做到那个位置，绝对是老奸巨猾，他绝不允许有任何能威胁到他的利益的人活在世上。而你毕竟是我的王妃，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计划？当时你快生了，他们说女子生产时最忌情绪波动太大，若是情绪波动太大，容易难产。我怕你担心我，也怕你对我生出误会，便瞒着你去做这件事情。那时他虽然就在他的身边，却让他的心里十分不安。他总觉得他随时会离开他，再加上当时两人都不知道他腹中的孩子是他的，这件事情终究是两人的心病。荣九思怕他跟他说了他的计划后，他并不信他，又像以前一样找机会逃走。慕云舒想想自己当时的心境，若荣九思真跟他说了他的计划，他肯定会想七想八，如今想来却颇有几分造化弄人的意味。好在如今一切都弄清楚了，既然弄清楚了，那这件事情就接过去了。荣九思伤得不轻，跟他说这么久的话，此时已经有些累了。他想起还被围困的沈西时和不知道在哪里的穆清远，心里有些担心。你是担心岳父和清远吗？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呢。你放心吧，这一次的事情岳父早有预料，也早就做了准备。他之所以一直坚守皇城不出，不过是想把衍公子身后的势力连根拔起。我爹跟你说的？不是，他没有对我明说过。但是你想一想，国主是一国之君，且是一个十分贤明的君主，他早就派人去监视衍公子，又怎么可能会一点防备都没有？而衍公子这一次敢玩这么大的，自然是有所依仗。他既然有所依仗，那么他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十分厉害的人在支持他。所以衍公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衍公子身后的那个人。只是若是由我来做，必定先示弱，装作被打得手足无措。在这种现象必定会给衍公子造成错觉，觉得只要他再努力一把，就能拿下皇城，成为南诏的皇帝。这一次攻变，国主守好了皇城，不让衍公子打进来。他只要守上几日，不管是京大营的兵马打进来，还是外面的秦王的兵马打进来，衍公子都必败。所以衍公子必定是坐不住的，他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在最短时间内进攻皇城。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把他背后的所有势力都牵扯出来，国主就能将他一锅端了。这些都是你猜的？也不能全算是猜测吧，这顶多算是一国掌权者需要考量的事情罢了。你说是猜错了呢？我若是猜错了，那也只需要京大营或者秦王的兵马赶来，衍公子之祸也就解了。那你觉得衍公子身后有什么人？两个可能，一个是朝中一位野心勃勃的大人物，手中握着兵权，这才能调给他这么多人马；另外一个则是野心勃勃的富商，用极为强大的财力来支撑，无声无息地召集了那么多的人马兵供养着。慕云舒觉得他说的两种方式都可能存在，只是他平时不太过问朝中的事情，此时也没法断定这两种可能哪种更大一点。你把清远藏在哪儿了？我一直都知道你心里十分关心清远，他若有事，你必定会心绪不宁，所以我早早就安排他出京，让他去搬秦王的兵马。因为他出去的早，身上又带在了太子的印信，做起来十分的方便，所以只要他不是无能之辈，这一次的秦王的兵马会比衍公子预期的还要早一点。他这一次是真的惊到了，他原本以为荣九思只是把穆清远藏了起来，没想到他竟为穆清远做了这样的安排。清远怎么可能会听你的？他当然不会听我的，所以我给他配了两个人，有那两个人在，他多少都会被带偏，最终按照我的安排行事。再则他原本就是南诏的太子，之前他躲在国主的羽翼
意之下，如今也该独当一面了。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他要带慕云舒离开南诏，他必定放心不下慕清远，所以他不但要帮慕清远除掉眼公子，还要助慕清远在南诏立威，成为人人敬仰的太子殿下。只有慕清远坐稳了太子之位，慕云舒才会安心离开。你派了徐英和徐敏跟着他？是呀，原本只是想让徐英一人去的，徐敏非要跟着去，那就让他们都去好了。只是如今也不知道他们做到哪一步了，进展是否顺利。被他们记挂的慕清远此时已经到了距京城最近的一处驻兵大营。慕清远的心里有些焦躁，他知道等到眼公子的事情平息之后，徐英就会跟着荣九思回大晋，往后他们想要见面怕是都千难万难，所以今夜将是他唯一的机会。只是他此时却不知道该如何跟徐英说出他的心事。他想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好的思路，便琢磨着先见到他再说。只是他正准备出大帐，便听到身后有异动。殿下，是我。你怎么来了？于思源有问题，他应该已经被眼公子的人收买了。这会儿正要想办法，在不惊动别人的情况下抓住你。你怎么发现的？我出发前，王爷再三叮嘱，眼公子敢做出这种事情来，必定准备充分，很可能最近的军营已经成了他的据点。所谓秦王，很可能会变成秦王。所以今日我便留了些心思，看到有飞鸽进来，便设法拦了下来。他说完，将一张纸条递给了慕清远，他接过来一看，收到秦王的消息后，立即进京，里应外合，攻破皇城。你就是南诏的兵马大元帅，所以我现在是掉进狼窝了吗？殿下别担心，于思源虽然有问题，但是他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还拥有着主动权。只要想办法控制整支军队，我们就能带着兵马回皇城。你说的对，我们现在发现于思源有问题，想办法解决就好了。现在我们要确认的是，这个军大营之中，除了于思源之外，还有谁是有问题的？没错，我相信军中的将领绝大多数都是忠君爱国的。于思源若是有问题，我们控制他就好了。他们才刚上一晚，就听见了于思源在外面大声道：殿下，你可歇下了。徐英躲到了门后，我还未歇下，于将军可是有什么事明日行军的路线，末将想跟殿下商量一下。于将军请进。于思源对身后的侍卫使了个眼色，大步走了进来。只是他才一进来，徐英挥着刀就直接抵在了于思源的脖子上。别动！殿下，你这是做什么？这话应该是由我来问于将军，这上面的字于将军可认识？于思源瞪大了眼睛，于将军今晚准备的还挺充分的，只是抱歉的很，我怕是不能如你所愿了。太子殿下误会了，那张纸条不是给末将的，末将对皇上忠心耿耿，绝对不会生出异心。你不必急于表忠心，不管这张纸条是给你的还是给你下面的将领的，都是你的失职。为了保险起见，就只能暂且委屈于将军了。于思源的心里生出了不好的预感，他的那些预感马上就成了真。于将军深夜议事，来人，去将其他将军都请过来，一起商议。门口于思源的那些侍卫听到了这句话，有些惊疑不定，因为这件事情和于思源最初和他们商议的并不一样，他们在纠结此时是直接冲进去，还是听慕清远的话去做。于将军，此时是你自证清白的大好时候。你说那封信不是你的，想来你很想知道那封信是给谁的。说是真的查出来那封信另有主人，今夜于将军配合太子殿下行动，你的不察之罪，太子殿下是可以宽恕的。于思源听到徐英的话后，心念下沉，他们这是把他的计划全部都打乱了。难道说方才于将军那番话全都是假的？当然不是，我对国主的忠心日月可见。实不相瞒，本宫这一次赶过来就是有所准备。于将军在城里的宅子里，妻儿们可都安顿好了。于思源的面色大变，虽说你的妻儿并没有参与这件事情，但是你若真的犯了错，他们难免会受到牵连。你的小儿子如今不过3岁，长得浴血可爱，让人见之心生欢喜。来人，去请其他将军过来。门口的侍卫听到了他的话后，立即过去请其他的武将。于将军似乎出身紫云山。于思源点头，是的，紫云山之下似乎都是于氏的产业。于氏自南诏开国开始就出武将，父皇对于氏一向赞赏有加。于将军如今虽然不是于氏一族地位最高之人，却也差不多了。紫云山下风景极好，紫云山上却别有洞天。于将军的父母兄妹们此时应该正在紫云山上祭天，与皇城外的祭山遥相呼应，这是父皇赐予他们的荣光。于氏一族忠君爱国，故自然是信的。于思源听完了他的这番话，他的脸上再无一丝血色，他跪在地上道：太子殿下饶命啊！于将军这是做什么？不是我被眼公子收买了，而是家中父母都被他们钳制，我也是不得已为之。太子殿下既然知道了这件事情，还请太子殿下给我一条活路。你心里此时一定在想，本宫到你这里来搬援兵进皇城，一定是被父皇处于劣势。于思源没有说话。你为什么不想想，我为什么敢孤身前来，又为何会有眼公子送给你的飞鸽传书？于思源愣了一下，因为父王这是要炸出眼公子的同党。本宫觉得于氏一族这些年来为我南诏立下了汗马功劳，想要再给于氏一个机会，所以便亲自来了。眼下就看于将军要怎么选了。于
于思源真的没有想到，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国主的预料之中。太子殿下仁厚，末将定不敢负太子殿下。正在此时，其他的武将都已经走了进来，对着穆清远行礼。被衍公子安插在于思源身边的一个武将一进来，看见他坐在那里，眼里有些惊疑不定。穆清远看了一眼徐英，徐英二话不说，一剑就刺进了那个武将的心口。太子殿下，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是衍公子安插在军营里面的奸细，他的身份如今已经真相大白，今日杀他，不过是想告诉诸位，父皇对于衍公子的把戏了如指掌，之前没有动手，只是顾念多年的父子之情，而他不但没有半点感恩，反而生出了狼子野心，那便只能将他彻底除去。本宫相信诸位都和衍公子没有干系，此番评判成功之后，诸位便是我南诏的功臣。那些武将集体跪了下去，我等必定忠于国主，忠于太子殿下。既然如此，那么接下来诸位听从本宫的安排，诸位现在就回去拔营，天亮之后出发攻打眼贼。谨遵太子殿下令，天亮出发攻打眼贼。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那些武将离开后，于思源跪在穆清远的身边道：多谢殿下为我遮掩，从今往后于氏一族愿为殿下肝脑涂地。于将军不必如此，我信你是忠君爱国的，这一次的事情不过是你被奸人所蒙蔽罢了，你如今想明白，那么过去的事情便都过去了。于思源千恩万谢的走了，他一走，穆清远伸手抚着胸口，方才见你那么淡定，我以为你胸有成竹，一点都不怕呢。我怎么可能不怕呀？方才但凡我们反应有一点不对，都会被于思源识破，然后在劫难逃。你对于思源的事情了如指掌，我若不是和你一起来的，他都会信你的话。他的那些事情，你是从哪里知晓的？我的记忆力还不错，父皇之前跟我说过一些朝中官员的经历，对于这些手握重权的武将，父皇说的就更加仔细，曾经给过我他们详细的卷宗，我将那些卷宗都看完之后，就记住了大半的内容，所以方才才能镇住于思源。其实当时我心里也很慌，只是我姐姐曾经告诉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慌，要想办法解决。你真厉害。徐姑娘才是真的厉害，方才杀那个武将的时候，那是真的半点都没有犹豫。当时徐姑娘但凡犹豫了一点，于思源必定会生疑，整体效果会打折扣。徐姑娘是怎么发现那个武将有问题的？当时太子殿下不也发现了他不对吗？那个时候不动手，难道等他回过神来杀了我们吗？你说的对，你为什么要留于思源一条命？直接杀了他也能解决这件事。杀人是能解决一些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不是靠杀人就能解决的。我们方才是能杀了于思源，但是杀了他之后，要掌控这支兵马会十分困难，一旦中间有什么变故，可能还会得不偿失。而他若是活着，只要能够拿捏得住他，就能控制整支军队，会更加省心。他这一次起了背叛的心思，你会在这件事情了结之后除掉他吗？父皇曾经教过我，作为君主要有容人之量，朝中的臣子甚多，他们都各有各的脾性，如何用好他们是为君之道。在他没有犯下真正的错之前，很多事情都是能够挽回的。他在这一次关键时候能回头，就表示他本性不坏，我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太子殿下，你真的很有一国储君的风范，这度量非常人能比。徐姑娘过奖了，我倒是觉得徐姑娘行事果断利落，十分厉害。这一次若是没有徐姑娘相助，我可能已经死了。我在这里谢过徐姑娘的救命之恩。徐英当即来扶他，只是他动作急了些，反倒撞到了他的身上，这一撞直接就把他给撞翻了。他的心里就更急了，伸手去拉他，力气大了点，直接把他的胳膊给拉脱了臼。对不起，我帮你接上吧。穆清远轻点了一下头，他扶着他的肩，用力一上，便帮他复原了。只是就算如此，也依旧让徐英十分过意不去。他觉得他没脸和他在一起了，索性去门口守着。穆清远看了一眼自己被他轻松下了又接上去的胳膊，他的心情也十分复杂。第二天一早，军营里的士兵已经集结完毕，直接跟着穆清远回皇城秦王。穆清远带着兵马回皇城秦王的时候，荣九思发起了高烧。天一亮，穆云舒就出了山洞去给荣九思找药。穆云舒找了一大圈，终于在太阳完全升起来的时候，把荣九思要的药材找到。只是他还没有回到洞口，就看见荣九思站在林子里，他忙走过去，一把扶着他。我把药草采好了，一会儿你服下之后退了烧就好了。荣九思看着他没有说话，身体重重一倒，便倒进了他的怀里。他当时就有些心疼他，如今再看到他这副样子，他就更加心疼。他守在他的身边，见他面色苍白的躺在那里，嘴里喊的都是他的名字。等到2天后，荣九思的烧终于完全退下去之后，也有些精疲力尽了，他索性就抱着他和他睡在一起，这样他一醒来就能看见他。荣九思这一次比穆云舒先醒了过来，他一低头就能看见他。荣九思，你不要死！这一声喊完，他便算是彻底醒了过来，就看见荣九思睁大一双眼睛看着他。没烧了，我记起来了，我睡之前就发现你已经退烧
烧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很好，被你关心和挂念的感觉很好。我的感觉却不算好。九思，你比我想象中的要粘人很多啊。荣九思轻掀了一下眉，感觉好就好，你快叫好起来，我还等着你保护我呢。我觉得我现在就很好，现在就能保护你。慕云舒抬眸看向他，我觉得我现在就算是做其他事情也是可以的。他说完，低头亲上了他的唇，他的唇灼热缠绵，似能将他吞没。慕云舒也没有想到，荣九思一退烧就开始动手动脚，他想伸手把他推开，他伤得不轻，他怕推狠加重他的伤势，所以都不敢用力推。如此一来，他的那点力气根本就不可能推开来势汹汹的荣九思。正在此时，外面传来了剑妻的声音：王爷，公主，你们在哪里啊？这个不长眼的剑妻，什么时候找过来不好，偏在这个时候找过来。慕云舒伸手将他推开了些。剑妻，我们在这儿呢。他一进来就哭喊着道：公主，我总算是找到人了，这几天可把我吓死了。好了，我没事，倒是王爷受了不轻的伤。王爷，你没事吧？让你保护云舒，你是怎么保护的？我知道这一次是我失职了，但是我真的尽力了。再说了，若当初是我陪着公主追啊，哪里有王爷发挥的空间呢？我觉得剑妻这个二货还是打死算了。怎么，你还想抱着云舒跟他一起追啊？不敢，给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抱公主啊。他说完又看了看荣九思和慕云舒，看来我刚才猜的是对的啊。他凑到荣九思的身边，小声道：恭喜王爷如愿以偿。荣九思斜斜地看了他一眼，他算是发现了剑妻这个二货在慕云舒的身边待得久了，性子比之前更加活泼了。自王爷和公主坠崖之后，我就一直在找你们。这么高的悬崖，我看着都腿软。还是王爷厉害，这样的悬崖坠了下来，不但自己没事啊，还护住了公主。若我知道你们没事的话，我就不急着寻过来了。等你们再生个小殿下的，我再找过来也不迟。行了，少在这里抖机灵了。王爷身上的伤不算轻，虽然灼心伤势已经控制住了，但是还需要好好医治啊。一会儿你扶着王爷，我们离开这里。剑妻抱着脑袋应了一声。剑妻过来的时候，他冷声道：你在前面带路就好。王爷，男人可以强大，但是不用逞强。这里没有外人，我扶你一把，没有人看见，真的不打紧的。滚！剑妻被他这一吼，不敢再多说什么，乖乖的前面带路。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啊？我这几天一直在山崖下找你们，真的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只是我下崖那天看见皇城的城门那边火光震天的，眼公子似乎又在打皇城，看他的架势似乎挺急的，所以我琢磨着他应该是急了。他越急，表示他越是没有底气啊，国主的胜算就越大。慕云舒认同剑妻的这个观点，这一次下山谷来找荣九思和慕云舒，不止剑妻一人，他所有的侍卫都过来了。剑妻找到他们之后，放了一个烟花，众侍卫看到烟花后立即就赶了过来。剑十一上次被慕云舒收拾了之后，这一次尽量躲着他。你躲那么远做什么呀？公主又不会吃了你。剑十一不想跟他说话。公主，王爷之前说过要把它借给你用2天。你可别忘记了。想打死剑妻这个混蛋。你之前说把剑十一借我用2天的事情，还算不算数了？当然算数，还是那句话，你若是看他顺眼，以后将他拨给你也是一样的。剑十一的心情极度复杂。好兄弟，一生一世一起走。剑十一忍无可忍，滚！我之前就说过，王爷听王妃的，王妃的腿才是最粗的腿，你还不信？你等着吧，王妃有的是法子收拾你，你以后会有吃不完的苦头。哎呀，要不你给我点好处，我看在我们是兄弟的份上，为你去王妃那里求个情。我跟你说，王妃十分器重我，对我提的意见那都会采纳。你这话要不要当着王妃的面说？看他是听你的，还是把你揍一顿？看破不说破，兄弟还能做。荣九思轻咳了几声，是不是有些累了？要不要歇歇？我没事。剑妻听到两人的对话，又从前面跑过来道：王爷，要不找个人扶着您吧？荣九思看向他，我们都是糙人，扶不好王爷。不如让公主来扶您吧。就你机灵，就你事多，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脑子里想的是个啥。原本有些沉闷的队伍，因为有了一个剑妻，一下子就变得有了生气。一群人笑闹的往前走，和一队人马不期而遇。两拨人马在撞上的那一刻，双方人马手里的刀同时抽了出来。沈东行倒是认识慕云舒，但是慕云舒却从未真正见过沈东行。他此时脑中飞快的思考，他是想办法擒住慕云舒，还是装作不认识，各走各的？误会，我们只是从这里路过，相逢即是有缘，你们先请。好啊，多谢。沈东行打算等慕云舒走到他们的队伍中间时，直接就将他擒住。慕云舒看了他一眼，眸光浅淡，并没有往前走。虽然我们只是偶遇，但是我们之前并不相识，无怨无仇，你们不必紧张，我的人绝不会动手。都把手从刀上放下来，不要吓到对面的朋友们。
请。诸位不必紧张，我们只是从这里经过而已，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没有恶意的。慕云舒扶着荣九思，带着剑七和剑十一缓缓朝前走去。在他们和沈东行擦肩而过的时候，剑七和剑十一双双抱起，一人将沈东行踹下马，一人则直接一剑抹了副将的脖子。沈东行的兵马大惊，纷纷拔刀，只是这一切已经晚了。剑七刀架在了沈东行的脖子上，都给我住手！剑12和剑13护在荣九思和慕云舒的身边，将先冲过来的几个士兵给杀了。我们方才说的好好的，姑娘这是做什么？我如果此时不控制住你的话，一会儿死的就是我吧。先下手为强这句话，你之前听过没有？姑娘误会了，我敢保证，我绝对没有这一层的意思。姑娘若是不放心的话，你们可以带着我走过这一段山路，没有必要把事情做绝。叛臣贼子，竟也配跟本宫说不要把事情做绝？在你们谋反的那一刻起，就该想到会有这样的下场。姑娘说笑了，你就别装了。方才我们一打照面，我就认出你了。我之前在衍公子的府上曾经见过你一面，只是你以为我没有看见你罢了。沈东行的面色大变，他平时都避着不见皇族中人。于是衍公子在府里设宴款待他们时，他在旁边看过他们，那是他们第一次打照面。当时他以为慕云舒没有看见他。公主想怎样？不怎么样，只是将你绳之以法而已。他说完看了剑七一眼，慕云舒真是欺人太甚。剑七从他的身上搜出来好些机括、暗器以及毒药，东西备的还挺齐的哈。不过这些东西备的再齐也没有用，你已经落到我们的手里了。细算起来，我还是你的长辈，你这样对待长辈会不会有些太无礼了？无礼？你可能对这个词有点误会。剑七，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做无礼。剑七应了一声，一把抓起沈东行，叭的一下，就像扔垃圾一样扔在了地下，然后一脚踩在他的脸上。他只是想提醒慕云舒他们都是皇族中人，让他给予他相应的尊重。他在伺机逃跑。慕云舒轻摆了一下手，剑气会意的踩在沈东行脸上的脚挪到了他的胸口。沈东行暗暗松了一口气，觉得慕云舒还不算太过糊涂。只是下一刻，慕云舒的脚就踩到了他的脸上，他不仅仅只是踩一脚就松开，还把他的脸用脚按在地上摩擦，这才叫做无礼。来，你好好说说看，你是我的哪门子的长辈啊？沈东行以为慕云舒那样说是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没想到他并不知道。他觉得以他行事的方式，他要是告诉他是衍公子的亲生父亲，可能还得挨一顿打，于是一句话不说了。哟，这会儿又矜持上了，行吗？那我就只能再无礼一点了。他看了剑七一眼，剑七会意，一脚踩在沈东行的小腹上。剑11的面色一白，王妃以后该不会这样收拾我吧？以前剑七行事只是有点二，有时候还有点拎不清，但是现在看来，剑七跟到慕云舒的身后就不是二能形容的了。这一看就是平时慕云舒没少带剑七动手打人，要不然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默契的。你这还嘴硬不说，行吗？我就喜欢像你这种硬气的人。剑七，把他的脚趾头给剁了。剑七应了一声，直接抽出了长剑，不等沈东行反应过来，就把他的脚掌削了一半。真是太残暴了，太残暴了，好可怕！这样都不说啊，你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了。我对硬气的人格外的宽容。剑七，把他另一只脚的脚趾头也剁了。沈东行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又被剑七削了另一只脚半个脚掌。行吗？你不说就不说吧，我找别人问问，他和衍公子是什么关系啊？我听衍公子喊他为父亲。他抬脚在沈东行的脸上又踩了几脚。你说你，这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你嘴硬什么？你早早说出来，我也许看在你是长辈的份上就不打你了。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你方才就是故意的，故意不让我说话，故意要打我。我的脚好痛，我的脸好痛啊！荣九思全程看着慕云舒做事，他就喜欢他这利落的性子，收拾起人来还是和当年一样，半点都不含糊。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衍公子又在哪里？太子搬了秦王的兵马过来，公子被俘，大人一见情况不对，就带我们突围进了山。荣九思斜斜地看了沈东行一眼，又贪又蠢，弄半天，原来你是把你儿子抛下自己逃了。亏我方才还以为你是个硬汉呢，对你还生出了敬佩之心。你这是白白浪费我的感情，该打。他的话音一落，剑七拿了个藤条就往沈东行的身上抽。真是什么话都让慕云舒说完了，我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但是这不管我怎么说怎么做都是我的错，我麻了，但是真的好痛啊！还以为你多硬气呢，被这么抽两下都喊痛，太没出息了。正在此时，不远处的山林里传来不小的动静，看起来又有一支兵马过来了。今天这林子里啊，可是真的热闹了。荣九思轻摆了一下手，所有侍卫全部进入备战状态。
哈哈哈哈！我们的援兵来了！我今日在你们手里所受的屈辱，哪怕是拼了一死，也要讨回来。不用怕，来的是自己人。他不太明白穆云舒的脑回路，不知道他怎么判断这后面来的就是他们的人。有同样疑问的不只是沈东行，众侍卫和众士兵都看向他。这货不是什么好鸟，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他的话反着来就行了。荣九思虽然听到了穆云舒那么说，却并没有放松，于是他轻摆了一下手，剑十二立即跃上树梢，施展轻功出去探看情况。很快剑十二回来了，是南诏朝廷军队的服饰。荣九思轻点了一下头，让人把沈东行绑起来。摄政王，公主粗鄙不堪，根本就配不上你。剑七，剑七会意冲过去，对着沈东行的嘴就是一顿狂扇。我的话还起了个头，荣九思竟也让这个狗剑七打我。还有，狗剑七为什么也听荣九思的？剑七打完后，一脸狗腿的跑到荣九思的身边。王爷，属下这几下打的可好啊？他终于想起来了，之前荣九思喊身边的侍卫，他们的名字似乎都带了剑字，这就表示剑七这狗侍卫是荣九思送给穆云舒的。很快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了喊杀声，是于思源带着兵马过来了。于是他拱了拱手后问道：“敢问你们是？”剑七在旁道：“这位是天敏公主，这位是大晋的摄政王，下官渝州指挥使于思远，见过公主，见过摄政王。”于将军不必多礼，你来的正好，把这些叛党绳之以法吧。于思源忙应了一声，让他带过来的士兵把那沈东行的兵马全部都抓了起来。这一场宫变在沈东行彻底被抓而真正告终。徐英则冲穆云舒问：“公主，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没受伤吧？”“我没事，这血都是别人的。”穆云舒松了口气。今天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兄弟要死，拎着刀砍起人来，那是一砍一个准。徐英瞪了他一眼：“公主救我！”瞧你那出息！荣九思站在一旁没有说话，只斜斜地看了徐敏一眼，他瞬间就怂了，赶紧从穆云舒的身后站了出来。徐英看到他那副样子，极不客气地嘲笑他：“你懂什么？”他被荣九思狠狠地修理过，对荣九思有着天然的畏惧，能不招惹他绝不会招惹荣九思。于思源看到两人和穆云舒关系如此之好，心思活泛了些，觉得以后他能抱稳这几位的大腿。穆云舒和徐英互相交换了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两人都颇有些感触。徐英脸皮薄，略过了穆清远向他表白的事情，他此时也冷静了下来，开始思考现实的问题。我也是大晋大将军府里的人，真能和穆清远在一起吗？穆清远并没有带着衍公子直接回皇城，而是去稷山的方向，通知苏义清等大臣动乱已平，他们可以回皇城了。他们从稷山上休整一番下来的时候，和从林子里出来的穆云舒等人就碰到了一起。穆清远快步走到穆云舒的身边问：“姐姐，你没事吧？”好在当时王爷跟我一起跳下悬崖，他为了救我受了不轻的伤。他朝荣九思行了一个大礼：“多谢一家人，这些虚礼就不用了。再说了，云舒本就是我的妻子，作为男人原本就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妻子，所以当不起你的谢。”穆清远看了穆云舒一眼，见穆云舒并没有反驳荣九思的话，他便知道这一次荣九思舍命救穆云舒的事情必定对他触动极大。穆清远对荣九思的态度一向是根据穆云舒的态度而来，他若接纳荣九思，他便也接纳荣九思。谢还是要谢的，毕竟你当年救我姐姐是事实，等你和我姐姐再次成亲之后，我才跟你是一家人。现在你还是先别乱盘亲戚。你放心吧，我会重新把你姐姐娶回家，并给她一个只属于她的盛大婚礼。当初他和穆云舒的大婚从本质上来讲都不能算是他们的婚礼，那一日可以用一团乱麻来形容，更不要说当初荣九思根本就不想成亲，是被元明帝逼着成的亲。穆清远想起穆云舒若真和荣九思成亲，那就要嫁到大晋去了，以后姐弟两人再想见面就难了，他心里便有些闷。那你可得把聘礼带足了。荣九思凑到他的面前：“放心吧，肯定带足的，我还把你媳妇儿给带过来了，这一次你把握住机会了吗？”穆清远一向脸皮薄，听到荣九思的话后脸瞬间就红了。他之前一直没能明白荣九思这一次为什么没让他的侍卫跟着他，而是让徐英和徐敏跟着他。此时荣九思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他便全部都明白了。荣九思就是要撮合他和徐英，这一次他和徐英一起降服了于思源，捉住了衍公子。从某种程度来讲，不但让两人对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还让徐英在南诏立下大功。有这样的大功在，他要娶徐英的助理一下子就会小很多。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没有的事。是吗？这么好的机会，你要是都没能抓住的话，那你这辈子真就是单身的命了。他
瞪了荣九思一眼。迟一些我会去问一下许英，你要是真对他无意的话，我就会带他回大晋。说句心里话，许英是个将才，若是好好培养的话，应该能够成为我大晋的将军。将他留在南诏，我还有些舍不得。穆清远听到荣九思的话，就知道荣九思这是在涮他。你差不多就够了，就算你这一次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心里非常感谢你，但是这和你娶我姐姐是两件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事情而把姐姐推进火坑的。你觉得我是火坑？你是不是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在这个世界上，就你伤我姐姐伤的最深，这一次你确实做得很好，还救了我姐姐的命，她对你心软了也。但是往后你若是对她不好的话，我不介意亲自带着兵马打到大晋，将她带回来。荣九思听着穆清远的这番话，并不生气，在他的眼里，穆清远是穆云舒的弟弟，那就是他的弟弟。你让许英做大将军，打去大晋吗？穆清远的脸又红了。动了情的感觉如何？穆清远冷哼了一声，扭过头不理他。王爷，你这是又在欺负清远吗？荣九思和穆清远异口同声的道：没有，他跟我聊了些事情，我受益良多。既然是受益的事情，那你的脸为什么红成这样？他觉得穆云舒平时那么机灵的一个人，今天居然一点都不机灵。他看了荣九思一眼，荣九思掀了一下眉，问他是否需要他来解释。那是因为我在王爷的提醒下，发现这一次事情做得不够好，羞愧的脸红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了。行了，你别再问了，我挺难为情的。行吧，那我就不问了。英英，你过来跟我说说你们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臭小子长大了，都有秘密了，居然连自己的亲姐姐都瞒。穆清远就说平时一向机灵的穆云舒，为什么一下子变得不那么机灵？原来他是故意的，他都怀疑他是不是为荣九思出头，故意来取笑他的。姐，你差不多就够了哈。英英是我的朋友，我跟她分开这么多天，聊聊天怎么了？你这么紧张做什么？脸又红成这样是怎么了？我可没有说什么让你羞愧的事情吧？穆清远松开了他的袖子，转身去找苏逸清，去做他英明神武的太子殿下去了。臭小子，真的是长大了，还有心事了。徐英此时走过来问：公主，你找我？是啊，清远今天脸一直在红，我担心他是不是感染了风寒，身子不舒服，所以就想问问你，你这几天一直跟他在一起，他是不是着凉了？徐英没有多想，还认真的回想了一下，这一路舟车劳顿，太子身子骨弱，可能不小心着凉了。他身子骨弱，只是相对习武之人，身子要弱上一些，好好补一补就好了。也是，他是个读书人，没太多学武的天分，跟你比起来，确实是弱了一点。他这副样子啊，我心里也颇为担心，以后得给他找个身体好一些的媳妇，最好是能打的那种。徐英就算是心再大，也听出了一些端倪，笑了笑，没好意思接话。他们一行人朝皇城的方向进发，路上都没有遇到多少游兵散勇，他们很快就到了宫门外。沈西时刚好带着穆无忧赶了过来。娘亲，娘亲，看我在这儿。小显眼包，娘亲看见你啦！你这几日跟皇祖父在一起，有没有很乖啊？有没有想娘亲啊？无忧最乖了，无忧每天都有想娘亲。穆无忧看见站在一旁的荣九思，荣叔叔，你怎么看起来那么憔悴？因为我受伤了，还有点想无忧。穆无忧原本是想他抱抱的，听他这样说，立即道：你哪里受伤了？我给你呼呼。在他的世界里，他摔倒了，受伤了，穆云舒帮他吹一吹就不疼了。谢谢无忧。沈西时则把穆清远和穆云舒打量了一番，见两人都没有受伤，没事就好。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好样的，不愧是我南诏的太子。这次的事情我不敢居功，多亏了摄政王早有安排，若不是他派人将我换下来，再派徐敏和徐英两兄妹陪我去找于将军，凭我一人之力，绝不可能帮到这一步。他在荣九思的面前话说的不客气，似乎并不买荣九思的账，只是到了沈西时的面前，他却愿意为荣九思说说好话。沈西时看了穆清远一眼，轻掀了一下眉。之前穆清远一直看荣九思不顺眼，像这样主动在他面前为荣九思说话，却还是第一次。这几日辛苦王爷了，国主客气了，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而已。这世上哪有什么该做不该做的事情？南诏遇到此劫难，王爷帮了大忙，孤很是感激。王爷身体不适，不如先进宫休息，再让太医过来瞧一下。荣九思一听这话，便觉得这一次牙没白准，他不用住驿馆了，可以直接住进皇宫了。多谢国主。动乱刚结束，沈西时还有一堆的事情需要处理，让人带着荣九思进宫后，他便去忙了。荣九思住处离穆云舒的摘星宫不算太远，但是也不近，走需要1刻钟。这个距离处于他见穆云舒一面不是太难，但是又要穿过小半个皇宫，绝对会让沈西时知道的距离。也好像对我还是有些成见。我们还没有成亲呢，一下喊。可是在山崖下面的时候，我这么称呼国主，你也没说不合适。我如今已经喊习惯了，你却让我不要瞎喊，这样不太合适吧？喊习惯了，
了。刚才在宫门口，你为什么不当着我爹的面喊他爹呢？最近这几天先把伤养好，别想那些有的没的。想还是要想的，要不然你太无聊了些。我能去摘星宫看你吗？这事你去问我爹，他同意了我就没意见。我觉得应该不至于我都住进皇宫了，见云舒一面却比平时还要难吧。我们的1月之期好像还没有结束吧？慕云舒愣了一下，立即就明白他的意思。之前沈西时让慕云舒陪荣九思在南诏陪他玩1个月，如今也不过才过去20余天罢了。我明白爹的意思了，他一定是见我受了伤，皇城不太安全，所以才让我住进皇宫，便于你天天带我逛皇宫。慕云舒觉得沈西是一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荣九思非要这样曲解的话，也能说得过去。他让双儿把药方拿去了太医院去抓药，煎好后再拿过来。他进来都没有休息好，忙完这些后也有些累了，让荣九思先休息，他迟些再来看他。荣九思受伤之后，基本上都是慕云舒在照顾他。这几天他累得不轻，他自然不会再纠缠他，让他回去好好休息。慕云舒走后，荣九思这里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施无星。夏季之事由慕清远主祭，施无星在皇宫里辅祭，所以他并没有去祭山，而是一直留在宫里。此时他一看见荣九思，眸光便暗了下来。国师这是什么表情？我是来恭喜王爷情节已解，得偿所愿的。本王之前就说过，这世上没有本王做不到的事情，区区情节而已，还难不倒本王。解这情节是不难，只是要了王爷半条命。荣九思朝他瞪了过来，再耗了王爷3年时间，数次让王爷寻死觅活罢了。那又如何？本王已经破了这个情节，往后余生有妻儿常伴，再无忧虑。天道无常，见不得人春风得意。王爷情节虽已度过，但是王爷就真的觉得后半辈子都没有烦忧了吗？闭嘴！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罢了，王爷也不必紧张。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10之8九，不可能事事称意。或许正因为如此，才是人生吧。荣九思知他一向有些邪门，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大多都十分灵验。自荣九思上次和施无星闹翻之后，荣九思如今是越来越不待见施无星。我没有半点要咒王爷的意思，相反，王爷这次要带云舒回大晋，须得小心眼儿，千万不要乐极生悲。他说完扭头就走。不劳国师操心，本王会保护好云舒的。本王连情节都破得，这世间之事就有何惧？那些藏匿于暗处的魑魅魍魉，本王从未怕过。施无星听到荣九思的这番话，没再说什么，只大步走了出去。他出去之后，站在公道上看向了天空。施无星当初跟着慕云舒来南诏，这一次却不能再跟着他回大晋了。他师父在世时曾为他批过命，越是在意的东西越是得不到。师父，你给我批的这个命，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啊？他此生所求的唯有他罢了，老天爷却依旧不让他如愿。他知道自己眼下有2条路可以走，一是彻底放下，二是拼了命再争一回。他要选哪一条？慕云舒不知道施无星复杂又纠结的心情。他回来之后好好的泡了个澡。他泡澡的时候，慕无忧就在外面等着，好奇的看着站在距他不远处的剑姬和剑11。这狗东西自己做假太监就罢了，还让我做，简直就是没天理。剑姬，你别太过分。什么叫过分呢？我这是为你好啊！皇宫之中除了国主跟太子之外，其他的男子就只有太监能在宫里自由行走。你敢把这衣衫送去给王爷穿吗？王爷住的地方是外宫，是国主给商议国事晚了出不了皇宫的臣子们住的地方。那个地方不受这个规矩约束，但是你现在是在内宫，这里是皇子皇女们住的地方，除非你去喊国主一声爹，他还答应你，那你就可以不换这套衣服住在摘星宫。这货一看就是想变着法子恶整我，我若是上当了，那才是真的蠢。看你这副样子，似乎是不好意思哈。没关系啊，这事儿我有经验，穿习惯了就好了。毕竟你眼下要想的不是好不好意思的问题，而是公主会不会收拾你的问题啊。我只是让你穿上这套衣服，给你一个名正言顺留在这里的身份。你若是不配合，一会儿公主出来了，我极度怀疑她会让你换上女装，再戴条红花，假装自己是宫女儿。那画面太美，他光是想想就觉得够了。且他知道这事儿还不是剑姬危言耸听，这事儿慕云舒是真的做得出来。他有些后悔当初他为什么要得罪慕云舒。拿来，就是件衣服而已，又不是真的让你做太监。太监的衣衫好歹还是个男装，女装的话就更不敢想了。11公公，这边请。剑11原本是想忍着的，但是剑妻的那句11公公直接让他破防了，一掌就朝剑妻劈过去。剑妻也不是吃素的，立即躲开。我一番好意，你都当成驴肝肺了。
要打架是吧？我随时奉陪。两人在摘星宫的院子里直接大打出手，打得真好，七叔叔揍他！双儿帮荣九思接完药回来，恰好看到这两人打架的样子，他整个人都惊到了。你们快住手！宫里禁止斗殴的。他说完了就要冲过去把两人分开，剑十一收拾不及，一拳打在了他的鼻子上。姑娘，你没事吧？我没事，你们别打了，公主过来看到会生气的。完了完了！他了解慕云舒，慕云舒很喜欢双儿，他们这样把双儿打伤了，慕云舒一会儿出来了，能扒了他们的皮。都说了宫里不许打架，你还动手打人？剑十一，这里是南诏的皇宫，不是大晋的摄政王府，你打伤了双儿就是在挑衅我们的公主殿下，你就等着公主来收拾你吧。他说完，极没有出息的撒丫子跑了。剑十一无语，狗贱妻！他做不到像剑七那样不要脸，直接撒丫子就跑了，毕竟双儿确实是他打伤的。你流血了，要不先擦擦？双儿此时脑子反应比平时慢了很多，他便将帕子递得更近了一些，然后就看见双儿眼睛一翻，直接往后倒去。剑十一下意识就一把揽住了他的腰，这是剑十一第一次揽住姑娘的腰，那股子柔韧纤细的手感和那群糙汉侍卫完全不同。慕云舒从房里出来的时候，恰好就看见了这一幕。你这是在干嘛？刚进摘星宫第一天就打我的女官的主意啊？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我没有。那请问这是什么？剑十一生平第一次生出了百口莫辩的感觉来。恰好此时双儿的头扭了过来，露出了满脸血和红肿的鼻子。你这是还打了我的女官？这是个误会，他剑妻。他原本口齿还算清晰，这会儿慌乱的不成样子，竟连话都说不全了。什么？这事你还要赖在剑妻的身上？剑十一都这样了，你还想抵赖？剑十一欲哭无泪。娘亲，事情是这样的，七叔叔让十一叔叔换上太监的衣服，他不愿意。七叔叔说了他几句，他就动手打七叔叔。七叔叔肯定不会站在那里让他打，就还手了。然后双儿姑姑就来了，双儿姑姑想伸手去拉开他们，他就一拳把双儿姑姑打晕了。七叔叔怕娘亲打他，就跑了。请公主责罚。剑十一，可把你出息了，跑到我的宫里来打我的人。你先把双儿抱进房间，回头再收拾你。剑十一应了一声，只是此事让他去抱个姑娘，他又不知道要从何抱起。你就当你自己是个太监，这样就没有男女之别了。他却因为剑妻这个叉一打，心里轻松了一些，一把将双儿抱进了房里。慕云舒对剑妻勾了勾手指，你过来。剑妻不敢，但是他知道他要是不过去，他会逮着他，能把他的皮给揭了。他跟个没见过生人的小媳妇一样，扭扭捏捏的走了过去，踮着脚尖蹲下。剑妻照做，慕云舒又让宫女拿了一个盛满了水的碗，放在了剑妻的头上。蹲2个时辰吧，水洒出来1滴就加1个时辰，多1滴也加1个时辰。说这碗打碎了，那你就把脚趾头蹲断了再起来吧。公主，我错了，我以后都不敢了，你饶了我这一回吧。慕云舒信他个鬼，这个二货既吃不记打，他跟剑十一打架这事他不会管，他不该在双儿被打伤后害怕被罚，自己躲起来了。这2年来，双儿待他不错，平时有什么好东西都会分他一份。前几日他们被追杀时，他还开玩笑说让慕云舒给他指个媳妇，他当初真的以为剑妻想娶双儿，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气死。饶你，等你想明白你错在哪里再说。我错在不应该和剑十一打架。慕云舒没理他，走进屋里去给双儿看伤。他为双儿处理伤口的时候，双儿醒了，他刚醒还有些迷糊。我错在不该逃避责任，见双儿受伤了没管他。慕云舒翻了个白眼，这是剑妻的第17个理由，总算是说到了根上。双儿听到他这话，总算是回过了神来了。公主，他们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但是他们违反了宫规，还打伤了你，这是事实。你是我无理伺候的人，哪里容得下这群糙男人欺负啊？他们今天敢打你，明天怕谁就敢打我，必须得给点颜色给他们看看。公主说的是。慕云舒见他眼里的笑意不似作伪，便能确认双儿对剑妻也是无意的，否则剑十一今天打了双儿，剑妻却跑了，双儿应该会很难受。慕云舒在心里叹了口气，觉得剑妻就是个光棍命。公主，我并无大碍，他们又不是故意的，您就饶了他们这一回吧。说是这么轻易饶了他们，他们下次还敢，剑妻就让他蹲足2个时辰，一息都不能少。至于剑十一嘛，他说完朝剑十一笑了笑，剑十一后背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每次这样笑都没有好事。至于剑十一，那就在我这里暂时做一段时间宫女吧。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宁愿跟剑妻交换被罚的方式，也不想穿女装。能换个处罚吗？你家王爷罚你的时候，你也这样讨价还价吗？不敢。合着你是觉得我好欺负啊，所以才敢这样跟我讨价还价？我的话你都不听，感觉我没法罚你似的。
我只能一会儿去找王爷了。我穿。他此时看见了剑十一这么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便知道他这一次是真的知错了。你愿意认这个罚？我这里还没有你这个尺码的女装呢，不能因为罚你就让秀娘连夜给你做衣衫。罚你的事情由双儿来决定，这几日你先伺候双儿。公主放心，我会照顾好双儿的。你今日打断了双儿的鼻梁，这是一个不好就会毁容的。说是双儿毁容了，往后你都得对她负责。他知道穆云舒嘴里的负责是什么意思，左右不过是让他娶了双儿。他想起方才揽着双儿腰的手感，他的脸瞬间就涨得通红。我听公主的。穆云舒看到他这表情愣了一下，立即就明白他误会了。你在想什么呢？我让你对双儿负责，是让你以后给她备上丰厚的嫁妆，方便她嫁人。想哪儿去了？他的脸皮远不如剑妻的厚，被穆云舒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更不要说双儿此时就在屋里躺着。我没有瞎想，我只是……行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双儿往后说是破了相，让你怎么负责都行。你下去吧。剑十一逃一般的跑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奴婢没事，长几日就好了。你是我的人，谁伤你都不行。你也别担心，有我在，我不会让你毁容的。奴婢知道的。双儿，你今年多大了？奴婢今年19了。穆云舒点头，依着规矩，宫女满25可以放出宫，双儿离那个年纪还远。我过段日子应该会跟摄政王去大晋，你要跟我去吗？他略犹豫了一下后，奴婢愿意跟公主去大晋。我这一次去大晋，以后要回来并不容易，这事你可以再考虑一下，不用急着回复我。奴婢方才犹豫，不是不想去大晋，而是有些担心家中的幼弟。奴婢从未对公主说过奴婢的家事，今日不妨说给公主听。穆云舒看着他，奴婢家住西燕湖畔的事，公主想来是知道的。穆云舒笑着点头。奴婢一直没有跟公主说的事，我其实是被我继母卖进来做宫女的。卖进宫来？宫里对宫女的采选在各地都有名额，因为国主年纪已长，之前公主和太子殿下还没有回来，所以愿意进宫做宫女的小姐不多。恰好望京县那年，没有人愿意把女儿送进宫。奴婢的继母知道这件事情后，和她搭上了线，最后用奴婢换了100两银子，让奴婢进宫做宫女。你不愿意进宫？不是，奴婢是愿意进宫的。奴婢的幼弟年纪还小，继母打着给幼弟娶媳妇儿的名头，说服了奴婢的父亲。父亲眼皮子浅又好赌，看到那100两银子就什么都愿意了。奴婢对他十分失望，离开那个家对奴婢而言其实是一件好事，只是奴婢心里挂念幼弟。奴婢进宫之时他才7岁，继母和奴婢的爹又生了孩子，幼弟在家里就是多余的。奴婢把所有的月银都交给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对幼弟好一点。奴婢跟公主去了大晋，往后就再不能把月银交给他们。奴婢担心以后幼弟日子更加艰难，所以想向公主求个恩典，将奴婢的幼弟一并带走。他如今也有10来岁了，能做一些粗使的活计了。穆云舒听到双儿的这番话，有些唏嘘。他之前曾问过双儿家里的事情，双儿只笑着说一切都好，他也就没有多加过问。他是真不知道双儿是被强卖进宫的。你想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你恨你继母吗？奴婢的继母十分恶毒，父亲也是个浑人，奴婢想和他们彻底断绝关系，带着幼弟离开那个家。这件事情要解决很容易的，改日我空了便亲自跟你回一趟家，把你弟弟带进宫。这件事情只需要公主一句话就好，不需要公主亲自去的。我最恨的就是那种恶毒的继母，不作为的父亲，说是只将你和你弟弟带走，他们只怕还得拿着你姐弟的事情说事呢，去攀附权贵。这事既然要做，那就做个彻底，断了他们所有的念想，让他们再无翻身的机会。多谢公主，这2年你尽心尽责的伺候我，我总不能让人欺负你。这几日啊，你先好好养伤，等外面彻底安全之后，我们再出门。这事就这么定了下来。穆云舒挂心荣九思的伤，第2日一早便去看他。他走到了半路，却遇到了施无星。这段时间事情有点多，没能为兄长做饭，日后补上。你的死结已经化解了，恭喜。兄长算的实在是太准了，说我有死结就真的有死结。这一次是我运气好，王爷拼死救下我，这才躲过了这一劫。我知道这一次他的情结，你的死结一起破开了，这种情况着实罕见，恭喜你们。我打算等九思的伤好了之后，就跟他一起回大晋。兄长要跟我们一起回大晋吗？我今日是来向你辞行的。辞行？兄长要去哪里啊？当初我厚着脸皮跟你来了南诏，其实是不放心你。如今国主宠你，清远敬重你，你又解开了心结，我就放心了。我本是修道之人，不该贪恋这万丈红尘，自然就该回到我该回到的地方去。可是我还没有找到为你治病的法子呢。我这病生来如此，只是感觉不到温柔而已，其他的事情并不影响。我还是想再继续想想治病的法子，万一我哪天想到了，该如何联系兄长？若
果真有那一天，你去京城外长春观找观主，他有办法找到我。好的，那兄长保重。他说完，对他轻轻一扶，保重。他说完，不再犹豫，转身离开。慕云舒看着他的背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对石无形的感官其实一直有些复杂。他虽然是修道之人，但是他的心却并不静。他能清楚地看见他心里的欲望，所以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而他也清楚地知道他要的那些东西是他这一生都没办法给的。他到荣九思那里的时候，他正在写着什么。他走过去问：“你在写什么？”在写聘礼单子。我还没同意要嫁给你呢。拉过他的手，让他在他的腿上坐下。来，把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你别得寸进尺。什么叫得寸进尺？账都是我的，更不要说寸和尺了。我离开大晋已久，最多也只能在南诏再待上3、5日便回去了。这些东西我来时便让礼部都备好了。他们之前写了张单子，我却觉得这张单子由我亲手来写更加合适。云舒，将你重新娶回去之时，我是认真的。如果不跟你去大晋，你会如何？也不会如何，顶多就是用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法子带你离开。比如说把你打晕了带走，或者带着兵马抢走，又或者……他见慕云舒瞪大了一双眼睛看着他。或者色诱。他的声线低沉，带着引诱的气息，配上他那张贵气脱俗的脸，就是极致的诱惑。和色诱。他说完，故意在他的身上扭了一下，有些挑衅的看向他。荣九思轻嘶了一声，他二话没说，一把将他勾进了怀里，让他的身体紧紧贴着他的身体。慕云舒刚要说话，荣九思的唇便亲了过来，将他所有的话全堵在了嘴里。良久，荣九思才轻轻放开慕云舒，两人的气息都有些不稳。他轻轻地趴在他的肩头喘息。云舒，我们成亲吧，我们已经错过2年了，人生苦短，再经不起虚耗了。你把单子写完，我们就一起去找我爹。荣九思的手轻轻抚过他的背，好，两人这般靠在一起，衣带纠缠，呼吸相闻，感受着彼此的温度。时光似乎在这一刻静了下来。门口传来了脚步声，穆清远的声音传来：“姐姐，我有事找你。”他一进来就看见抱在一起的两人，立即转过身不看他们。慕云舒不语，他也不知道穆清远会在这个时候闯进来。清远，你怎么找到我这里来了？他一边说话一边站起来，整了整衣衫。只是刚才他和荣九思靠得太近，两人之间纠缠得太狠，他的簪子勾在了荣九思的发上。他心里有些急，他越急就越是取不下来。别急，清远不是外人。穆清远听到他们的动静，觉得更加尴尬了，快步走了出去。都怪你。是，怪我情难自禁。等两人全部收拾妥当后，已经是1刻钟后了。穆清远就站在院子里，他发誓以后这两人凑一起的时候，他绝不会冒冒失失的往里面闯。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大白天的，你注意一些。你身为太子，进别人房间不敲门，是不是也太没礼貌了？这事是我错了，我给你们赔个不是。穆云舒知道他的性子，他最是稳妥，今天这样急吼吼的跑过来，肯定有事。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穆清远扭头看向荣九思，他也不是外人，有什么话他不能听呢？云舒说的对，你惯会顺杆子爬。荣九思笑了笑，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只是来找姐姐问一下徐英的事情。他那天对着徐英表白之后，便一直没见到徐英，眼下王城里还有些乱，沈西时怕他有危险，这几日不让他出宫。你要问徐英什么事啊？穆清远的脸瞬间就红了，却没有说话。你若是要娶她的话，那得按照流程来走。婚嫁大事总归得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是两情相悦就可以的。年轻男女无媒在一起，那叫苟合，对他也不尊重。且你的身份特殊，你若要娶太子妃，至少得过了国主的名录。这事还得知会徐英的父母同意了，这件事才能成。我知道，但是我担心我爹不会同意我和徐英的事情。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啊？爹曾经说过，我是太子，我的太子妃必定得是全天下最优秀的女子。徐姑娘虽好，却不是大家喜欢的那种大家闺秀。这几日他跟在沈西时的身边，暗中试探了沈西时一番，他试探的结果并不算好。正因为如此，他心里有些焦躁，便过来找穆云舒，请他帮着出谋划策。经历过很多事情，看事情绝不像那些凡俗的人那般。只要你是真心喜欢徐英，我觉得爹不会反对的。我和你不太一样，太子妃的身份牵扯极多，她不但要得到爹的认可，朝中那些大臣们也不能太过反对。就算爹对我们的婚事是明朗的，却还得考量整个南诏的朝廷。其实这件事情的主动权握在你的手里，清远，你是南诏的太子，南诏未来的国主。爹当年可以不立后不纳妃，你也同样可以的。你要让爹和朝臣们知道，你愿意娶徐英，那是因为你喜欢她。而你说是不喜欢的话，没有人能往你的身边塞女人的。爹因为娘的事情受过感情的苦，在你娶妻这件事情上，只要他知道你是真心喜欢徐英，就不会为难你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他直接去找沈西时，把这些事情说清楚。他过去的时候，沈西时正在批阅折子，见他过来便道：“你来的正好，于思源刚送了折子过来，快把你夸成一朵花了，你快来看看。”穆清远接过折子，看了看后道：“他夸的有点过了。当时徐姑娘陪我进的军营，是他先发现于思源有问题的，而后也是
是他跟我配合无间，这才险险把于思源拉了过来。这一次若不是有他在，我只怕都不能活着回来，更不要说带着兵马回来秦王了。沈西时听出了一些端倪。这一次徐姑娘确实是立下了大功，但是她是荣九司派过去帮你的，如果非要夸的话，她是得先夸一下荣九司。大晋的摄政王真不是浪得虚名。他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接话。荣九司能为了你姐姐跳崖相护，他对你姐姐情谊应该是真的，所以对于他们我不会再拦着。倒是你，之前你说选太子妃的事情，你现在是怎么想的？穆清远看上沈西时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便知道自己的那点心思只怕早就被沈西时看透。他想起慕云舒说的话，爹，我喜欢徐姑娘，想娶她为妻。沈西时原本还想再逗一逗他，没想到却听到他这句直白的话。你是认真的吗？我与徐姑娘相识已久，早在大晋的时候就对她动了心，只是当时前途渺茫，再加上门第差异，我与她也不知何时能再次相见，不敢对她表露心迹。如今能在南诏再次与她相逢，我依旧喜欢她，便更加明白了自己的心意。婚姻大事，我自然是认真的，还请爹成全。他说完，朝沈西时拜了下去。你方才也说了，你和她有门第差异，以前有，现在也依旧有，更不要说她还是大晋将军府的女儿。这桩婚事于你而言没有任何的注意，还可能会引发朝臣的不满。然而这桩婚事你再慎重考虑一下吧。爹，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是南诏的太子，若是连自己娶个太子妃也要过问朝臣们的意见，那到底我是太子还是朝臣们是太子？沈西时沉声道。放肆！他的眉眼里带着几分不快，属于上位者的气息厉显，和平时温和的父亲形象完全不同，似乎真的生气了。太子这个身份既代表着尊贵，也代表着权势，还代表着责任。我会尽量做好一国太子，尽到我的责任，但是我的尊贵却容不得他们来质疑。我的太子妃，我只选自己心仪之人。就算你因为这个决定被朝臣们群起而攻之，也在所不惜。朝臣们不过是为了稳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才会想着把女儿送进宫。那些野心勃勃的臣子，我觉得我没有纵着的必要。我作为太子，若是连娶妻都得看臣子们的眼色，那也太无能了些。若我连这些臣子都降服不了，那也不配做南诏的太子。记住你今天说的话。穆清远愣了一下，他原本见沈西时动了怒，以为沈西时会反对，没想到沈西时竟是这样的反应。你是南诏的太子，就当有一国太子该有的魄力。若是连自己房里的事情都做不了主，那你确实不配做南诏的太子。你今日这番话甚合我意。穆清远这才明白，沈西时前面假装动怒，不过是在试他娶徐英的决心。谢谢爹成全。真是你不要谢我，要谢就谢你自己。然而你要记住，君主不管什么时候都绝不能软弱，面对臣子的时候，有时候可以策略型的退让，却绝不能让他们骑到你头上来。徐英是你自己选的太子妃，那么往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护好她。穆清远点头，爹放心。如今他看了荣九思对慕云舒的决心，也看到了穆清远娶徐英的决心，他叹了一口气，在感情这方面，他觉得自己还不如2个孩子通透。当天下午，荣九思的聘礼单子便呈到了沈西时的案头。这笔聘礼可不是短时间能够备好的，摄政王有心了。我来南诏之前便下定决心，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将云舒带回大晋。当年我娶她时，多少有些阴差阳错，那场婚礼让她受委屈了，所以我一直想着重新给她一个盛大的婚礼，还请国主成全。你应该知道，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非常不喜欢你。若你不是大晋的摄政王，又是打着商谈互市之事而来，姑就不会让你进皇城，也不会让你活着离开南诏。国主一番拳拳爱女之心让人感动，少拍马屁，姑不吃这一套。姑虽然不喜欢你，但是也看到了你对舒儿的心，所以才会允你把聘礼单子递到姑的案上。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护好舒儿，往后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再让舒儿受任何委屈。我喜欢云舒，这件事情是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弄明白的，她与我极其重要，往后余生我必事事以她为先，绝不会再让她受半点委屈。我只有云舒这一个女儿，她对于姑而言如珍似宝。今日姑允了这桩婚事，不是因为你有多好，而是因为她心里有你。荣九思撩起袍子，对着沈西时行了一个晚辈见长辈的大礼。谢爹成全。沈西时伸手将他扶了起来。往后便是一家人了，你不要让姑失望才好。私事说完了，我们来说一下公事。护市的事情你是如何打算的？荣九思看了沈西时一眼，他的这个老丈人是个人精。沈西时若是在同意他和慕云舒的婚事之前说起护市的事，便有要挟之嫌，而沈西时在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之后再说护市之事，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这还是私事。整件事情在十分和气的氛围中定了下来。荣九思从沈西时那里出来的时候，轻轻吐出了一口气，因为荣九思离开大晋太长时间，急着回去，所以他们在南诏的婚宴办得相对简单。说是相对简单，但他们的婚礼十分盛大，却也依旧十分热闹。整个南诏的皇城一片喜气洋洋，在
在沈西石的面前拜完堂，荣九思和慕云舒便算是夫妻了。他觉得这对他而言是一件好事，至少他能名正言顺的去做丈夫才能做的事情。只是他们拜堂的时候出了一点变故，那盏悬于高处的宫灯从上面掉了下来，直直的砸向慕云舒。荣九思一把抱着他躲开了那盏灯。去查清楚这盏灯为什么会落下来。大太监应了一声，立即去查。沈西石吩咐完之后，心里终究有些不舒服，这种绝不是什么吉兆，他怕慕云舒跟着荣九思还要吃苦。穆清远见沈西石脸色难看，这是大吉兆。沈西石看向他，我曾经随国师学过一段时间风水命理，其中有一段便是大喜之时，若是有物碎裂，那是上天来贺。皇家与摄政王才刚拜完堂，悬于高处的灯就坠落，那便是老天爷也觉得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所谓的天作之合，想来不过如此。荣九思看了穆清远一眼，恭喜姐姐，恭喜姐夫。礼成送入洞房。荣九思挑起了慕云舒的盖头，两人相对一笑。因为忙着办婚礼，所以这几日他都没有见荣九思。你的伤怎么样了？我给你把把脉。我觉得我已经好多了，至少今晚洞房不成问题，你不用担心。问的是这件事吗？我是担心你的身体，你正经些。都洞房花烛夜了，要什么正经？我无言以对。荣九思看到他的样子，轻笑了一声，把手伸了过来，这才替他把脉。荣九思那日伤得虽重，但是他的身体原本就好，恢复的就很快。如今他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并没有留下什么不好的后遗症。再喝一碗药就差不多了。双儿，双儿在外面答应了一声，端了一碗药送了进来，笑着放在了桌上，说了句吉祥话就退了下去。我觉得我已经好了。你不是总说你不要别人觉得如何，你要你觉得。今夜这话我也原样奉还给你。我是大夫，这事你觉得没用，得我觉得才行。今夜是我们的大婚宴，这喝药会不会有点煞风景啊？头上砸盏灯下来，我都不会觉得煞风景，更不要说你只是喝碗药而已。你喝完药之后漱个口就行了。我怎么觉得你是在整我？你错了，我是为你好。你的伤看起来是好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是不能太激动，我怕你一会儿太激动了，牵动伤处，到时候真的乐极生悲了。算你狠。乖啦，糖都给你备好了。他看了他一眼，认命的一口气灌了下去。穆云舒成功看到他的眉头皱成了川字，他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之前给他治病的时候就知道他怕苦，不喜欢吃药，这会儿更得到了证实。他将手里的糖递给他，他接过糖塞进了嘴里，然后一把把他拉进了怀里，唇堵上了他的唇。穆云舒刚欲说话，他便将嘴里的糖渡了过来，中药的苦味夹着糖的甜味，以极为霸道的方式钻进了他的嘴里。荣九思伸手去解他的衣衫和扣子，他就觉得有些不对，一扭头就看见穆无忧睁着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看着他们。无忧怎么在这里啊？我今天是你们的滚床童子，滚完后大家走了后，我有些困，就钻进被窝睡了一觉。我一睡醒，你们就进来了。他一时间不知道要说什么好。娘亲，我今天能喊他爹了吗？可以了。我之前说要喊他爹，你死活不让，如今却又可以了。你们大人真是太善变，真麻烦。此一时彼一时，你不能这么说。无忧，叫声爹听听。爹。然后就把手伸到了荣九思的面前。荣九思一下没明白他的意思，改口费。穆云舒卟的一声笑了起来。荣九思今天大婚，身上没带银子，却带了不少的玉饰。这个给你了，但是你得告诉爹，是谁叫你要改口费的？是七叔叔，他说你和娘成亲了，你就是我的亲爹了。你盼这一天已经盼了很长时间了，而往后你仗着爹的这重身份，肯定会各种管教我。我的好日子到头了，所以要趁着这个时候多找你要点好处才行。贱妻这个二货，前几天被罚得那么惨，竟还没长心，他这是又欠抽了。爹，你以后会怎么管教我？我是你爹，有教导你的职责，但是在爹心里更盼着你这一生平安喜乐，就和你的名字一样。是不是像皇祖父叫舅舅那样？差不多吧。娘亲，这个爹能不能不要啊？你之前不是一直想要喊他为爹吗？怎么现在又不要了？那是因为舅舅太惨了，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跟着皇祖父上朝，批一堆的折子，他还每天要念好多好多的书，跟皇祖父学好多好多的东西，每天就没有闲着的时候。无忧想要抓鱼，想要打鸟，想要玩泥巴，不想读书。穆云舒快要笑死了，小孩子评判事情的标准简直就是简单粗暴。荣九思的眉心跳了跳，这熊孩子该不会是谁带着他玩，他就任谁做爹吧？无忧年纪小，玩泥巴什么的无可厚非，但是你的亲爹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你年纪小的时候，爹陪你玩；你年纪大了，爹就带你一起读书习武。所以你以后还会陪我玩吗？那是肯定的事情。那就行了，你还是我爹。听无忧这话的意思，若是我不陪他玩，他就不要我这个爹了。一向霸道说一不二的荣九思，竟也被自己的儿子说得无言以对的时候，无忧，以后
在这个世界上就又多了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了，你是不是很开心呢？我这么可爱，这世上喜欢我的人多了，多一个少一个，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木无忧见荣九思的面色不是太好看，他的话锋一转，不过爹的爱和其他人的爱肯定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我的爹爹是这世上最好的爹爹。唉，只怕日后带你玩的时候就是最好的爹爹，带着学习的时候，教你做人的时候就是最坏的爹爹。爹爹真聪明。他说完，在荣九思的脸上亲了一口。荣九思原本存了几分教训他的心思，他这一口亲下来后，荣九思的心便软成一团。你那么聪明，我是你爹，自然聪明。慕云舒在旁看着，心里有些好笑。慕无忧年纪虽小，却把荣九思拿捏得死死的。爹娘，你们快去洗漱吧，我今天要和你们一起睡。在这个夜里，荣九思是真的很想把慕无忧扔出去，只是他又觉得自己欠了慕无忧很多，此时看到他这副开心的样子，又有些舍不得把慕无忧扔出去。去净房洗漱的时候，无忧以前也这样黏着你吗？不到3岁的孩子又怎么可能不粘人？不过正常情况下，无忧是进不到洞房里来的，他能来，八成是我爹放的水。他就说嘛，沈西时一直看他不顺眼，却又没有真正的为难过他，弄半天在这里等着他，你就再忍忍吧。此时慕无忧在这里，他还真不能把他怎么样，只是让他就这么憋着，又着实的难受。一把将慕云舒按在了净房的墙上，狠狠的亲上了他的唇。他今夜那件事情是做不成了，但是亲他几口，他觉得还是可以的。爹娘，你们好了吗？你们只是洗漱而已，怎么那么慢？无忧都等得无聊死了。慕云舒忙把荣九思推开，马上就好。那你们再快一点。两人洗好后，到了内室时，爹娘，你们的床褥子下好多桂圆，好甜，好好吃。无忧给你们也留了些，一起吃。无忧怎么知道这里面有桂圆啊？我看见嬷嬷撒的，我本来都忘了，刚刚躺在床上有些无聊，就翻了翻，果然就翻出来了。娘亲，嬷嬷为什么要在褥子上撒桂圆？是因为她怕你们半夜饿了，直接抠出来吃一颗吗？当然不是，今天是爹和娘成亲的日子，嬷嬷把桂圆撒在褥子下，讨个吉利。无忧刚刚把吉利吃下去了，无忧现在就是大吉利。对，你就是个大吉利。荣九思带着慕无忧去漱口，这熊孩子刚才吃了太多的桂圆，不好好漱口容易长蛀牙。慕云舒看着这样的荣九思，眼里满是笑意。慕无忧趴在荣九思宽厚的怀里，他的怀抱和其他人都不一样，比慕云舒的宽厚，比贱妻的安全。他虽然已经见过荣九思很多次了，但是今天的荣九思让他觉得和以前不太一样。看什么？别人都说自己的爹爹最强壮，我觉得我的爹爹不但强壮，还长得十分好看。小马屁精！我说的是实话，不是在拍马屁。往后无忧也有爹爹了。以后有爹爹在，谁也不能欺负无忧。荣九思陪着慕无忧玩了一会儿，慕云舒已经把床铺好了，一家3口一起躺在了床上。慕无忧躺在两人的中间，这是他自己要求的。他说要做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和父母睡在一起。孩子还小，容易犯困，躺下之后很快就睡着了。荣九思看着慕无忧睡得四仰八叉的样子，幸福从他的眼里溢了出来。他所求的其实一直都不多，如今妻儿都在身边，对他而言便已经足够。纵然今夜是他和慕云舒的洞房花烛夜，他也不会觉得遗憾。第二天一早，他们便向沈西时辞行。沈西时心里舍不得慕云舒，却也知道他不能再将他强留在南诏。日后若是得空，就多回来看看爹。慕云舒听到这话，眼睛一片通红。不管你选什么样的路，爹都会支持你。若荣九思待你不好，你也可以随时回来，南诏永远都是你的家。慕云舒的眼泪有些不受控制的往下掉。好，爹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云舒，绝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等到大晋再稳定一些时，我便带着云舒和孩子回来看你。记住你今天的话，我们走吧。他这一生最讨厌的就是离别，因为离别不知道多久才能再次相见，这种感觉实在是不好。荣九思扶着慕云舒，对着沈西时深深拜了下去。大理行完之后，荣九思抱着慕无忧，拉着慕云舒的手往外走。慕清远把慕云舒送到了城门口，以他的心思，其实还想把他们送得再远一点。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到那时再分别，只会更难受，还不如就只送到城门口。慕清远虽然十分不舍，却知道他的话有道理。这一次，徐英先跟着慕云舒一行人先回大晋，等到大晋之后，慕云舒会替慕清远上门提亲。慕清远那日对徐英表白完之后，因为一连串的事情，两人其实都没有什么单独相处的时间。只有那次沈西时同意慕清远和徐英的婚事后，他开心的跑去跟他说了这件事情。慕清远脸皮薄，跟徐英说完那件事情，他自己的脸先红的不像话。那我们的婚事便依着规矩来办便好。规矩是规矩，你有没有什么要求？徐英知道慕清远嘴里的要求应该是让他对聘礼提出要求，他也知道只要他
他提出来，穆清远必定是同意的。我确实有些要求。穆清远看向他，你有没有过想亲我的想法？穆清远原本以为他会有什么重要的要求要提，全神贯注地看着他，没想到他会问出这句话来，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你从来没有想过吗？想过的。你既然有这个想法，这里除了我之外又没有别的人，你为什么不亲我？我怕唐突了你。你那日说喜欢我的时候，怎么就不怕唐突了我？那不一样。徐英不依不饶地问，哪里不一样？他没有说话，只伸手将徐英搂进了怀里，低头亲上她的唇。徐英在他的唇畔笑了一声，他有些不好意思，想要撤回，他却已经伸手勾着她的脖子，热烈地亲了回去。温软湿滑的触感贴上她的唇时，喜悦充满了她的胸膛。两人之间也不知道谁更主动一些。良久，两人才分开。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我们相处的时候，你不要再端着架子。若私下只有我们两人时，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这个要求提得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却又心生欢喜。好。徐英见他只是说好，却并没有其他的举动，他轻笑了一声。他莫名就开始期盼两人成亲后的日子。对着这么一个脸皮薄、容易害羞的夫婿，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于是他主动抱着他，靠在他的怀里。清源，你知道吗？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喜欢上你了。这样直白的表白让穆清远的脸更红了些。徐英一看他的表情，便知道他的心思。你没记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也没有关系，我记得便好。你当时一身书院的院服，拿着一本书，安安静静的站在那里，我直接看傻了眼，觉得你长得真好看，一身的气质也极佳。只是当时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娘又说女子若是主动找男子搭讪，那便是女流氓，我怕吓到你，便没敢过去。直到后面在定王府的门口再次看见你，才知道你便是王妃的亲弟弟。你可能不知道我当时有多高兴。你这次能来南诏，我也很高兴。你既然这么高兴，为什么不再亲亲我？穆清远这一次依旧害羞的不行，却没有再犹豫，直接亲了上去。这是两人定情之后唯一一次单独相处，也是唯一一次互诉衷肠。那次分开之后，两人因为慕云舒和荣九思的婚事便是见过几回，如今在这城门口却是又到了分别的时候。我等你来娶我。好，我会尽快的。清远，你放心吧，等我回到大晋之后，就替你去将军府里提亲。穆清远轻点了一下头。别人是有了媳妇忘了娘，你这是有了媳妇忘了姐，说是来送我的，结果眼里却只有徐英。姐姐就不要笑话我了，往后照顾好爹，他年纪大了，不宜太过操劳。穆清远轻点了一下头。姐姐放心，你什么时候背着我跟清远好上的啊？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就你的眼神，你能知道什么事？你真喜欢我妹妹？徐英和徐敏并不是亲兄妹，而是堂兄妹，只是两人自小一起长大，感情和亲兄妹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感情之事从来都掺不得半点假。我与徐兄相识多年，徐兄当知我的性子，我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的。我不管你以前如何，我只管你以后会不会对英英好。你若是敢欺负英英，我才不管你是谁，之前跟我什么交情，我必跟你拼命。徐英在旁听到了这句话，心里十分温暖。他的这位兄长一向都不是那么靠谱，平时还没个正形，但是他也没想到他在这个时候居然会站出来替他出头。兄放心，我一定会带英英好的。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穆清远被他拉到了一旁，他确定旁边的人听不到他们说话的声音后，你跟我交个底，你到底行不行？穆清远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问道。什么行不行？就是男人的本钱。穆清远一下子就反应了过来，脸瞬间就红透了。他实在是没有想到徐敏会直接问出这样的问题来。你什么你啊？我说的是事实，这种事情原本就十分重要。世人顶着所谓的礼法，对这事退避三舍，事实却是这个是每个人都得做。每个人就是因为自己父母做了这种事情，才得以来到这个世界。我就不明白了，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穆清远无语，他却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被徐敏这样逮着问那方面的事情，偏因为两人的关系，这个问题他还不能不答。我的身体并不差，以后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练功的，那你可得好好练。穆清远看了他一眼，无可奈何的点了点头。徐敏没有再为难穆清远，心里却有很多的感触。徐英都要嫁人了，而他到现在还没有说亲，他觉得这一次回去之后，他得让他的母亲给他说亲了。他也想成亲了。此时时间已经不早，穆云舒一行人便启程了。穆清远站在城楼之上，看着他们消失在路的尽头，他的心里有些怅然若失。他和穆云舒从小一起长大，平时就没有分开过。这一次他们分开，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他有些明白沈西是为什么不到城门口来送穆云舒了。穆云舒来南诏的时间虽然不算长，总共也只有2年多，但是此时分别也依旧让他感到十分难受。我答应了爹，以后会回来看他，那么以后只要有时间，我就会陪你回来。穆云舒对上他那双认真的眼睛，他知道这是他对他的承诺。他轻点了一下头，靠在他的怀里。穆无忧年纪小，还不懂得离别的滋味。爹，你带
带我骑马好不好？爹先去陪陪你娘，直接再带你去骑马，好不好？无忧也来陪娘亲。他说完就钻进了慕云舒的怀里，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荣九思看向他，无忧不开心的时候，娘亲亲无忧一口，无忧就会开心起来。所以娘不开心的时候，无忧亲娘亲，娘亲就会开心一点。慕云舒的心里温暖。慕无忧皮的时候固然是皮，但是乖起来的时候也真的是乖。无忧真乖。荣九思在旁看着母子两人笑起来的时候，他便觉得他以后还得再努力一些，他要为他们遮风挡雨，让他们这一生都没有烦恼。方才跟清远说什么了？为了你以后的幸福，我再为你确认一件事情。确认什么？你是怕他变心？他变心我倒是不是特别怕啊。以你的能力，他若是变了心，大不了你一刀把他砍了就是了。那你怕的是什么？我怕你爱惨了他，而他那方面又不行，到时候你……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徐英一脚踹下了马。徐敏他们的马此时走得很慢，他的反应还算快，在摔下的时候轻轻一跃，险险地站稳了。你干嘛踢我啊？你脑子有病吧？我不踢你踢谁？那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夫妻之间什么最重要？信任最重要啊！徐敏无语，他原本理直气壮的话被剑七这么一插话，愣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了。王妃，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你说的这么好，继续说。剑七得意洋洋说了几句吉利话。你觉得什么最重要啊？徐英手里拿了把飞刀，在指尖玩，大有徐敏敢说出那种不着调的话，他就要大义灭亲。我觉得剑七说的很对。剑七因为得到了慕云舒和徐敏的肯定，整个人嘚瑟的不行，对着一众侍卫在那里大谈特谈男女之间的相处之道。这个二货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男女之情，却去给人传授经验，怕是会把人给带到沟里去了。双儿姑娘，你的伤还疼吗？劳11侍卫挂心，我没事了。今日从这里出发，会经过雁栖湖附近。慕云舒说要过去把他弟弟接上，然后一起去大晋。他心里有些担心。剑11是知道今日要去他家里的事，知道他的担忧。双儿姑娘不用担心，有王妃在，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我知道公主待我极好，我这条命都是公主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想给公主添麻烦。剑11听到这话，倒不好再劝。你不要多想。双儿的性子极好，纵然他打伤了他，他却从来没有怪过他，甚至连骂都没有骂过他一句。他越是这样，他就越觉得自己那一日太过分了。很快就到了雁栖湖的附近。慕云舒他们一行人实在是太多，过去怕扰了其他的百姓，所以只有慕云舒只带了几个侍卫和双儿一起过去。这些侍卫里就有剑七和剑11。这货一遇事就跑的，哪里配给双儿撑腰啊？只是他们才到村口，就听到里面传来喧哗的声音，里面还夹着哭喊声。双儿听到这一记声音，快步朝村子里走去。慕云舒看到双儿的模样，眸光深了些，跟着他往里走。走过就看见一个约莫40来岁的妇人，拧着一个瘦弱男孩的耳朵。你个小野种，我让你跑，看我不打死你！他说完就狂扇男孩的耳光。住手！你回来的正好，你爹欠了赌场100两银子，把这小子拿去还赌债。他居然还敢逃跑！他这样跑回来，若是被赌场发现，我们全家都得跟着倒霉。说什么？我爹把旭儿卖给了赌场？可不是嘛，这日子都没法过。你爹见天的去赌，家里值钱东西都被他败光了。我进宫之前，你们答应我要好好待旭儿的，你们现在居然把他卖给了赌坊。姐姐，他们不但把我卖了，还把你也给卖了。他们已经和赌坊那边说好了，等你一出宫，就把你卖去妓馆。你快走，再待下去，那些人就要来了。这么多嘴，你怎么回来了？是被宫里赶出来的吧？那正好，你也别回家吃干饭了，直接去给我们赚钱吧。朱氏，你还是不是人？我怎么把你们卖掉的是你们的父亲？再说这家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不把你们卖掉，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对，把他们卖掉换钱。双儿看向了那男孩子，他认出来了，那是朱氏生的儿子，也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他进宫的这几年，朱氏并没有依着之前对他的许诺好好待旭儿，反而是对旭儿百般虐待。这一次若不是机缘巧合，他刚好出宫，只怕旭儿这一辈子都毁了。你做下这样的事情，就不怕报应在你儿子身上吗？死丫头，你竟敢咒我！我为你们陈家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你居然敢咒我！看我不打死你！他说着来打双儿，其实是想把双儿脖子上的金链子扯掉，还想拔下双儿头上的金簪。只是他的手还没有碰到双儿，就被剑11一把抓住。你是什么人呐？竟敢多管闲事！他平时在村子里横行霸道，是村中一霸，无人敢招惹的存在。那些村民围在一边看热闹，虽然都觉得他太过分了，却没有人敢插手这件事。小伙子，你可别多管闲事儿。朱氏他家是杀猪的，家里5个兄弟，个个都很能打。他还和县太爷搭了线儿，小心他直接让县太爷把你抓进牢里关起来啊！你听到没有？你敢对我动手，回头我要了你的命！要我的命？让他们尽管来。
双儿姑娘，这事你打算怎么处理？朱氏的儿子见剑十一打朱氏，跑过来对着剑十一拳打脚踢。你竟敢欺负我娘，看我不打死你！剑七在旁一把拧住了那孩子的脖颈。小崽子，瞧把你厉害的！你想要打死谁啊？他伸手拎着那孩子的脖子往旁边一扔，直接就把人给摔晕了过去。杀人啦！杀人啦！你们这些强盗，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动手杀人，我跟你们拼了！他说是要和剑十一拼，但是刚才剑十一捏他手的力气很大，他知道自己不是剑十一的对手，于是他直接朝双儿扑去。只是他还没有靠近，双儿已经伸手照着他的脸就是几耳光。贱人，竟敢打我！你如此不孝，我要去衙门告你！旁边窜出了一个中年男人，你这个孽女，简直是无法无天了，竟然连你母亲都打！双儿看到陈大贵的时候，还存了一丝希望。爹，朱氏要把我和旭儿都卖了，这事你不管吗？她是你们的母亲，不管对你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倒是你进宫了几年就无法无天了，竟然连你母亲都敢打！就你这样的，简直就是大不孝，告到衙门里是要治重罪的。你们如今最好依从你们母亲的意思，要不然就别怪我不顾骨肉亲情。爹，我和旭儿是你的亲生骨肉，朱氏要把我们卖去那种地方，你竟也帮他？他也没有做错，家里有困难，如今快揭不开锅了，把你们卖掉也没什么不对啊。小贱蹄子，竟还敢打我，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了！你们今天若是不乖乖配合，就把你们送进衙门。所以这是爹的意思？没错。双儿深吸了一口气，扭头对慕云舒道：“公主，请你为奴婢做主。”慕云舒方才就一直在旁边看着，没有出手。毕竟这事儿是双儿的家务事，双儿自己若是想不开，顾念家里的亲情的话，他插手就只会枉做恶人。如今双儿主动要求他出手，那他就不需要客气了。陈大贵卖儿卖女，不堪为人妇。双儿，你要和他断绝关系吗？在他把我卖进宫里的时候，我便与他断了父女之情。如今他还要把我和旭儿卖掉，简直就是禽兽不如。我没有他这样的父亲。既然如此，那本宫就下重手了。来人，拿着本宫的腰牌，把陈大贵和朱氏以贩卖人口罪送进刑部，重罚。再给刑部带个信，望京县的县令私自售卖宫女的名额，彻查他是否还有其他重罪。方才陈大贵和朱氏都看见了他，却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们实在是没有想到，他竟是当朝公主。就算你是公主，也不能干涉别人家的私事。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我就是王法。你若不服，我直接让刑部加上这一条就好。他们一看情况不对，还想要逃跑。剑七和剑十一怎么可能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他们终于知道怕了，哭喊着求饶，还在双儿那里大打感情牌。双儿方才已经见识到了他们恶心的嘴脸，知道若不是今日慕云舒为他撑腰，他和旭儿必定会吃尽苦头。他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请公主重罚他们。他们此时后悔的不行，若是知道双儿搭上了慕云舒，他们说什么也不会这么做。只是他们就算是再后悔，也已经晚了。有慕云舒发话，这两人的下场极惨。此时的双儿带着旭儿跟着慕云舒继续往大晋的方向前行。旭儿出来的急，身边没带任何的东西，剑十一鞍前马后帮着采买了一些衣衫和日常用具，双儿十分感激。慕云舒在旁看着他们相处的样子，觉得这两人有戏。他看了一眼带着慕无忧玩得正开心的剑妻，他轻撇了一下嘴，就剑妻这性子呀，也不知道以后谁家的姑娘会看得上他。王妃，你找我吗？慕云舒已经不想跟这个二货说话了，懒得搭理他。剑妻摸了摸鼻子，以为自己又哪里做错了什么。等他回过神来时，发现剑十一和双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得很近，他只是在感情方面迟钝，又不是傻子。他趁双儿照顾旭儿的时候，你跟双儿是怎么回事？慕云舒在旁边听到他们的对话，轻掀了一下眉。这货总算是反应过来了，他有些想知道剑十一会怎么回答。我那日误伤了双儿，王妃让我对双儿负责。剑十一是个心机 boy， 这个答案只怕剑妻都挑不出毛病。哦，既然是王妃的意思，那你可得好好照顾双儿。他说完不再纠结这件事情，又带着慕无忧去玩了。剑十一轻挑了一下眉，他一扭头看见慕云舒站在一旁，他的脸上忙露出讨好的表情。你这个责夫的是不是有点过了？作为男人，答应的事情自然是要做好的。你的那点小心思全露出来了。真是什么都瞒不过王妃的眼睛，还请王妃成全。感情这种事情，双儿同意就好，我没有意见。谢王妃。慕云舒懒得理他，他一扭头见于沉渊站在身后，看向远方。表哥在看什么？当初我在那边的山林里潜伏了很长时间，之前一直想要为父亲申冤翻案，却又因为身份原因，这事儿几乎是
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儿。九思答应过我，等回到大晋之后，他会命刑部重审当年的旧案。于陈元清点了一下头，你别担心，就算那案子是先帝判的，九思也会重审。多年前的旧事儿，想要彻查并不容易的。就算案子真的能反，我死去的那些家人也不可能复活。穆云舒听到这话，沉默了。不过能昭雪也很好，至少以后我不用再偷偷摸摸的活着。表哥，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觉得不管你身上背负了多少，我都希望你活得开心一点。人生苦短，短短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说一直活在仇恨之中，这样的人生也太没意思了。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但是这种事情真不是说自己能放下就能放下的。我也想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但是身上背负的东西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抛下。或许等到迂腐昭雪的那一日，我就能真的放下吧。穆云舒轻点了一下头，知道他没法再劝下去了。他毕竟是穿越过来的，从未和迂腐的人打过交道，他没有见过他们，他能做的只是为迂腐昭雪。荣九思到边境后，大将军马昭过来向他汇报他走时交代办理的军务，他们将在边境上待上2日，再回京城。军营离护市的城池很近，穆云舒左右无事，索性就带着穆无忧和一众侍卫去逛街。穆无忧跟在穆云舒的身边，左看右看，开心的不得了。穆云舒看到他的样子想笑，见他也走累了，索性就找了间茶楼歇脚。他们坐在2楼临窗的雅间，在那里能看得到街边的风景。剑妻原本好好的站在他们的身边，他随意往外看了一眼，便看见了一个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身影。他对剑十一道：“你保护好王妃，我去就来。”他说完，也不等剑十一答应，极快的冲下了楼。他以为剑妻很快就回来，结果穆云舒休息好了，剑妻还没回来。剑十一就觉得有些不对，还是把这事儿跟穆云舒说了。这里鱼龙混杂，还是小心为上。你派2个侍卫去找一下剑妻。剑十一点头，叫了2个侍卫去找人。那2个侍卫还没有出门，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大笑。穆云舒往外一看，便看见剑妻被人脱光了上衣，挂在了一棵树上。穆云舒的面色微变，剑十一已经让侍卫过去把剑妻放下来。他怕这是敌人的调虎离山计，十分戒备的守在穆云舒的身边。穆云舒走到剑妻的身边，他此时还没有醒过来。剑妻，醒醒！剑妻的眼睛闭得紧紧的，完全没有醒过来的样子。穆云舒伸手给剑妻把了一下脉，知道他这是中了迷药。穆无忧和剑妻的感情最好，此时有些着急的道：“娘，秦叔叔怎么了？他没大的事情，只是被人迷晕了。”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枚解毒的药丸，塞进剑妻的嘴里。剑妻晕倒，他们先回了军营。剑妻吃完之后，很快就醒了过来，他整个人还有些迷糊。你这是怎么了？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剑妻仔细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腾的一下就坐直了身体。骗子，那个女骗子！什么女骗子？就是当初我来找你的时候，把我身上的银子全部骗光的那个女骗子。是那个女骗子把你弄成这样的？是的，那个女骗子实在是太坏了，我又被她算计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剑妻有点二，他平时可以罚他欺负他，却容不得别人欺负他。剑妻听他这样问，还有些不太好意思说，只是他也清楚的知道他在那个女骗子的身上栽了2回，凭他自己很难找到人。穆云舒主意多，也许能把那个女骗子找出来。我刚才看见那个女骗子的时候，就匆匆追了过去。她十分机敏，很快就发现了我在追她，主动在我的面前现身。她先是哭着向我道歉，说她不该骗我，只是她骗我也是逼不得已。她有年迈的祖母和幼弟要养。穆云舒听到这里，轻掀了一下眉，隐约猜到了后续的剧情。然后你就信了？我当时听她言辞间十分的诚恳，又看见了她年迈的祖母和所谓的幼弟，我就有些心软了。她又说她这几年其实一直很后悔骗了我，再攒银子想把钱还给我。她当时还拿出一袋子碎银子给我，说先还这些给我，让我留个地址，后续他赚到银子了就把余下的还我。我看他诚意很够，想着当初他也就骗了我几10两银子，他也困难，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他就夸我是大好人。他年迈的祖母给我倒了一杯水，我当时跑得累了，有些口渴，就一口喝了，然后就是你有没有长脑子啊？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还喝别人递过来的水。主要是他的那位祖母看起来年纪颇大，走路都颤巍巍的，还长得慈眉善目。他一开始又显得十分有诚意，我觉得他们挺可怜的，是我蠢，撒一个坑里跌倒2次，他们就是不折不扣的骗子，我又被骗了。行了，以后自己多长点心。我觉得那女骗子道行很深，我就算是再找到她，很可能还会被她骗的。王妃，你帮帮我吧，帮我抓住那个女骗子，再狠狠的修理她。穆云舒听到这话，嘴角狂抽。剑妻2归2，却还是蛮有自知之明的。他还知道找他来帮忙，也不算是完全没救。你是我的人，他这样欺负你，那就是在打我的脸。你仔细跟我说说他的特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剑妻暂
赞同他的这个说法，立即把他知道的所有关于那个女骗子的事情说了。剑妻被骗真的不冤。从剑妻的描述中，莫云舒发现这个女骗子极重细节，这一步一步走的就是引着剑妻往里跳。还是王妃最懂我，那个女骗子快成精了。公主，那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这个女骗子极注意细节，表示她是惯犯，而且心思还十分细腻。今天剑妻被吊起来的时候，我们过去看了，她应该就在不远处看着，所以肯定能认出我们。所以如果做局引她上钩的话，得让今天没有露过面的人去做，且这个人还得具备和剑妻一样的特质，性格要大而化之一点的，最好再有点憨。荣九司的这些侍卫个个身手都好，身上的气场也强，这么多的侍卫也就剑妻一个憨憨，在这个时候想从他们中间找个憨憨出来，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此时，徐敏过来道：“今天你们出去玩的开心吗？”众人齐刷刷的看向刚走进来的徐敏。你们这样看着我做什么？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只有你能做好。什么事啊？你确实很合适。徐敏被他看得心里发毛。放心吧，这事并不危险。他越是这样说，徐敏就觉得越危险，越没有好事。好兄弟，能不能为我报仇就看你的了。你们这样很吓人呐，能不能直接说是什么事儿啊？剑妻觉得自己反正已经丢人现眼了，现在再丢人现眼一点也无所谓。于是他对着徐敏又说了一遍他的事儿。这女人也太坏了，我帮你去教训她。好兄弟，等把那个女骗子抓住之后，我请你喝酒。好，这事就这么说定了。那个女骗子不是一般的骗子，她的手段十分高明。从她对剑妻下手来看，她应该还是一个有格调的女骗子，专门骗不长眼的男子。她的模样应该长得十分娇小秀气，还很漂亮。她的话里话外全部都是骗术，一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你只需要把她调出来就行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处理。徐敏觉得这简直就不是事儿，把人调出来这事儿，他觉得自己还是可以的。骆冰岩今日把剑妻放倒之后，就把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他把剑妻所有的东西都整理了一遍，发现里面竟有一块南诏皇宫的腰牌。如果剑妻真的是从南诏皇族出来的话，这意味着他有着极为强大的背景，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剑妻身边的那些人都是武功高手了。他立即对身边的同伴道：“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先出去避一避风头再说。”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去避风头啊？今天那个男的身上的银子够我们生活很长时间了。我们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今天的那个男子来头很大。可是我们走了，那些孩子们怎么办呢？他们这些年来养了好些被人遗弃的孩童，赚来的那些银子都用来养孩子了。骆冰岩听到同伴的问题，他的心里也有些发愁。好在今天他没有带剑妻去孩子所在的地方，否则才是真的麻烦。你今天是易了容的，他认不出你，你留下来照顾孩子们，我先出城躲一躲。他们想来不可能在这里久待，等风头一过我再回来。同伴点头答应了。此时天色已晚，城门已关，他要出城就只能等到第二天天亮。天亮之后，他没有犹豫，立即出了城。他起来的太早，这会儿有些饿了，便准备去旁边的小摊上买些吃的。只是见旁边站着一个衣着华贵且衣服上的刺绣一看就十分精致。根据骆冰岩的经验，这种公子就是他最适合下手的人。他在心里犹豫，这一票要不要做。正在此时，徐敏扭头问他：“姑娘，你知道这城里哪家会去山里收药材吗？”公子是要买药材吗？是的，我要买大量的天麻跟雷公藤，你知道哪家会去吗？骆冰岩在心里纠结了一番，他觉得这种老天爷送到面前的肥羊不宰，简直就是没有天理。公子可算是找对人了，这事儿我还真就知道。公子也不用去城里找那些商家带你上山去了，我就是山里长大的，对这南诏山的山林十分熟悉，知道哪里有上好的药材。徐敏闻言先是大喜，然后又用审慎的目光打量他。真的吗？他打量他是和剑妻嘴里的女骗子做对比，看看两人能不能对得上号。他一时间吃不准这个女子是不是就是他要找的人。当然是真的，我就一个弱女子，公子难不成还怕我坑你不成？徐敏的打量看在了骆冰岩的眼里，那就是他在思考，他若是一口答应的话，他还担心是别人给他设的陷阱。徐敏听到这话反倒觉得稳了，他作为京城赫赫有名的大纨绔，这种话他熟，每当他要做坏事坑人的时候都是这种语气。姑娘说的有道理，但是我听说这里骗子多，尤其是那种看起来漂亮无害的女孩子最是危险，我觉得我还是进城找人带我进山更加妥当。骆冰岩原本还有几分担心他有问题，毕竟这事实在是太巧了些。他在听到他这句话后，心里的石头也就落了地，这真的是一只肥羊。公子担心的很有道理，前段时间确实有人去衙门里报案，说是有人带着外地的商客玩仙人跳，把商客的钱全部都骗光了。只是公子也看到了，我就一个人，今日愿意带你进山，不过是因为我恰好要回家，想赚一点带路的钱。公子说是觉得我有哪里不对，可以掉头就走，我一个弱女子根本就不是公子的对手。万一你在山中还埋伏了其他人呢？我就一个人，哪里会是
你们的对手。公子担心的有道理，既然如此，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他说完扭头就走，并不多加纠缠。徐敏在心里轻啧了一声，这女子把欲擒故纵玩得极好。姑娘真的能带我找到上好的天麻吗？不过公子说是对我不放心的话，还是进城找商队一起进山吧。跟着商队一起进山，利润会被他们分走一大半。我这次一定要想办法证明自己，绝不能让家产被我那些树敌抢走。这样吧，只要姑娘真能带我找到好的药材，我愿意给姑娘1两银子的带路费。公子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正常情况下，带路就给了100来个铜板就好。这人一开口就是1两银子，估计是个不差钱的主。这事两人就这么说定了。路上，骆冰岩为了保险起见，套徐敏的话，若是2年前徐敏没有从军的话，可能就被他把底细都给套光了。再加上今天出门前，慕云舒有着详细的交代，所以他只要遇到他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就都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对着他笑了笑。马车一路向南而行，徐敏一上马车就觉得有些昏昏欲睡，他觉得有些不对。当他觉得不对的时候，一切已经晚了。他眼皮子一合，直接就昏睡了过去。骆冰岩喊了他几声，都没有人回答。他清闲了一下眉，直接就上到了马车。徐敏身上的银钱等物全部洗劫一空，只是他撩开帘子的时候，就看见慕云舒笑吟吟的站在不远处。姑娘好手段呢。姑娘是什么人？找我有事吗？我是剑妻的主子，也是徐敏的朋友。姑娘可能还不知道谁是剑妻，谁是徐敏吧？不过这也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你欺负了我的人。姑娘胆大包天，手段也相当不错，只是欺负到我的人身上。这事儿就不用再惯着姑娘了。骆冰岩的面色一沉，伸手朝慕云舒扔了一把迷魂药，想把他直接放倒。结果他却发现慕云舒伸手在鼻子前扬了扬，那药对慕云舒竟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次看你往哪里跑！骆冰岩一看情况不对，扭头就朝另一边跑。站在那边的剑11就拔出了剑，他才发现他已经被包围了。先把徐敏弄出来。剑气便将徐敏从马车抱出来，他伸手给徐敏把了一下脉，发现徐敏只是被迷晕了，问题不大。他给徐敏喂了一枚药丸。你这迷药做的不错嘛，哪儿来的？骆冰岩看了一眼四周，全部都是侍卫。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今日从这里逃走的可能性为0。公主饶命！我昨天是真的不知道那位公子是您的人，说是知道，一定砸锅卖铁把欠那位公子的银子还了。你不错嘛，竟猜出了我的身份。你是怎么猜出来的？公主温婉端庄，贵气天成，民女一眼就看出来了。放屁！我身上有块皇宫的腰牌，你应该是看到那块腰牌了，这才猜出公主的身份。王妃，这女子满嘴的谎话，是个骗人的高手。她的话你一个字都不要信。这位公子，你这话就不对了。虽然我是看到了你的腰牌，但是公主也确实大气端庄啊。你可以骂我，但是你不能否认公主的仪态啊。王妃，你听听，她这个时候了还在挑拨离间。其实我也觉得温婉端庄这个词不太适合我。姑娘，你这马屁拍得不好，也低估了剑妻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你这虽然有点小聪明，但是这点小聪明还不足以让你脱险。今日我费了这很大力气才把你抓住，你觉得我是把你直接送官，还是私下直接处置你比较好呢？骆冰岩的面色大变，他知道慕云舒若是顶着公主的身份把他送进官府，他绝对没有活路。知道我错了，我愿意把贵侍卫的东西全部归还给他，并向他道歉，只求公主饶我一条性命。我家里还有10余个孩子需要照顾呢。哟，今天又变了呀！昨天不是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3岁侄儿要照顾吗？哎，你的老母今日不见了吗？你看着年岁也不大，真够能耐的，居然生10余个孩子，你当你自己是母猪啊？昨日我是骗了你，我没有80岁的老母，但是我真的养了10余个孩子，那些孩子不是我生的，都是弃婴，是我收养的。你不要告诉我，你骗人偷人的银子都是为了去养那些孩子。虽然我知道你不会信我，但是我说的确实是事实。王妃，他的话就不能信。依我看，咱们不如就学学他，把他的衣衫扒了挂城门口去。剑妻在骆冰岩的手里栽了2个跟头，他对他可以说是恨得牙痒痒，只恨不得过去揍他一顿。只是他看到他那副娇弱的样子，又觉得有些下不了手。公主，我真的收养了10几个孩子，我的那些银子真的全部用去养那些孩子了。这些年来，我虽然骗人，但是从来没有骗过老弱病残的钱，我也从来没有骗过救命的钱，只是骗那些手里有余钱还不太着调之人的钱。我知道我确实是错了，但是真的罪不至死呀。慕云舒轻掀了一下眉，剑妻一向没心没肺，这姑娘还是第一次把她气成这样的人。你要怎么证明你的话是真的？我现在就在你们手里，绝不可能逃得掉。我可以带你们去我家里看一看，立马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事实了。你家昨天不是带我去看过了吗？我可没有看见你嘴里的孩子。昨天带你去的不是我家，是我们平时动手的地方。那你又要怎么证明你今天带我们去的是不是你家呀？公主聪慧无双，我说的是真是假，公主到时候过去一看便知。那里还不知道你设下了多少的陷阱，我们一过去搞不好就中了你的招了。王妃，他现在已经落在我们的手里了，
别跟他废话，先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你要给他什么颜色看？先把他的舌头割了，再把他手剁了。骆冰言事到如今，索性破罐子破摔。公主要杀我，这事儿我认，我只恳求公主能看在那些孩子可怜的份上，给他们一条活路。他说完，冲着慕云舒又磕了几个头。慕云舒看他这副样子，倒不像是撒谎。行，你把地址给我，若你说的是事实，那几个孩子我来安排，会让他们平安长大的。骆冰言当即便说了一个地址，慕云舒把地址记下，对剑七道：在杀他之前，你先打他一顿出出气。剑七被骗之后，是天天在心里恨不得暴打他一顿，可是这会儿他人就在面前，又是这么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他就又有点下不了手。不是你说的见到他之后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吗？现在人就在这儿，你可以对他为所欲为了。骆冰言听到了这话，看了慕云舒一眼。慕云舒此时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他没能从慕云舒的眼里看到狠辣，倒莫名的感觉到了几分调侃的味道。他隐约明白了什么。子，我以后再也不敢骗人了。你这一次若能放了我，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自觉的带了几分娇软，听得剑七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想往后退，却又觉得这样退了太没男子汉的气概。他略想了一下，直接就抽出了剑，抵在了骆冰言的胸口。慕云舒方才就发现了，这个姑娘脑子十分活络，心思也十分玲珑。她方才的那句话不过是透了些许端倪，就被他看了出来。剑七是觉得杀了他才能解恨，那便将他杀了吧。剑七虽然觉得这姑娘挺可怜的，但是他还真恨不得把人杀了的地步。但是这气氛烘托到这里了，他要是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些侍卫以后啊还不知道会怎么看他的笑话。我觉得一剑把他杀了，那也太便宜他了。尤其是他这样看着我，不知情的人怕是还得以为我欺负女人。他说完了，从马车里翻出了一个麻布袋，直接套在骆冰言的头上。他弄晕了你，你去揍他。慕云舒听到他的这句话，眉毛轻掀了一下，这个二货居然没有自己动手，而是让徐敏动手，这事儿就有点意思了。徐敏一生气，完全就没有怜香惜玉的这种心思，再加上剑七用麻袋把人套住了，只是眨眼的功夫，他就直接把人打了个鼻青脸肿。等剑七把麻袋解开的时候，骆冰言整个人已经狼狈不堪。慕云舒在旁看到剑七这一套操作，嘴角直抽。直男说的就是剑七这种，这两人绝对是光棍二人组。行了，人也打了，你的气消了点没有？你今天是怎么给我下的毒啊？我们上马车的时候，我假装去看马车，就在马车的车壁里放了迷魂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药的药效越来越强。当你发现不对劲的时候，你已经吸了很多药了。她要不是个姑娘，我这会儿还想再动手打她一顿。行了，现在气也消了，该做正事了。我们先去他提醒的那个地址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孩子在那儿。这世上你若是撒谎，你就真的死定了。公主尽管去看，我绝没有撒谎。慕云舒笑了笑，直接带着人去了骆冰言说的地址。他也不怕那里有什么陷阱，因为他们人多，遇到事情完全可以暴力解决。只是他们到那里之后，确实有10余个孩子，而在孩子们看见满脸是血的骆冰言时，一个个都冲到他的面前。骆姑姑，你这是怎么了？是摔跤了吗？我瞧着像是被人打的，谁打你了？没人打我，是我自己摔倒的。孩子们有些狐疑的看着慕云舒一行人。我是你们骆姑姑的朋友，她今天不小心摔伤了，我送她回来。孩子们年纪毕竟还小，见慕云舒笑起来的样子十分温和，他们就没有多想。姑姑，你受伤了，要不要去看大夫？我这就是一点小伤，不用看大夫，过几天就好了。那个孩子有些狐疑的看向慕云舒。骆冰言怕那孩子出言不逊，到小英吃药的时间了，你去给小英喂药吧。那个孩子应了一声，转身进去给小朋友喂药去了。这个宅子是你的？是的。怎么想到要收养这些孩子的？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去慈济院？我能说实话吗？当然，你要再说假话，会死得很惨。我自己就是个孤儿，是在慈济院长大的。慈济院说是收容孤儿的地方，其实里面的人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尤其是女孩子。展开说来听听。我小的时候在慈济院里根本就吃不饱穿不暖，平时还要帮着干着不少的活，因为是女孩子，几乎就没有人愿意收养我们。再大一点的时候，模样长得平平的就会卖给别人做丫鬟，而模样出众一点的就被卖去青楼。他们当初就是想要把我卖去做继子，我逃出来的。你让人去查这件事情。双儿应了一声，叫来几个女侍卫，让他们立即去查。你逃出来之后就开始行骗？当然不是，我最初的时候也想要凭自己的能力吃饭，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只是我的模样出众，总有男人打我的主意。因为我是个孤女，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人为我出头，所以还曾被人强掳去做妾。那次我死里逃生之后，便知道这世间的男子都不可信，我想要过正常人的日子几乎就没有可能，于是我便利用自己的模样去骗那些心术不正的男子。你说你只骗男子？是的，这一点公主可以去查，我只骗年轻力壮家世还不错的男子，准确的说是他们自己找上我的，因为我长得好看，他们就打我的主意，我便
觉得既然他们心思不正，主动送上门来，我也就不需要跟他们客气。慕云舒扭头看向剑妻，你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打他的主意了？才没有，他长得又不好看，我当时是看他可怜，才把手里的银子借给他的。我在和他约定的地方等了足足3天，他也没来还我的钱，我才知道我被骗了呀。你若没有打我的主意，当时为什么要帮我？我打你的主意？你也太自恋了。我喜欢的是王妃这样漂亮的女子，难不成你觉得你比王妃漂亮？虽然类似的话剑妻很久之前就说过，但是真没有必要这样说出来。那你当时为什么要帮我？你当时被人围着，哭得撕心裂肺，十分无助，我也曾无家可归，对你感同身受，便拿出所有的银子来帮你。你却带着我的银子逃之夭夭，害得我一路乞讨去皇城，差点饿死。这事说到这里，他已经知道当初他误会剑妻了。我当时以为你和那些人是一伙的，唱双簧，为的是让我心甘情愿的跟你们走。这事儿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难道不是你和那些人是一伙的，来骗我的银子？他们跟我真不是一伙的，他们那天给我做局，是想逼我进青楼。所以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会。就算剑妻的事情你能解释清楚，那我呢？你总不能抹掉你骗我的事实吧？你说我骗你，你又何尝不是在骗我呢？你今天看我的眼神明显不对，还用了几波策略。你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我来的，让我误以为你是肥羊，马车是你租的，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在前面设下埋伏，我自然要选择先下手了。反正你怎么说都有道理，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你是无辜的。再说了，你这些年来也骗了不少人，这些人中间不见得每个人都在打你的主意。你说的对，我受我自己眼界的影响，总觉得接近我的男人都心术不正，我却忘了这世上固然有很多坏人，却也有好人。有人是真心实意想要帮我，而我却因为自己的偏见全盘否认了对方的好意。我知道我这些年来犯了不少的错，不敢求公主宽恕，只求公主往后给这些孩子们一条活路，他们是无辜的。你这些年来应该骗了不少银子，这事你一个人是做不到的，你还有几个同伙？他们不算是我的同伙，只是看我一个人养这么多孩子不容易，过来帮忙的。这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犯的，他们顶多只是好意协同，和这些事情无关。慕云舒有些意外，他原以为骆冰岩是那种极度自私的人，却难得还有些担当。你知道你把这件事情揽下来之后，依我朝律法你会处以重刑。你说是把同伙交代了，有人替你分担罪责，你的罪可能会轻一点。你再好好想想，要不要把你同伙供出来？我没有同党，这些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正在此时，门口跑进来2个女子，冲着慕云舒身边跪了下去。公主，这些年的事情我们都有参与，我们愿意把这些年来骗来的钱全部还给当初被骗的人，还请你从轻发落。阿言，你们胡说八道什么？这些事情跟你们就没有关系。公主，你别听他们的，他们都是被我骗来做事的。什么叫你骗我们来做事的？我们是心甘情愿来的。当初若不是你，我们早就死了。事是我们一起做的，哪有出了事就让你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的道理？我救你们是有目的的，若不是看在我缺人，而你们又有价值的份上，我怎么可能救你们？你们是真的傻的不行，居然真的以为我救你们是一番好意。你们赶紧滚吧，别再傻傻的被人利用，滚滚滚！他们2个哭成了泪人，说什么都不愿意走。公主，一人做事一人当，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行吧，既然你想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带走，先关起来，查清楚他犯下的罪之后，再送官府发落。是。他身后的侍卫应了一声，然后过来把他带下去。屋子里的孩子和后进来的那2个女子都哭了起来，想要求情。剑妻最见不得人哭，他直接拔了剑。都给我闭嘴！再吵就把你们全杀了。剑妻凶起来的时候还是很凶的，此时他的眼睛一横，杀气凛冽，所有人都不敢说话。你们也是同党，我既然要查这件案子，那么相关人员也得清查。他的话音一落，那2个女子就被侍卫们带走。骆冰岩被慕云舒带到了军营，他以为慕云舒会来审他，他心里十分紧张。他知道自己这一次算是把慕云舒得罪的透透的，必死无疑。慕云舒却并没有审他，而是审了他的2个同伴。负责审他们的是审讯经验十分丰富的剑13。他问完那2人后，发现他们的口供全部都能对得上。他将问来的这些讯息全部都交到了慕云舒的案前，他们没有撒谎。慕云舒把剑13呈上来的东西仔细看了看，轻点了一下头。而此时双儿派出去打听慈济院的女侍卫也回来了。公主，已经查清楚了，永宁县的慈济院确实有问题。你们查到了什么？慈济院里的管事经常打骂里面的孩子，还时常克扣他们的伙食。里面的女孩子长到10来岁就会被他们发卖，有的卖去做丫鬟，有的则卖去青楼。如今永宁县的百姓一说到慈济院里都摇头，只是进到慈济院的小孩子都是父母双亡、亲族不管的小孩子，在永宁县里家里的大人常用你若是不乖就把你丢进慈济院这样的话去吓小孩子。这种人实在是丧心病狂。父亲当年设立慈济院是为了帮那些孤苦无依的孩子，没想到底下官员在执行时竟偏到了这一步。
双儿，你带人去永宁县衙一趟，着县令彻查此事。等他查清楚之后，再派人把他押进京城大牢，再派人给父皇送个信，请他彻查全国慈济寺，其他地方的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情况？双儿应了一声，立即去处理这件事情。有查到骆冰岩的事情吗？骆冰岩确实是从永宁县慈济院里逃出来的。当时和他一起从慈济院里逃出来的有6个女孩子，其中2个沦落风尘，1个给人做了妾室，另外2个跟在骆冰岩的身边，和他一起做生意，照顾捡来的孩子。慕云舒轻点了一下头，这些事情都和骆冰岩说的对得上，这证明在这些事情上他并没有撒谎。剑妻在旁道：王妃，既然他并不是那种丧心病狂的骗子，就饶他一命吧。你这是在替他求情？不是替他求情，而是就事论事。我幼时也父母双亡，无家可归，要不是遇到了王爷，我可能过得还不如他。他入了狼窝，自己脱离之后，还在想办法帮别人。这种人骨子里其实是善良的。当然，行骗这种事情，不管他的出发点是什么，那都是错的。只是他因为情有可原，所以我觉得他罪不至死。慕云舒难得听到剑妻这么正儿八经的分析一件事，轻笑了一声。剑妻只是有点二，他其实善良又聪明。王妃觉得他该死？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觉得他该死，是你一直嚷嚷着要扒他皮、抽他筋、拆他头。我之前是不知道他做这些事情的原因。行了，你就不要去找借口。我知道你原谅他了。我才不是原谅他，我只是不跟他计较罢了。那是我们剑妻一向胸怀宽大，是个好人。我原本呢是想重罚一下骆冰岩，给你出气的。如今你既然原谅他了，那就按照律法来处理就好了。对，就照律法来处理。他骗人了，就得受到应有的处罚。慕云舒原本见剑妻过来替骆冰岩求情，还以为他开窍了，可是他的这句话却又明晃晃地告诉他，他还是没有开窍。你之前不是说想要成亲吗？有喜欢的姑娘吗？我给你保媒。剑妻听到这话，伸手挠了挠头，想了想道：其实我就喜欢王妃这样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荣九思刚好走了进来。但是普天之下能配得上王妃的，就只有王爷一人。荣九思斜斜地看了剑妻一眼，属下先告退了。他说完扭头就跑。听说你这2天一直没有闲着，在处理一桩案子。慕云舒看到剑妻的样子，觉得有些好笑，这货是嘴贱人怂。见慈济院的出发点明明是好，却愣是被人弄成了这般。这时我已经派人去通知爹了，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一定会派人去处理的。大晋也有类似的地方，迟些我也派人去查一下。这些事情说到底就是官府监管不力，毕竟像这样的事情，当地的官府不可能不知道。他们不但会知道，可能还参与其中呢。这种不管百姓死活的官员，通通都该死。荣九思深深地看着他，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没什么，我只是觉得你如今已经颇有摄政王妃的气势了。难不成我之前没有摄政王妃的气势吗？也不是没有，只是你以前是公主，身上更多的是公主气势。你这是在变相的说我娇蛮任性吗？哈，这话我可没说，是你自己说的。慕云舒一把将他推倒在了旁边的小榻之上，把他压在了身下道：那我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娇蛮任性。是压一下吗？不做点其他的吗？做其他的？是打你一顿还是骂你一顿啊？云舒，我们虽然成亲了，还有了无忧，但是我们之间亲近的次数却极少，被2的2次亲近，我甚至都不记得。你还好意思说呢？当初我才是最委屈的那个，是你做的，你却不认，还污蔑我。后面的话被荣九思全部堵了回去。这段时间他们一路前行，慕无忧又一直跟在身边，他平时想要亲他一口都跟做贼一样。今夜难得慕无忧不在，荣九思觉得就算是做不了那件事情，至少也得先亲一亲他。别闹，我又马上就来了，若再被他看到，我这张老脸都不知道要往哪儿搁了。军营的事情明天就能处理完了，我们后天一早就出发，我们早些回王府，无忧也就不用再跟着我们睡了。慕云舒轻点了一下头，好。荣九思长得好，身材也好，天天在他的面前晃，他也馋他，只是如今外部条件不允许，就算是他再馋他，现在也只能忍着。话音才落，外面就响起了慕无忧的声音：娘亲，无忧来陪你睡觉觉了。荣九思虽然觉得慕无忧极好，但是在这种时候，他就难免会觉得孩子这种生物啊，真的有点折腾人。骆冰岩在营帐里提心吊胆了一整夜，剑妻把他从营帐里拎出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十分狼狈。真丑，就你这副模样，竟还敢自称是美人。他为什么会变这么丑？他心里没点数吗？你这个样子，只怕这一辈子也别想娶上媳妇儿。这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王妃说了，以后我遇到我喜欢的人时啊，他会为我赐婚的。哼，就你这样子，他也只有瞎了眼的姑娘才会看上你。怎么说话的？骆冰岩昨夜担惊受怕了一晚上，也想开了，反正是他已经坐下，把剑妻
也得罪了个死死的，左右是个死，还不如痛痛快快的去死。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就你嘴这么贱，还会动手打女人，你这辈子就别想娶到媳妇儿。就算公主为你赐婚，那也是强人所难。被赐婚的那个姑娘真是倒了血霉了。但凡有点气性的姑娘，被你喜欢上之后，一定会去自杀。毕竟死只是一眨眼的事，嫁给你却是要过一辈子的苦日子。他一向觉得自己还是很不错的，结果到了骆冰岩的嘴里，他竟就什么都不是了。你这个丑八怪，你知道个屁呀！是呀，我知道屁都比你强。剑气气的就动手打他，你有本事就一刀杀了我呀！你不要以为我不敢。废话那么多做什么？来呀，杀了我呀！行啊，我现在就如你的愿，一剑杀了你。来，往我脖子上抹。你要是不动手的话，你就是个孬种。一剑把你杀了，那也太便宜你了。我要在你身上戳个10个8个洞，放开你的血。别光说不练，你倒是戳呀！行啊，我满足你。莫云舒过来的时候，刚好看到了这一场热闹，他的嘴角直抽。剑妻绝对是个人才。哟，这是在菜市场买菜吗？啊，讨价还价的这么热闹。王妃，这姑娘脑子有病，她长得丑还不让人说。请公主给我个痛快，我不想再被她折辱。你就这么想死吗？不是我想死，而是等死的这个过程太难受。我知道在你们这些掌权者的手中，杀个人跟捏死一只蚂蚁一般简单。我也知道我这一次必死无疑，那也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他生长于底层，见过太多官兵仗势欺人的事情。认字吗？骆冰岩愣了一下，不知道慕云舒为什么会这样问他。认识。什么时候学的认字啊？慈济院的隔壁有间书院，我之前会偷偷的跑去听课。夫子见我还算机灵，闲着的时候会教我认字。那个夫子呢？3年前生病去世了。人若是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我现在问你，你想不想活着？骆冰岩看向他。昨天剑妻为你求情了，他说你罪不至死，这一次也受到极深的教训，他原谅你了。骆冰岩有些意外，扭头去看剑妻。我这人一向恩怨分明，你把我迷晕吊在树上，我打你一顿，这事儿便算是扯平了。至于你骗走我的那些银子，以后你赚钱了还给我。骆冰岩有些吃惊的看向剑妻，剑妻却已经不再搭理他。慕云舒看到两人的样子，有些好笑。公主这是要放了我？不算是放了你，我觉得你的本事不算坏。剑妻呢又替你求情了，便想着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是从慈济院出来，想来是最懂慈济院的。我想让你协助官府通查南诏所有慈济院，你可愿意？公主不杀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杀你了？我再问你一遍，你可愿意协助官府通查南诏的慈济院？愿意，我愿意。这件事情不是你愿意就可以的。鉴于你之前的行为，我会派人监督你，且在此之前，贴着律法行骗须挨的实际板子，你也得先挨了。我犯了错就认罚，多谢公主不杀之恩。你有这个觉悟还是不错的，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觉得剑妻这辈子都娶不上媳妇？我刚才以为我这一次必死无疑，他嘴又贱贱的，就有些口不择言。多谢剑妻大哥为我求情，你是好人，你这辈子一定能美人在怀，儿孙满堂，平安喜乐。他冷哼了一声，转过了身，懒得理他。骆冰岩并不在意他的态度，他这一次能活下来，是因为他帮他求的情，此时不过给他一张冷脸，真不算什么。慕云舒看到这一幕，轻掀了一下眉。剑妻是凭实力单身的，这一点谁也不能改变。他也有些好奇，不知道剑妻开窍之后会喜欢一个什么样的姑娘。骆冰岩的板子是在军营挨的，剑妻是监刑者。他被打完之后，剑妻叫来2个女侍卫。骆冰岩走的时候，剑妻掏出了一个荷包递给他，回去后给孩子们买点肉吃，我都太瘦了。骆冰岩抬头看向他，他的脸还是臭臭的，一副不愿意搭理他的样子。剑妻这种嘴硬心软的人他见过不少，但是像他这般心善的却不多，且他还知道他此时帮他是不求回报的。他这一生感受到的温暖极少，剑妻绝对是其中的特例。谢谢，这银子算我借你的，我之前骗了你的那些银子，连同这一次的银子，以后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行，我等你还我银子。他说完大步离开。骆冰岩看到这样的剑妻，轻笑了一声，瞧把他拽的，这些银子他会想尽办法尽快还给剑妻的。剑妻收下骆冰岩的欠条，不是想要他还钱，而是他觉得他们原本就没什么关系，送钱给他，他搞不好还以为他要打他的主意，就他那种长相他又不喜欢，才不会打他的主意，所以欠条他收下，他还不还什么的并不重要。慕云舒把骆冰岩的事情处理完之后，荣九司军营这边的事情也处理完了，他们继续往京城的方向走。快到京城的时候，荣九司收到了一个消息，面色微微一变。怎么了？是京城发生什么事了吗？京警卫首领被杀，元明帝任命他的人成为京警卫的首领，我们后续的事可能不会很太平。荣九司离开京城至今已经近3个月，荣九司不在，元明帝毕竟是正儿八经的皇帝，他要任命谁接任京畿卫首领，陈王和尹兆峰都不好反对。你的意思是元
命帝会派人来刺杀你。他最喜欢做这种事情。事实确实如荣九思所料，他们在进京还有50里的时候遇到伏击，将马车直接射成了筛子。至于那些护卫和车夫们，在他们射过来的时候，嘴里喊着保护王爷，保护王妃，人却跑得极快。他们看着血从马车里流了出来，觉得里面的人应该都死光了，便缓缓地从上面走下来查看。只是他们把马车打开，就发现马车里根本就没有人。撤退！只是已经晚了。荣九思的侍卫冲了过来，对着他们就是一通狂射，很快利箭就射穿了他的胸膛。荣九思从一旁缓缓走了出来，冷声道：不自量力的蠢货。剑师一负责将山谷清理了一遍后道：王爷，埋伏的人都在这里了，山谷上面已经没有人了。荣九思轻点了一下头，随手抽出了一支箭看了看，眉头微微皱了起来。慕云舒走过来问：可是又哪里不妥？这些剑全部都是军制，且还在之前的制作上添加一些东西，比之前更加锋利。而我之前并没有接收到任何改进制剑技艺的消息，也就是说，军中有手艺高明的匠人被收买了。这2年，他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政务上。军中因为之前他管得极好，便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在他们的身上。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快，元明帝的人就已经渗透到了军中。这剑上有毒，且还是专门针对你的。他们这是怕埋伏在这里杀不死我，所以还用了毒。只要我受一点伤，就必死无疑。我原本还觉得你体内残留的那一点毒不用管了，现在看来必须完全拔除。一会儿到前面镇子上，我们休息一下，我帮你把毒全部清掉。荣九思轻点了一下头，让众侍卫把战场再打扫了一番，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证据和线索。众侍卫找了一圈，除了箭头是军制之外，其他的都找不出问题。慕云舒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他由剑气抱着，看到这情景有些害怕。上次慕云舒他们落英谷和于沉渊的人打起来时，因为天色太黑，他看不清楚，所以不太害怕。这一次是青天白日，看得十分清楚。他觉得剑妻的怀抱还是不够安全。爹，无忧怕怕，要抱抱。无忧别怕，爹在这里。这些都是坏人，他们想要杀了爹，爹才让人把他们给杀了的。慕幽把小脑袋埋进了荣九思的怀里，不看这些场面。荣九思看到他这副样子，有些心疼。这一次是他思虑不周，让慕无忧看到了这样的场景。他们出了峡谷之后，旁边就有一座不大的县城。荣九思带着慕无忧在客栈里歇息，慕无忧则带着剑妻去县里最大的药铺去抓药，为荣九思清除体内余毒的药不算偏门，那家药铺里全部都有。他抓好药之后，便准备回去，隐约看到一个人影飘然而去。施无星怎么会在这里？便带着剑妻一起追了过去，想要确认一下。他过去的时候，却再没有看到那个背影。难道是我看错了？王妃，怎么了？我好像看到国师了。王妃，这话可千万不要让王爷听见了，他会吃醋的。你一个太监，懂得是不是太多了？我不是太监。你不是太监，胜似太监。你身边但凡有一朵桃花，都能被你自己凭实力整个稀巴烂。我瞧着，你这辈子都是光棍命。谁说的？喜欢我的人可多了，只要我愿意，马上就能成亲。你觉得谁喜欢你了？双儿就喜欢我。双儿和剑十一最近走得极近，前几天我还看见剑十一送了双儿一根簪子，双儿收下了。这不能吧？双儿之前还给我补过衣衫呢。双儿给摘星宫里的每个太监都补过衣衫，就算没有补过衣衫，那些太监都受过他的照顾。在双儿的眼里，你跟那些太监都是一样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打击，这个认知对剑妻是个不小的打击。那还有其他的女士呗，她们对我也都很好的，简直就是言听计从。他们当然得对你好了，毕竟是他们的首领。他们若是不听你的话，回头就得被你罚，可不得听你的吗？难道他们都不喜欢我？慕云舒觉得他得点破一下剑妻了，要不然这货可能真的要做一辈子的光棍了。他们也不是不喜欢你，只是他们对你的那种喜欢呢，是跟男女之情无关，更像是姐妹之情。这有什么区别吗？这个区别可就大了。男女之情呢，就像是我跟王爷的那种，我若是跟他分开了，就会想他，我也会在他的事情上患得患失，为他牵肠挂肚。跟你分开，虽然也会想你，却不会牵肠挂肚。这听着也没什么差别啊。行了，他没救了。他觉得他还是要想办法救一下他。那你看见我和王爷在一起相处，你是怎么想的？我一点想法都没有，我就觉得你们很配。你对我和王爷在一起一点想法都没有，那就表示你对我的喜欢不是男女之间的喜欢了。我不敢有想法呀。我已经不知道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了。那换个问题，你看见双儿和剑十一走得近了，你是怎么想的？也没什么想法呀。剑十一是我哥们儿，双儿是我朋友，他们处得好，挺好的嘛。他刚才还担心剑妻是不是对双儿是有些想法的，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罢了。现在听到剑妻的这个回答，他就知道剑妻对双儿那是一点男女之情都没有。这个憨货只怕自己根本就没能分得清楚什么是男女之情，什么是朋友之情。
他深深的看了他一眼，什么都不想说了，扭头就走。剑姬忙追上来挡。王妃，你再给我说说嘛，这有什么区别啊？这中间的区别呢？等你哪天有喜欢的人之后，你就会明白了。我明明有很多喜欢的人，为什么我还是不明白？在这世上，说有一个女子能让你怦然心动，让你心心念念，时常想起，那么恭喜你，你对那个人生出来的感情就是男女之情。我倒没有对谁怦然心动啊，但是我却对骆冰岩记挂了几年。难不成我喜欢的人是骆冰岩？他被自己想到了这个可能，吓了一大跳。他怎么可能会喜欢骆冰岩？王妃，等等我。慕云舒带着药回到了客栈的时候，慕无忧已经睡着了。慕云舒带着双儿给荣九思煎药的时候，剑十一和剑七就在旁边守着，不让人进去。剑十一见双儿烧火的时候有些热，他忙过去道：“双儿姑娘在旁歇着吧，我来烧吧。”双儿推辞了几句，剑十一坚持，他便起身让开，让他来烧火。剑七在旁看着，他看了半天，也愣是没看出什么东西来。他凑到慕云舒的身边问：“王妃，你说剑十一喜欢双儿，我怎么没看出来啊？”他的声音不算大，但是厨房总共就只有那么大点的地方。他这话一说完，所有人都听到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了？我见大家伙忙着没有说话，厨房里有点闷，给大家伙讲个笑话。你可真是会讲笑话，这笑话讲的真好，要不你先笑上几声？剑七轻哼了一声，没有理他。双儿，你觉得我好还是剑十一好？你们都挺好的呀。哎，双儿说我好。慕云舒已经没眼看剑七了，剑十一斜斜的看了剑七一眼，觉得他应该再叫上几个侍卫，寻个机会给剑七套个麻袋。他原本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对双儿表白，这个计划被剑七的这一句话给破坏的干干净净。药煎好之后，剑七拎着桶把药拎回了荣九思的房间。慕云舒离开的时候，意味深长的看了一眼留在里面的剑十一和双儿。奴婢来拿药吧。有人有话要对你说，这事我自己来做就好了。双儿的脸瞬间又红了，他轻笑了一声，大步走了出去。剑十一感激的看了慕云舒一眼，他抱着药回到了房间的时候，剑七已经找来了浴桶，把药全部倒了进去。他看见慕云舒一个人上来，随口问了句：“双儿呢？”他和剑十一在厨房呢。他以为剑七会有什么问题，结果他只哦了一声，一点也不觉得他们一起待在厨房有什么不妥。荣九思泡澡的时候把剑七轰了出去，他问他剑七又怎么了？慕云舒自然不会瞒他，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部说了一遍。他最后总结，剑七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男女之情，他说要娶我的这种话，你就当他是胡说八道吧。我当然知道他没有那方面的心思，否则当初也不会让他来找你。慕云舒轻笑了一声，荣九思关注的重点却是另一件事情。你看见事物星了？只是看这背影有点像，没有看到人，应该是我看错了。你竟还记得他的背影？听他这口气，竟还像是在吃醋。我和他相识数年，这才分开多长时间？我要是连他背影都忘了，那应该是得了健忘症了。那是他的背影好看，还是我的背影好看？他是真没有想到荣九思竟连这个都要比，他有些无奈的道：“你和他是完全不同类型的，这有什么好比的？”荣九思看了他一眼，慢条斯理的挑开了衣袋，露出健硕的胸膛，完美修长的肉架，配上那张妖媚的脸，慕云舒的鼻血差点就流了出来。他赶紧扭过了头不看他，怕再看下去会出事。而此时正在为他解毒，根本就不适合做那件事。为什么不看我？他此时衣衫半敞，下半身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裤子，隐约能看得到男人的本钱。你太好看了，我怕看多了会伤身。荣九思轻笑了一声，低头在他的唇上亲了一口。是事物星好看，还是我好看啊？他是真没有想到荣九思竟还在执着这个问题。你俩的背影谁更好看？我说不太好，但是呢，你的脸和身材比他好看太多了。重点是你是我的，他是别人的，所以在我心里呢，你不管哪里都比他好看1000倍10000倍。荣九思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那双好看的桃花眼里有了笑意溢出来。我不想忍了。他说完就伸手摸上了他的腹肌。以前在定王府的时候，他就一直很想摸，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摸他腹肌的机会很少。如今他这样子站在他的面前，他要是再不趁机占他的便宜，简直就是没天理了。荣九思的喉结滚了滚，一把将他捞进了怀里，狠狠地吻上了他的唇。慕云舒还算冷静，伸手轻抵在他的胸前道：“摸你一下而已，别激动，你先去泡药浴，否则水凉了效果就不好了。”两人靠得太近，不但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还能感觉到对方的肌肉纹理。这样的距离，对方身上有什么变化都能感觉得到。马上要进京了。慕云舒明白他话外之意，轻笑了一声：“是啊。”荣九思低头在他的唇上又亲了一口，这才转身进了浴桶。慕云舒也深吸了一口气，取过银针，准备为他把最后的毒素全部逼出来。这一次两人都吸取之前的经验，谁也没有撩拨谁，原因也简单，他们都不太经得起撩拨，且如今快进京了，他们已经忍了一路了，不在乎多忍这1-2天。
慕云舒把煎好的药倒给他喝，这碗汤一喝完，你体内的毒便算是全部都清除了。荣九思才从他的手里接过药碗，就听见外面传来了一声巨响，慕云舒的面色大变，快喝药！剑姬反应也快，立即打开门，打算冲到隔壁的房间去找慕无忧。只是他将门打开的那一瞬间，暴烈的火光立即从门口卷了进来，他往后退了几步，没有犹豫，猫着腰走了出去。我是修无忧。荣九思一口将那碗药喝下，慕云舒担心慕无忧，想过去看看。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先出去，无忧反而更安全，有剑妻在，无忧不会出事的。慕云舒知道荣九思的方案是对的，跟着荣九思往前冲。此时大门是不能再走，荣九思一脚把窗户踹开，数支箭朝他们射了过来。荣九思单手抱着慕云舒，身形飞快的在空中转动，避开了那些杀气腾腾的箭，落在了地上。他的那些侍卫此时也都反应了过来，立即展开反攻。荣九思一行人从原本的劣势很快就扳了回来，只是客栈里的火却越烧越大。慕云舒还没有看见剑妻带着慕无忧出来，他心急如焚。剑妻，无忧！没有人回答慕云舒，荣九思心里也急，只是此时明显不是着急就能解决问题的。于沉渊此时也逃了出来，他过来帮荣九思分担了不少的压力。他的武功不低，动起手来十分利落。客栈里的火却越烧越大。慕云舒见旁边有个水缸，他想也不想，拿起水缸里的水就把自己全部淋透。他做完这些之后就想往里面冲，于沉渊此时离他更近，一把拉住他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无忧。他说完也不等慕云舒答应，就冲进了火场。荣九思拉着慕云舒往前走，走不到几步，客栈的房梁往外倒了一根，朝他们砸了过来。荣九思用力的把慕云舒往旁边一推，荣九思躲闪不及，左臂被砸伤。他再回头的时候，慕云舒已经不见了。云舒！四下里乱成一片，根本就没有人回答他。剑十一带着几个侍卫赶了过来。王爷，你没事吧？你们过来的时候可有看见王妃？没有啊。荣九思的心里生出不好的预感。云舒！剑妻抱着慕无忧从一旁走过来的。王妃不见了吗？荣九思的表情十分难看，他方才只是错了一下眼，慕云舒就不见了。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这一次所谓的刺杀不是针对他来的，而是针对慕云舒的。刚才他也不过是错了一下眼，他就不见了。这件事情在荣九思看来，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已经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只是这么一个大活人是不太可能凭空消失的，这中间一定有什么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方夏，你和无忧去哪儿了？刚才一着火，我就在隔壁的房间里找到无忧了。只是我们要出去的时候，窗帘烧了起来，我就带着无忧从门口撤退了。我们出门之后，楼里火势很大，我就带着无忧跳进房间的院子里。当时有人说客栈大门处火势太大，让我们从后门走。我一看那边火确实很大，就带着无忧去了后门。我们在后门的时候遇到了几个杀手，我把他们杀了，然后就过来了。荣九思听到这话便知道，方才是有人特意引着剑姬去了后门，拖延和他们会合的时间。云舒一定落在他们的手里，立即封锁城门，哪怕是掘地3尺，也要将他找出来。剑士应了一声，立即带着众侍卫去封锁城门。他们走后，荣九思觉得有些不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方是如何把他带走的？荣九思就算是再聪明，一时间也想不出来。慕无忧听说慕云舒不见了，在那里哭泣：娘亲，我要娘亲！剑妻手忙脚乱地哄着：爹，你本事那么大，一定能把娘找回来，对不对？是的，爹一定会把你娘找回来的。爹，抱抱！荣九思伸手将慕无忧抱了过来。爹，娘是怎么不见的？荣九思用他能听得懂的话，简单的说了一下刚才事情的经过。之前娘给无忧讲过一个故事，说这世上有一种障眼法，就是你看到的不过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而真正的谜大多都藏匿在人的眼皮子底下。这个叫做什么来着？灯下黑。灯下黑。娘亲说灯光能照亮四周，但是在油灯正下方的那一块地方却是黑的，因为那里是黑的，所以最容易被人忽略。荣九思瞬间就想到了什么，立即走到方才他把慕云舒推开的地方，那里就是再寻常不过的青石板地面。荣九思在那里走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的眉头皱了起来，用脚将附近的地面敲了敲。他很快就发现旁边有一块地面的声音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为了确定，他又用手敲了敲，有一块地面的声音空洞中带着回音，这就意味着这下面是空的。剑妻立即过来帮忙。青石板上一定有机关，人进去之后机关锁了，直接用最粗暴的方式来打开机关。剑妻应了一声，找来了一个大榔头，照着那块青石板就重重敲了下去，青石板碎裂。他大爷的，难怪敲半天敲不开。你下去看看。剑妻下起来很快，没一会儿就到了有水的地方，再往水下一看，看见井底躺着一个人，光看衣衫和大概的模样像极了慕云舒。剑妻的心头直跳，他深吸一口气下了水，颇费了些力气把人从井里捞了出来。慕无忧
看到那人的脸和慕云舒长得一模一样。娘亲，荣九思一把将那具女尸抱起来道：“云舒，醒醒！”慕云舒静静地躺在那里，一点气息都没有。快去请大夫！不过几息的时间，侍卫就把大夫带了过来。大夫给那具尸体把完脉，又翻了翻他的眼白。这位夫人已经死了。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大夫看到他失控的模样，轻轻叹了一口气。大夫，你再仔细看看。这位夫人已经气血好一会儿了，就算是大罗金仙来了，也救不了她了。不要不要娘亲死！娘亲，你起来跟无忧说说话。只要你好好的，无忧以后都听你的话，再也不皮了。剑七的眼睛一片通红，他也无法接受这件事情。毕竟在他的心里，慕云舒一向聪明机智，只是这一次他掉进井里，他掉进去之后必定会呛水，而呛了水之后，他应该就醒了过来。井水又深，他的身体一定会往下沉，然后循环呛水，彻底淹死在井里。王爷，王妃真的没了？不，这不可能是云舒，他是会水的，且水性很好，他水性这么好，不可能被这井淹死，且他还十分机敏，反应极快，就算他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也不会这样无谓挣扎的。可是眼前的人模样却和慕云舒一模一样，由不得荣九思不信。我也知道王妃很厉害，正常不可能被这样淹死，可是这次的情况十分特殊，她是突然掉进水井里的，她掉进井里的时候，人一定是晕过去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有再好的水性也没有用。荣九思知道剑七分析的有道理，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结果。他和慕云舒分开了2年多，好不容易重聚，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且这件事情在他看来有些不对。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杀慕云舒，正常来讲他才应该是那些人的目标，他们杀了他才管用，这中间的逻辑荣九思一时间无法理清。荣九思看着眼前被泡得有些发白的女尸，他想起一件事，他的耳后有一颗红痣，他忙将那女尸的头扭过来，看到了耳后的那颗红痣，他的心瞬间就沉到了谷底。他想起他的手腕上有个疤，他又去看他的手腕，他的手腕上果然有一道疤。他往后退了一步，跌坐在地上。慕幽此时哭得更加厉害了。爹，这不是娘，对不对？荣九思没有说话，只伸手将他抱进了怀里。他一向坚强，之前被毒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时候，他也没哭过，这一刻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滚了下来。不管他们相不相信，这件事情已经是事实。慕云舒的身后事还得办。剑七去买了一具上好的棺材回来，双儿在房间里为慕云舒换套衣衫，便准备将他装棺。荣九思带着慕无忧在屋外坐着，慕无忧在哭，荣九思则木然地坐在那里，他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剑十一行人也撤了回来，慕云舒找到之后，他们就没有再搜寻下去的必要了。他轻声问剑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王妃怎么就……”剑七粗略地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最后总结：这是一场处心积虑的谋杀，他们只是杀不了王爷，就从王妃着手。王妃出事，王爷必定方寸大乱，他们就能趁机生事。剑十一的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他知道双儿对慕云舒一向极为尊重，慕云舒出事，双儿只怕会极为难过。我一定要把幕后的凶手找出来，为王妃报仇。这事算我一个。正在此时，双儿从房间里快步跑出来道：“王爷，里面的人不是公主。”你怎么能确定？这具女尸的胸口有个疤，公主是没有的。奴婢是公主的贴身婢女，经常伺候公主洗澡，对公主的身体十分熟悉。公主身上的皮肤十分光洁，并无疤痕。带我去看看。他和慕云舒虽然成亲多年，但是两人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却极少，两人欢爱的次数也就只有2次，那2次他还没有记忆，所以对他的身体从某种程度来讲还不如双儿熟悉。此时双儿说出这个疑点，让他的心里生出了几分希望来。剑七要跟过去，却被剑十一拉住。不管那女子是不是王妃，你都不合适进去。她不是王妃还好，但要是王妃的话，她的身体也不是你能看的。再则，就算她不是王妃，她也依旧顶着和王妃一样的脸。剑七觉得剑十一的话有些道理。好吧。荣九思跟着双儿进了里间，双儿指着那女尸的胸口道：“王爷，这里。”光是这一道疤，其实并不能证明这就不是慕云舒。那么不明显的疤，也可能是双儿之前伺候慕云舒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人去找一个经验老道的仵作过来。剑十一在外面应了一声，立即去找人，很快就把县衙里的仵作找了过来。那仵作竟是个女子。荣九思看到是女仵作，看了剑十一眼，知道她这是特意找的。女仵作过来仔细检查了一番后，出来回禀：死者女性，根据她牙齿的磨损程度，年纪约摸是16到23岁之间。她的腹部积了不少的水，口腔里呢有异物，应当是溺水而亡。她的指尖没有剪，平时应该养尊处优，没有做过什么体力活。
他的私处完整，尚是处子之身。等等，你方才说这具尸体是处子？剑士一把女仵作找过来的时候，并没有说起慕云舒的身份，所以女仵作并不知道慕云舒的身份，查起来也没有压力。是的，小的方才验过了，他确实还是个处子。我就知道这不可能是他。荣九思让剑士一重赏了女仵作，并让他为今日的尸检保密。女仵作得了赏赐，自然一口答应了下来。若有人问我检查结果，我该怎么说？你只需要瞒下处子这件事情，其他的照实说就可以。多谢大人赐教，小的知道要怎么做了。剑士一轻点了一下头，让他离开。王爷，如今我们都知道这些尸体不是王妃了，那就表示王妃还活着呀。只是她若是还活着的话，她又在哪里啊？这具女尸和王妃长得极像，若不是王爷找仵作来验，根本发现不了这件事情。这幕后之人用心真不是一般的险恶，心思也太缜密了。他这是从哪里找来这么一个人？荣九思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他之前就在猜这幕后之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如今他倒是明白了一些，他们这是想要让他们认为慕云舒已经死了。荣九思此时也有些好奇，若慕云舒不在那口井里，那么他是怎么被掳走的呢？剑七，你再下井去看看，这一次你要看清楚四周有没有其他异常。剑十一，你继续带人守在城门口，这一次不光要光明正大的为首，而是要查看有没有可疑之人。两人领命而去。荣九思知道，方才他们以为慕云舒死了，撤回了守在城门口的人，那些人只怕已经把慕云舒带走了。剑十一这个时候去查，很可能查不出什么来，又叫来剑十三，你去通知第一营，让他们过来细查这边的蛛丝马迹。剑十三应了一声，立即去叫人。慕无忧拉着荣九思的衣袖道：爹，娘真的还活着吗？是的，你娘还活着。那爹能把娘找回来吗？荣九思肯定的道：只要你娘还活着，爹就一定能把她找回来。娘亲不乖，这么大个人了还乱跑，让我们担心，等找到他之后打他的屁屁。荣九思轻笑了一声，好，虽然现在慕云舒还没有找到，但是他只要知道他还活着，这对他而言就足够了。荣九思把这件事情安排妥当之后，他发现了一件事情。你们有人看见于晨渊了吗？众侍卫互相看了看，居然没有一个人看见于晨渊。于晨渊不会葬身在火场吧？荣九思亲自带着侍卫去火场那边清查。一共有多少伤亡？大火一起，很多人都逃了出来，真正被烧死的只有7人，倒是有几十个人死于刀剑之下。把被烧死那7人的尸体带过来给本王看看。县令应了一声，很快尸体就被带了过来。可有让仵作来验过？能确认这些人的身份吗？下官已经让仵作验过了，这些人大多都是男子，身份还没有完全确定，只能根据他们身上的物品来确定。有几人因为有人来认已经确定，还有几人身份不明。荣九思站在一个看起来身材高大的男子面前站定，此人的身份还没有确定。荣九思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放在那男子身边的玉佩出神。那块玉佩他曾在于晨渊的身上见过，只是经历过慕云舒的时候，荣九思看到这块玉佩就会不自觉地生出3分怀疑。这真的是于晨渊吗？仵作在旁报了一下他查出的这具尸体的特征，基本上和荣九思一对于晨渊的记忆吻合。将这具尸体厚葬。他身边的侍卫应了一声，剑妻匆匆过来道：王爷，那井下有新的发现。荣九思立即和剑妻往井边走去。发现了什么？井壁上还有一个通道，我刚下去的时候因为光线没有看到井壁上的细节，我方才又下去的时候就发现有一片井壁上的青苔有一点不规整，我敲击那块井壁的时候就发现了异常，然后将那一块拆掉，就发现了一个能容一个人进出的洞穴。有查到那个通道通向哪里吗？我发现异常之后就立即来通知王爷，已经让其他侍卫下去看了。说话间，他们已经到了井口，在里面探查的侍卫过来回报：王爷，这个地道口通往一处地下河，那条地下河通往哪里还未得知，正在探查，本王下去看看。剑妻应了一声，带着荣九思下了井，里面已经被打开清理出来，整条道都比较窄，往前走了约莫半盏茶的时间，荣九思听到了流水的声音，他再往前走了10余步，便看见一条地下河呈现在他的面前。他在旁看到了一颗珍珠，是慕云舒头上的珠花镶嵌的。此时他还不知道这条地下暗河是流向哪里的，还没办法去找他。找个水性好的侍卫去探查一下，看看那条暗河通向哪里。荣九思到此时已经不急了，因为他知道对方只是要拖延他的时间，不会对慕云舒不利，因为他知道慕云舒暂时没有危险，他整个人反倒十分冷静。荣九思就回到了上面等着，他也不是傻傻的坐在那里等着，而是让县令找到本县的水域图过来。他将水域图看完之后，对于暗河对外汇入的地方有了大致的判断。2个时辰后，坐船的那个侍卫就回来了。他告诉荣九思，那条暗河和外面的河道汇入的地方就在县城外约莫10里的一个地方，那个位置和荣九思最初的预期相差不大。他立即带着人去追。
慕云舒在醒来时，人已经躺在了一床舒服的床上。慕云舒撑着坐了起来，头还有些晕。他坐在那儿缓了一会儿，感觉到舒服一些后，才下床，推开了门。门口站了个人，听到动静后，扭头看他。表哥。于晨渊轻点了一下头，道：醒了。慕云舒这一路过来，想过很多会是谁把他绑架了，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过会是于晨渊。表哥这是做什么？也不做什么，只是不想你一错再错。一错再错什么意思啊？于府之所以被灭门，是先帝下的旨意。荣九思是先帝最宠爱的儿子，他们父子间的感情极深。荣九思虽然行事还算公正，却绝不可能为于府犯案，更不可能直指先帝犯下的错。表哥从哪里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探过荣九思的口风，这话是他说的。表哥，九思不是这样的人。在你的心里，荣九思自然千好万好，但是表妹，你不要忘了，荣九思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人？荣九思先是大晋的摄政王，然后才是你的夫婿。他就算是再宠着你，对你再好，也不可能事事如你的愿，更不可能因为你而去承认先帝犯下的错。不管表哥怎么说，在这件事情上，我都相信九思。他答应我的事情，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到的。只要我们能找到证据，他就一定会替于府翻案的。表妹，你还是太天真了。荣九思生于皇族，对于身边事情的考虑都会从大局着想。他就算是再喜欢你，能为你做的事情，都是在不影响所谓的大局情况下做的呀。别的不说，单说你们2年前分开的那一次，他当时应该就知道你对他有些误会。他有2种选择，一种是立刻去追到你，跟你解释清楚；另一种则是先回京稳住大局，保住他的地位。他在这2者之间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后者，这足以说明权势对他而言比你更重要。表哥说的也不算是有错，但是一个男人如果连基本的责任都没有的话，又有什么资格去喜欢人？他当时若是抛下一切来找我，我可能还会看不起他。恋爱脑这种东西最要不得。虽然我和他错过了2年多，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有这2年的时光，让我能更沉下心去回想我跟他之间的种种，也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对他了解更深了一层。我敬重他，也爱慕他，我愿意和他相携前行，和他共度余生，白头到老。你就没有想过，你母亲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是死在皇族的手里。死在皇族的手里，也就相当于死在荣九思的手里。表哥，你的这个观点我不认同。首先，我娘的死与荣九思没有任何关系；其次，是于府罪的人是先帝，和荣九思更加没有任何关系。我知道你败在荣九思手里，对他有些迁怒，他在你的试探时没有一口答应你，你对他有些失望，便产生了报复的心思。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这些做法并没有任何问题。倒是表哥你的行事让我有些不齿。复仇的方式有很多种，把天下间无辜的人牵扯进来，只为你复仇就太过了。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和当初治罪于府的先帝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你在教训我？我这不算是教训表哥，只是和表哥在讨论这件事情。难道表哥不觉得，在你想要挑起大晋和南诏的战火时，你已经从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吗？于晨渊冷冷地看着他，他冷冷地回看着他。才重逢不久的表兄妹，在这一刻因为观点不同，便算是彻底撕了脸。你没经历过于府的祸事，没有资格来评价我的行为。不管你要经历什么，都不是你做这些事情的借口。受害者成了施暴者，自己变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表哥，这难道就是你的初衷吗？于晨渊大怒，扬手要打他。慕云舒扬起脸，冷冷地看着他。于晨渊之前就知道他是个有脾气的，此时他直面他的脾气时，却又不知道要拿他怎么办。这件事情我不觉得自己有错，荣氏皇族的人太过失德，不配再做统治天下。你是姑姑的女儿，我就不会让你嫁给荣九思，最后落得个惨淡的下场。他说完扭头就走。慕云舒没有拦他，只是眉头皱了起来。他刚才和于晨渊的这一番对话里，他看出了他的偏执，还有他最后的那句话里似乎还有警告的成分。他不管于晨渊是什么样的心思，他都得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慕云舒知道荣九思在发现他失踪之后一定会想办法来找他，他决定先熟悉下这里的地形，然后再想办法从这里逃走。慕云舒四下看了一圈，整个人的心里凉了一片。他是被关在一片悬崖之上，南面有攀爬的痕迹，想来于晨渊就是从那里把他带上来的。慕云舒知道他若是从这里下去，怕是能被摔成肉酱。他是真的没有想到于晨渊竟找了这么一个地方关他，真的是绝了。于晨渊走到他的面前，我这一次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把你从荣九思的身边弄走，就不会再让你回去。到底想要做什么？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我希望你能站在我这一边。要怎么样才算是站在你这一边呢？你在这里好好歇着，哪里都不要去，等事情了结之后我再送你下去。事情了结之后？什么算事情了结？当然是杀尽荣氏皇族。杀尽荣氏皇族？你要杀了九思和无忧？无忧虽然是你和荣九思的儿子，但是他的身上有你的血脉，便也算是有于府的血脉，所以我不会动无忧，但是荣九思却必须得死。我刚收到消息，荣九思对你还真的不错，我们放在井里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士，她竟很快
快就分辨出来了，发现那个不是你，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尸。为了找到一个和你的身形几乎一致的女子，我的人费了很大的力气。为了能骗过荣修斯，我的人还给那个女子戴了一张人皮面具，那张人皮面具做起来也十分费劲。为了做我的替身，你们就将那个无辜女子给杀了。未成大事，不拘小节。是不是在表哥心里，你的仇才是仇，你的恨才是恨，别人的仇和恨都不值一提？若表妹像我一样，在那种环境中长大，也会失去对人的信任。在当权者的眼里，人命如草芥。对我而言，表妹是我在这个世上仅存的亲人之一。若是可以，我会最大程度的保护好表妹。慕云舒已经不想跟他讨论这件事情了，因为他就算是说再多，他也听不进去。他听于晨渊话里的意思，他似乎做了很多的准备，这件事情很可能会比他的预期要大。你把我抓到这里来，是想要以我为饵，把荣九思引过来杀了他吗？你是饵，但是却不会让他找到你。我会把他引到别的地方去，那里为他设下了天罗地网，他一旦找过去，必死无疑。他的声音十分笃定，透着极致的杀机和冷意。慕云舒心里的怒火燃烧。你为什么盯着他不放？荣氏皇族可不仅有他一人，你怎么不冲到皇宫里去，把元明帝给杀了？毕竟当初于府的案子，就是当初还是太子的元明帝挑起的。荣九思现在是荣氏皇族里最强的一个，杀了他，荣氏皇族也就完了。你放心吧，我杀了荣九思之后，就会把他们全部都杀了。至于元明帝，他如今不过是个废物罢了，留着他也没有用。慕云舒觉得他的牛皮吹得有点大，就凭他想要杀了荣九思，灭了荣氏皇族，他真不觉得他能做得到。他想到当初他挑起南诏和大建战火的事情，他手里的人手有限，他刚才嘴里还在提到其他的人，只怕他的身后还另有其人。和谁达成了合作？于晨渊知道他十分聪慧，此时猜出这件事情来并不奇怪。这事儿你就不要过问了，你好好待在这里，哪里都不要去，只要你不生事，我就不会伤害你。如此说来，我还得感谢于公子手下留情了。于晨渊听他此时不再叫他表哥，他知道他这是生气了。你现在可能不太理解，但是你以后会知道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你拆散我们夫妻，让我和无忧骨肉分离，这样叫为我好？于公子，你这个为我好当真是好的可笑啊！再则就是你这样的为我好，有经过我的同意吗？他看了他一眼，拂袖而去。你我之间原本就没有什么情谊，有的不过是所谓的血脉亲情，而那所谓的血脉亲情其实有些可笑，毕竟我们之前从来就没见过。大家若是相安无事还行，如今你不顾我的意愿将我囚禁于此，我们之间便再也没有情谊。从今日开始，我们不是亲人，而是敌人。于晨渊冷着脸看向他，他的面色比他的还冷，眉眼里透着冷肃的气息，他的眉头皱了起来，眼里满是不快。随你意。他说完，抬脚大步离开。他一走，慕云舒站在那里，长长的叹了口气。这样偏执的于晨渊是没有任何道理可以讲的。既然不能跟他讲道理，那他就只能用他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脱困绝对是件极难的事情。他没有再往悬崖边看，而是走来走去。于晨渊并不懂药材，砍掉了藤蔓，却没有把药材拔了，因为这些药材看在于晨渊的眼里就是一堆的野草。慕云舒怕引起于晨渊的注意，他将各种药材或者没什么用的野草都拔了一些。慕云舒拿着那些药草四处转了一圈，然后将那些药全拿到了那间屋子里。那里站着一个模样平平的少女，他知道那个少女八成是于晨渊派过来监视他的。这些是什么东西？你眼瞎呀？没看出这是草吗？他来之前，于晨渊就说慕云舒的心情不好伺候，他还没有太往心里去。可是现在他们打了照面后，他就发现慕云舒的心情不是不好，而是超级不好。慕云舒理都没理他，进了房间。那少女的脸色难看，直接就跟了进来。他想看看慕云舒想要做什么。慕云舒的脸比他的还要臭几分，直接用放在角落里的水把药材洗了，抽出了一双筷子拌了拌，然后抱着那个碗坐在门槛上吃了起来。那少女无语，她是真的没有想到慕云舒居然采了这么一堆的野菜回来吃。慕云舒见他看过来，没见人吃过野菜吗？拽什么拽，以后有你哭的时候。于晨渊派这么一个人过来看着他，足以说明他也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对他有多么的照顾。他说是要报仇，在他看来，他更多的是想要权力。那少女见慕云舒不理他，从包里取出了一个饼子去啃。慕云舒一看这光景，就知道于晨渊并没有为他准备吃食。他吃完之后，继续去林子里面转。这一次他的目的更明确了，他发现这一次少女就直接跟在他的身后，监视他的意味更浓。他晃
晃悠悠的四处乱拔草药。他乱拔的时候，发现里面居然还有一些蘑菇，这些蘑菇一看就有毒。慕云舒没采那些蘑菇，直接在旁边布了一个陷阱。他看到里面有山鸡，能套住那是再好不过了。他做完这些就直接回去了。少女没把他做的这些小陷阱放在眼里，因为那样的陷阱也就只能抓只野鸡罢了，并没有什么大的伤害力。只是这几天少女天天吃饼子，她吃的眼睛都快要泛绿光了。而于晨渊不知道在忙什么，并没有派人给他送吃的过来。如此又过了3天，慕云舒套的陷阱里终于抓住了一只野鸡。他看见旁边的蘑菇，他这一次没有犹豫，直接就把蘑菇给踩了回去。他这一生火，便有薄薄的一层青烟。少女一脚把他的柴火踩灭，不准生火！不生火怎么吃鸡啊？难道你不馋吗？少女当然也是馋了。你别把我的火给踩灭了，大不了我一会儿烧火的时候注意点，不弄出烟来。少女看了慕云舒一眼，算是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慕云舒的眉梢轻挑，等鸡煮的差不多的时候，就把蘑菇放了下去。好了没有？再等一下，蘑菇得煮熟了，否则有毒。如此又煮了1刻钟左右。好了，可以吃了。少女拿起了碗，装了一碗，又扯下了一只鸡腿。她准备吃的时候，想起了于晨渊之前对她交代：“你先吃，它有毒，你就别吃啊！抢了我的鸡腿和蘑菇，还摆这张脸。”真的是太讨人厌了。少女冷冷地回看着他，他给了少女一记白眼，就喝了一口汤，扯过了另一条鸡腿，开心地吃了起来。少女见他自己吃了一点事情都没有，便也跟着吃了起来。少女这一吃就完全停不下来。他等少女把那碗汤喝完。汤好喝吗？少女点头。你有没有觉得头有点晕呢？少女的心里警铃响起，只是这一切都晚了，然后一头就栽倒在地上。他之所以等到现在才动手，不过是因为他见到少女的第一天就知道少女的武功极高，10个他都打不赢少女的那种，且他之前还试探过少女身上还佩戴了什么东西能避去身边的毒物，正常的毒是毒不到少女的。对付这种人，他肯定是不能硬攻，只能智取。把少女身上的衣衫全部扒了下来，再撕成条。他把少女的衣衫撕完之后，再把她的床单和被套也全部都撕成了条。慕云舒准备离开的时候，少女醒了过来，伸手抓住了慕云舒的腿。慕云舒毫不客气地抽了出来，再在他的手腕上踩了一下。你那天和你接头人说的话我都听到了，等于承渊杀了荣九思之后，你就把我杀了，免得养虎为患。今天我不杀你，但是你能不能活就看你的命了。慕云舒没有理会少女，就走出了房间，准备朝悬崖边走去。只是他的运气不算好，把门打开就看见有个男子站在外面。他看着他拎着一堆布条。你这是要做什么？石凤呢？在这里没事干，撕布条玩呢。石凤就在屋子里，还有点不太舒服，要不你进去看看。慕云舒看到他戒备的眼神，你不相信啊？是不是这样？你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那男子没有说话，就进了房间。他一进去就看见没有衣服的芝凤的脸瞬间就红了，再一看就发现芝凤七窍流血。他大惊，扭头欲去找慕云舒，却觉得天旋地转，一头就栽在了地上。谢谢啊。那男子不知道他谢了他什么。你怎么做到的？慕云舒伸手去扒他的衣衫。你要做什么？慕云舒懒得理他，飞快地把他的外衣扒了个干净。考虑到两人的性别差异，他还是给他留了条亵裤。你身上的药性3天之后会失效，这3天你要是不冻死，应该就不会死的。那芝凤呢？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他说完不再搭理他，飞快地离开。在他离开的那一刹那，那男子彻底昏了过去。慕云舒快到悬崖边的时候，发现有点不对劲，他明显感觉到有人在盯着他，他便知道今天只怕还有人和那男子一起上来。他的眸光一凝，没有停止他的动作，然后便顺着那条绳索往下爬。他爬了不到2丈的距离，就看见有人站在了悬崖边，拿出了刀子，准备割断他的绳子。他看到这一幕一点都不慌，直接抽了一个旁边看起来不太显眼的纤细藤蔓，直接抽在那人的身上。那人完全没有防备，直接就被那股推力给推下了悬崖。慕云舒深吸了一口气，便拽着他自制的绳索往下爬。他有些恐高，此时完全不敢往下看。他知道此时但凡大意一点，或者是再出其他的状况，他可能就会死在这里。他爬下来的时候身上有不少的划伤，但是他知道他从悬崖上平安下来了，这就够了。只是他此时不知道自己所在的方位，若是一个人乱跑，很可能会遇到危险。他在崖底缓了缓，辨认清楚方向之后，便快速前行。他在山林里独自前行的时候，于晨渊也收到了他失踪的消息。于晨渊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和他合作的人在一起。于晨渊和他见过好几次，却并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人。黑袍人见他的表情不对，问：出什么事儿了？慕云舒跑了。他跑了？不是把他关在山顶吗？他的武功又不算好，怎么能跑掉？你既然了解慕云舒，那就应该知道他十分聪明。一个人想要脱险，并不全靠武力，还可以靠其他的手段。你是不是因为她是你的表妹，所以你把她偷偷放走了？
阁下这话说的就有些过了。我若是要偷偷放走他，就根本没有必要去抓他。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把他从荣九思的身边带走，就绝不可能放走他。他把我派过去的人都杀了，然后把他们身上的衣衫撕成布条，从悬崖上离开的。你还是大意了，他医术精湛且还不低，毒杀几个人对他不难。他医术精湛这件事情，你之前并没有跟我说过。他对慕云舒的了解其实并不算多，他是知道慕云舒会一点医术，却不觉得他的医术会有多么的高明。这事儿之前你都不知道吗？于晨渊看向他，算了，他跑了就跑了吧，杀荣九思要紧。你说的对，只要我们杀了荣九思，他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消息传出去了吗？荣九思过来了吗？我派人把慕云舒身上的玉佩送给了荣九思，他不信也得信。我在那边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荣九思过去，他就必死无疑。你这事儿做得不错。他的话言还没有落下，一支箭就射了过来，他反应极快，侧身一避，那支箭就射在了他的右臂上。当的一声，箭没有射穿他的右臂。于晨渊愣了一下，发现黑袍人的手臂真不是真的手臂，而是铁制的。发生什么事了？公子，荣九思的人打过来了。为什么荣九思会找到这里来？这是个好问题，我也想知道。他说完不再管于晨渊，直接按下了击扩，地面露出了一条地道，他飞快地往下走。于晨渊知道荣九思的厉害，若是正面对上他的话，他一点胜算都没有。他想和黑袍人一起离开，黑袍人身边的侍卫却一脚把他踹出去，然后关上地道的入，外面再不能打开。于晨渊不语。他看着这一幕，整个人都惊到了。这人把梁伯和过河拆桥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值得合作。于晨渊清楚地知道，他若是和荣九思正面对上，根本就没有胜算。他的脑子在这一刻转得飞快，最终让他想出了一个方案。他拿起手里的剑，照着自己的胸口就直接捅了下去。荣九思进来的时候，看到的是躺在血泊中的于晨渊。荣九思心里有些疑惑，却并没有表现出来。他伸手扶起于晨渊：“你怎么在这里？云舒呢？”“我是被他们抓过来的，不知道云舒在哪里。”“他们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只知道他们为首的人右手是只铁手。”黑袍人在关键的时刻把他抛下，他也不需要对那黑袍人讲什么道理。他的右手断了，换成了铁手。是的，王爷知道那人是谁吗？荣九思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你这几日有看见云舒吗？我刚被他们抓过来的时候见过一次表妹，她当时昏迷不醒，我喊了她几声，她都没有答应。然后他们发现我醒了，就又把我打晕了。我再次醒来后就没有再见到她了。那个主谋除了手段，还有什么其他的特征吗？他穿了一件黑袍，脸上也蒙了黑布，我看不见他的脸。他的那双眼睛看起来十分冰冷，整个人的气度不俗。他对王爷十分了解，知道王爷的很多事情。我怀疑他是皇族中人。荣九思听到他这番话，就知道他没有撒谎，因为他能说得出细节。本王知道了。王爷还没有找到云舒吗？你先好好休息，找云舒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都怪我没用，没有保护好云舒。荣九思听到这话，看了他一眼，叫来了大夫给于晨渊治伤。于晨渊偷偷地看了荣九思一眼，见他面色清冷，眸光冷冽，整个人看起来冷冰冰的，和在慕云舒的面前判若两人。因为于晨渊受了伤，他终究是慕云舒的表哥。荣九思并没有过多盘问，只是荣九思没有盘问，不代表他就没有相应的安排。他叫来剑12，你盯着于晨渊。剑12应了声，便守在于晨渊的房间外。剑气有些沮丧的道：“这一次没能找到王妃，也不知道他们把他藏到哪里去了。说让我找到那个幕后主使，我一定拆了他的骨头，抽了他的筋，再把他的皮扒了做地毯。这种地毯你不嫌恶心吗？正因为恶心，所以才用脚踩啊！我还要用沾了屎的鞋底去踩。”他弄不明白剑七的脑回路，这么恶心的事情他是怎么想出来的。荣九思没理会他们，他将整件事情在脑中又复盘了一回，想要找到其中的遗漏之处。荣九思很确定抓了慕云舒的人就藏匿在这里，他却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于晨渊，且于晨渊还能描述那么详细，那就表示于晨渊是真的见过那个所谓的黑袍人。荣九思确定了黑袍人的身份之后，来人，去把荣九彻给本王抓过来。断了手且还符合皇族身份的只有荣景彻一人。慕云舒若真的是被荣景彻抓走了，荣九思此时没有入荣景彻的陷阱，他怕会有危险。一念及此，荣九思的眼里添了浓郁的杀意。也怀疑荣景彻是幕后黑手。不能吧，就荣景彻的脑子能策划出如此周密的局？人一般逢大变之后性情也会大变，荣景彻的脑子虽然不算好，但是他本身并不蠢，只是之前自视极高，以为这天下的人都得围着他转。王爷上次斩断他的手之后，他应该会深受打击，从那之后可能日日夜夜都在琢磨着要如何报复王爷。他这一次是以有心算计无心，布下这样的计划说得过去。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整天没心没肺的，永远没有长进吗？我是没有长进，难不成你有？你也就
只是当时蠢货，事后诸葛。自从剑七知道剑十一打双儿的主意后，总觉得有一种自己被撬了墙角的感觉，没事就对剑十一，所以最近两人的关系实在是说不上好。剑十一还想对回去，荣九思一记眼刀扔了过来，他立即闭嘴，行了个礼，拉着剑七就走了。荣九思在知道幕后之人是荣景彻之后，要抓他就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天之后，剑七就把荣景彻给拎了过来，他一把将荣景彻扔到了荣九思的脚边。皇叔，你这是做什么呀？云舒在哪里？你若说实话，本王可以饶你一命；你若不愿意说，本王就直接送你去见阎王。她是皇叔的王妃，自然和王叔在一起啊。王叔问我她的下落，会不会有些不太合适啊？还是说王叔知道他当年心仪于我，还在为这件事情耿耿于怀？荣九思的眸光幽冷，手里弹出了一把匕首，短剑飞起，直接就把荣景彻的左耳割了下来。你算什么东西，敢这样对本王说话？你若觉得自己还挺有魅力的，那本王今天就先把你2个耳朵给割了，再把你的鼻子给割了。你觉得这样的你还会有人看得上你吗？皇叔，我是你的侄儿，同为皇族，一脉连枝。你这会儿知道和本王是一脉连枝了。当初派人刺杀本王掳走云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和本王一脉连枝？刺杀王叔的事情我认，但是掳走慕云舒的事情我不认。自从王叔上次斩断我的手臂之后，我就一直避免谢客，也断了那方面的心思，因为我知道我不是王叔的对手，这天下就不可能是我的。荣九思见他面色悲愤，恨得咬牙切齿，还伴着失魂落魄，不像是在撒谎。在哪里抓到他的？在京城外的别院里抓到的。这就是你的闭门谢客？我在自己的别院里又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问题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本王劝你最好老实交代清楚云舒的下落，他死你死，他伤到哪里你也伤到哪里，你也别跟本王说什么一脉连枝的话，你又不是本王的儿子，连的哪门子枝？既然如此，那王叔杀了我吧。死很容易，难受的是生不如死。你不说云舒的下落没有关系，反正你如今人在本王手里，你逃不出本王的手掌心的。王叔是真的一点都不要名声了吗？你若真杀了我，只怕会落个残暴的名头，到时候你怕是永远也别想做大晋的皇帝。做大晋的皇帝，你当本王稀罕呢？若不是被你们父王百般要挟，万般设计，这摄政王本王都不稀罕做。本王残暴，本王的王妃都被人掳走了，本王就算再残暴些都无妨。最后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本王想让自己在历史上留个什么样的名头，就会留个什么样的名头。荣景彻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明白荣九思的弦外之音，那就是荣九思想要杀他就能杀他，荣九思根本就不在乎天下人如何看他。我没有掳走慕云舒，这事就算是王叔问我100遍、1000遍、10000遍，我也是这个回答。荣九思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眼里透着危险，却没有让人把荣景彻直接杀了，因为他还没有找到慕云舒。荣景彻不认这事儿也很简单，只需要把于沉渊喊过来辨认就好。他让剑七去请于沉渊，剑七很快就回来了。王爷，于沉渊不见了。剑12呢？我过去的时候，剑12被人用迷药迷晕了，躺在地上，人事不知。荣九思扭头看了荣景彻一眼，便大步走了出去。荣景彻暗松了一口气，他的面色很难看。他知道这件事情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他若承认了，荣九思怕是会直接杀了他。荣九思拿出慕云舒之前送他的解毒丸为剑12服下，没过多久，剑12便醒了过来。于沉渊是怎么逃走的？他早就发现我盯着他，便在我常出没的地方下了迷药。我一时不备，吸了一口气，便觉得不对，他便对着我又扔了一把迷药。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荣九思眼里的杀意更浓，因为他知道慕云舒虽然常制各种毒药，但是他制出来的药从不送人。于沉渊会有，大概率是他从慕云舒那里拿到的，拿到的那个过程只怕还不太光彩。来人，去取洪峰过来。王爷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于沉渊，所以在他的身上撒了特制的香料，那种香料正常人是闻不出来的，但是洪峰却能轻易分辨出那种香料。王爷虽然派了剑12盯着他，却为防万一，还在于沉渊的身上撒了香料。王爷当真是英明啊！你既然知道，那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追于沉渊！剑七领着人去追于沉渊了，荣九思却若有所思。于沉渊是怎么和荣景彻搭上线的？这些事情他可以晚点再查，现在要赶紧找到慕云舒。若只是于沉渊一个人动的手，荣九思知道慕云舒会是安全的。此时这件事情里插进来了荣景彻，慕云舒只怕会有危险，他必须得尽快的找到慕云舒。慕云舒确实遇到了危险，却不是人给的，而是遇到了一群狼。狼这种生物虽然单体攻击能力不是太强，但是它们是群居动物，杀了一只就会招来一群。他大爷的，真是没完没了了。他飞快地爬到了树上，暂时安全。头狼领着狼群把慕云舒围得死死的，只是头狼没有超过1席，他便倒在了地上。不止他，就连他身边的那些狼齐刷刷地倒在地上。方才不是很凶吗？你们过来啊！那群狼不但没有靠近，反而是往后
退了几步。欺软怕硬的东西。那些狼围着他所在的树，依旧不愿意就此离开。慕云舒在知道他配的药对狼有效之后，那他就从上面往下撒毒药，于是又有一波狼倒在了树下。余下的那些狼想要逃走的时候，旁边响起了弓弦的声音，他们全部被射杀。九思，是你来了吗？一群道袍打扮的人手持弓箭走了出来，他便看见石无星走了过来。兄长，你怎么来了？我就在这附近隐居，今日一早例行卜卦，卜到这里会有狼群猎食人，我便带着他们过来看看，没想到竟遇到了你。听起来好像还挺巧的。确实挺巧的，自从你我沾了因果之后，我就很难卜算到关于你的事情。今日卜的是山中事，反倒遇到了你，我也十分意外。不管有多么的意外，在此时能见到兄长，我是真的开心。若不是兄长及时赶过来，我想把这些狼杀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狼群若是不能一次性杀干净，后面还得缠着我呢。兄长既然住在这附近的山中，想来认得这里的路了。从这里走出去还有些远，我最近潜修的道观就在前面，你去那里洗漱一番，吃些东西，我再送你下山。他的这句话合情有理，慕云舒就算是想拒绝都无法拒绝，如此就叨扰兄长了。石无星见他开口兄长闭口兄长，话里话外都在提醒着他们之间只是兄妹关系。他的眸光略暗了几分。跟我走吧。他带着他往前走。兄长知道这是哪儿吗？这里是10万大山的深处，除了山中的猎鼠，这里很少会有人来。你怎么会在这里？好在这一次遇到兄长，要不然这一路荒无人烟的，我都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呢。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缘分吧。兄长之前一直都在红尘中修行，怎么想到要进山里修行呢？红尘之中诱惑太多，心中难以安静。国师的身份看在寻常人的眼里，或许是十分风光的，却非我所愿。在尘世中漂泊太久了，便想要过安宁一点的日子，便进了山。两人这样走了约么1个时辰后，慕云舒终于看见了山林中的道观了。这附近没有村落吗？没村落的话，哪里来的香火？既然是避世隐居，自然是会跟外界往来的。旁边一个道庄模样的人解释，这是历届道首隐居之所，道首受3000门众供奉，他住的庙宇清静就好，不需要香火。我如今就是你之前说的米虫了。兄长怎么能算是米虫呢？你熟读道经，教化万千道众，受他们供奉绝不是什么米虫。进了道观，慕云舒发现这里确实是座千年古刹，处处都是岁月的痕迹。他原本还担心这一次的事情石无星是不是有参与，但是现在看来他应该是没有参与，毕竟这座千年古刹是没人能在短时间内建得起来。再做旧，石无星让道童去准备饭食。这里是道门清净地，吃的都十分简单，你别介意。慕云舒已经好几天没有正儿八经的吃顿饭了，这会儿就算是道童端上来的是简单的饭菜，他都觉得异常的好吃。不介意不介意，这样就挺好的。你慢点吃，别噎着了。他正吃得开心的时候，外面响起了铃声。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出去看看。他说完大步走了出去。慕云舒抓起一个包子也跟着走了出去。只见外面不知何时拢了一层薄薄的黑云，眼前的天一下子就黑了下来。石无星取过他的琴，席地而坐，直接就弹了起来。那琴慕云舒认识，他之前救他的时候就用的是这把琴，只是今日的琴音和他为他治伤的时候完全不同，透着杀伐之气。等石无星一曲弹完，四周黑气便朝道祖向前的一个净瓶钻去。一群道士在石无星的带领下坐在道祖向前诵道经。慕云舒难得看到石无星这副模样，却知道他这是做法，他再待在这里无益，便打算下山。一个头发花白的老道大声道：封罐了，所有人立即回房，不得出来。道长，发生什么事了？问那么多干什么？赶紧回房，再在这里磨磨唧唧，之前出了事，小心没命。他不太明白这里要出什么事，老道见他还傻站在那里，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快回房啊！我现在能直接下山吗？下山？山已经封了，下的哪门子山呢？刚刚上来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封山了？你是道子今日带进道观的吧？现在没空跟你解释，你先去道子的房间里面待着。我不要回房间，我要下山。根据他的经验，这种封山一般都不知道要封多久。他失踪之后已经在山林之中待了好几天了，于晨渊又不怀好意，处心积虑想要杀了荣九思。他虽然相信荣九思的能力，但是于晨渊身后还有人，那人还不简单。他失踪的越久，荣九思就越是担心，也就越容易出事，所以他必须得马上离开这里，回到荣九思的身边。
不过老道的反对，大步朝前走。你要自己寻死，那也怨不得别人。穆云舒虽然此时还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知道，就算是要封山，也是需要时间的。他此时离开，应该还来得及。可是他走出道观之后，就发现事情不对了。我这是走进玄幻的片场了吗？他知道此时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道观，可是他转过身的时候，发现身后的道观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不见了。穆云舒伸手轻轻按了按眉心，他知道在他找不到路之前，他干脆席地而坐，拿着他方才随手顺的馒头吃了起来。施无星找过来的时候，看到的是正在吃馒头的他。你来了。施无星点头，你该不会也是什么幻象吧？你得让我先确认一下你的身份。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是在书院，当时你来找清远，然后我们就遇到了。你来的正好，你们道观外的路太奇怪了，你帮我看看哪条是下山的路啊？这里所有的路都不通往山下，而是通往镇妖的大阵。他方才刚送完道经，暗影就过来跟他说穆云舒独自一个人下山了，把他急得不行。他已经做好要进大阵捞他的准备了。没有下山的路，我们今天不是才刚上来吗？对不起，你好好的为什么要道歉啊？我不知道道观里今天会出事，将你带了进来。如今封了山，你暂时下不了山。暂时是多久？不知道，得等把观中的那些东西清理完之后，山门才会重新开启。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会把道观建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山林之中，没有香火？我确实问过，你跟我说这里是道手清修之所。那是我们对外的说法，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里该不会镇着什么大妖怪吧？可以这么解释，这里说是道手的清修之所，倒不如说是驱恶之所。道门行事一般是会给人给妖留一线，遇到那些作恶的妖怪都不太会直接杀掉，而是将其收服，然后镇压。这座道观之下有一个巨大的镇妖楼，里面关着自道门建成之后所有的大妖。这事儿简直就是超出了他的认知。他们平时都用道法封印在里面，不太可能逃出去。道门的每一任道子每年都会过来重新加固里面的封印，我是这一任的道子，加固封印的事情就由我在做。只是这里最初的封印早已经松动，我很努力在加固封印了，但是效果却不算好。今天便是有妖冲出了封印，在观中作乱。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道祖就会直接启动护山阵法，将观中的人和妖全部固在里面。只有等里面的妖全部清除，山门才会重新打开。他听着有些脑壳疼，这事越听越玄幻，让他一时间不知道要说什么好。道祖，他不是已经……道祖永在。施无星明白他的意思，给了这么一个让他不怎么能接受的说法。若是你们清除不了那些妖怪，然后被妖怪占据整个道观呢？若观中活着的最后一个人也死了，那么道祖就会启动自毁大法，将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抹去。他实在是没有想到，那些只存在于小说或者电视里的狗血情节会在他身上上演。你们的道祖有些东西啊，都去了那么多年，还能留下这么一套完整的东西，厉害了。对不起，我今天不该带你上山的。不上也已经上了，你现在道歉并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有些好奇，这是巧合还是人为？你不相信我？不是我不信你，而是这所有的一切都太过巧合了。根据我的经验，太过巧合的事情大多都是人为。也是，这事儿确实有些巧。你不相信我也情有可原，且发生这样的事情，就算是我对你道再多次的歉也没有用，因为你确实就是我带上山的。只是云舒，你也知道，我对你绝不可能会有恶意，更不可能将你置于危险之中。我也想相信你，但是今天到如今，我还是想要试一试从这里离开。你不能再往前走了，这里太过危险，你若是再往前，会坠入大阵之中。穆云舒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却直接坚定地从离他最近的一条路踩了上去。在他踩上去的那一瞬间，他隐约看到一片被黑雾交缠的地带，那里群魔乱舞，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将他从那混乱、邪恶、肮脏的空间里拉了出来。穆云舒剧烈的喘气。你没事吧？那些东西就是你所谓的镇压妖？施无星点头。是的。所以如果你不能把这些东西全部收服的话，不是困在这里一辈子，就是死在他们手里。是的。你觉得你多长时间能收服那些东西啊？我的专长其实是卜卦，收妖之事我不算擅长。不过观里有十分厉害的降妖长老，有他在，要收服逃出封印的妖物并不是一件难事，相信不会太久。不太久是多久？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你是被我牵连进来的，我会想尽办法让你尽早离开。我在这里是能的，可是九思他……石无星看向他，我被于晨渊掳走，九思必定十分担心。你有没有办法把消息传出去，告诉他我是安全的，让他安心？云舒，对不起。你除了对不起就没有其他话说了吗？石无星沉默了片刻后道：抱歉。他突然发现，当石无星想要气人的时候，真的能把人气得半死。道祖在启动护身阵法之后，这里就是独立的空间，与世隔绝了。你们道门可真是有个性，我今日真的是长见识了。他说完，气冲冲地往回走，没走几步就扭过头看向石无星。石无星会意，拉过他的手，在他的面前画了一道符，原本消失的道观便又回来了。慕云舒跟着石无星进到道观后，让你不要乱跑，非要乱跑，最后还得让我们的道子去救你。你赶紧给我回房间里面待着，否则一会儿有你哭的。慕云舒什么都不想说，他现在只想离开这里，跟着石无星回了房。方才那位便是观中除妖的长老，他的脾气也有点大，你别和他一般计较。我现在需要你们的保护，又哪里敢跟你们计较什么？道子，以后要辛苦你了。石无星知道他此时正在气头上。这是我的房间，你先在这里休息，我这几日会有些忙，不会回房。等情况稳定之后，我再让人给你收拾一间房。眼下观中会很危险，所有的屋子里我们都布置了符，不要乱跑。慕云舒的眉头皱了起来，他没给他反对的机会，转身便离开了。他知道在这种时候急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他走到了书架旁看了一眼，上面放的书全部都是道门的经典书目。慕云舒前世的学历不低，且因为学了中医，便也系统的学过易经。他左右无事，又有底子在，看进去之后发现这书里的内容竟很有意思，以至于石无星进来给他送饭的时候他都没有发现。他轻轻走到他的身边，看到他手里的书时有些意外，因为那本书是道门的经典。他看见他拿手以桌子上写画画，做了一些艺术的推演。石无星是真的没有想到他竟还懂这些，他此时的推演显然出了问题。把这里改成阵势时，实在是抱歉啊，我在这里很无聊，就随便看了你的书。无妨，这书你都能看得懂？勉强能看懂一些，刚依着这书里内容做了一些推演，发现我什么都推演不出来。你方才的推演5个有3个是对的，这已经胜过不少门中弟子了。慕云舒对他的这个说法只是一笑。还生气吗？当然生气啊，我好端端的受着无妄之灾，简直就是越想越生气。你这么生气还能看得进这本书，当真是天才啊。外面现在怎么样？不太好，有几个弟子已经被妖怪杀了。为什么我们刚才在外面一直都没有遇到啊？因为当时封印刚刚松动，那些妖刚出来，还有些发懵，他们适应了周边的环境之后，就会变得十分的凶残。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都是我的错，害得你被困于此，又哪里能让你再为这些事情伤神？你好生歇着就是，其他的事情我来处理便好。外面这么危险，你可千万小心呢。石无星的眉眼里满是笑意。好，你去忙吧，我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石无星看了他一眼，转身走了出去。他一走，慕云舒谨守心中所念，用方才在书上学到的东西扔了个卦。这一卦补完，果然石无星骗他了。石无星在他这里撒了一个这么大的谎，为的是什么？他心里十分清楚。他拒绝的那么明明白白，他却还是放不下。他此时用了这样的理由和借口将他留在这里，该不会是想把他困在这里一辈子吧？眼下他还不太清楚石无星有哪些布置，直接往外闯肯定是不明智的选择，因为外面一定有厉害的阵法。找石无星撕破脸也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撕破脸之后，他若是还执意的要留下他以后要离开就更难了。入夜后，石无星又来了，他见他坐在那里发呆。怎么了啊？想九思了。他回答的如此直白，倒让他不知道要说什么好。我这一次被雨辰渊掳走，他一定十分担心。此时我又困在这里，虽然我没有危险，但是他不知道，此时他一定满世界的在找我，我好想他。石无星摸了摸袖袍下的手，握了握。之前的事情，你真不生他的气了？那件事情说到底不过是个误会，说开了就好了，我有什么气可生的？兄长，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准信儿啊？护山大阵什么时候才能关掉？放我出去。我之前便对你说过，眼下护山大阵打开了，若里面的妖物不除，大阵便不会关闭，而要将这些妖物全部清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答应你，我尽量快一些将这些妖物除掉。可是这得多久啊？这事儿我也不知道。兄长，我要学习道术，跟你一起驱妖，早日把这些妖物给收了，然后离开这里。他说的这些，石无星也说不出他的错处，他心里纵然不愿。好。慕云舒听到他的这一番话，心却沉到了谷底。看他这架势，怕是真的不会放他离开了。他不放他离开，那他就想办法自己离开。那兄长能教我道术吗？可以。那我明天就开始跟兄长学习道术。石无星答应了
下来。此时已经入夜，他转身走了出去。他出去之后心里有些堵。今日慕云舒对着他一口一个兄长，对荣九思的思念半点都不掩饰。石无星的心里终究有些不是滋味。白发老道走过来道：道子，你真的想好了吗？我若无法破除心中的执念，那么永远都会止步原地。这个过程虽然有些痛苦，但是对我来讲却是最好的方式。他只怕最后的结果还不是好的。夜深了，长老回房歇息吧。白发老道知道他不愿意提及此事，转身离开。石无星站在檐下，却更加寂寥，他的眼里却满是坚定。就算慕云舒不愿意跟他待在这山中古刹里，他也只能暂时委屈他了。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他的想法便会有所改变。我终是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却还回不了头。他准备回房，才想起他的房间被慕云舒占了，他便只能去旁边弟子们的房间去挤。好在白衣老道早就布置好了，他躺下后一点睡意都没有。他翻来覆去的想了很多的事情，在他好不容易刚要睡着的时候，外面就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声音。石无星忙起来，见门口有弟子跑了过来。发生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啊，睡得好好的，突然听到有人在敲锣，锣声还在继续。石无星听出来那是他房间的方向，快步走了过去。怎么了？我睡觉睡到半夜，突然发现门口有一个巨大的影子飞了过去。你说这山里现在妖物横行，我心里害怕。毕竟妖物这种东西更喜欢晚上行动，我怕门口的道符不够坚固，怕被他们给吃了，所以就想请你们来帮忙。吵到你们了吗？你们晚上不捉妖吗？捉，当然捉，我方才就在山门处捉妖。我在后山捉妖，妖怪往哪个方向跑了？我去追他。他往那边跑了。那妖长什么样？没看太清楚，我只看到一个巨大的影子从我的窗前飞过，它长了7个脑袋，10几条手臂，看着好吓人。众人一股脑的往慕云舒说的方向跑去。别怕，屋里的符咒没有被损坏，你很安全。我之前听过很多鬼故事，鬼故事里的妖怪都很吓人，刚才的那个妖怪就跟我听到的那个故事里的一模一样，非常的可怕。石无星知道眼下道观里是什么情况，他说的这些大概率是他自己瞎想的，只是这种事情他不可能对他明说，他们明面上还得做一下。我在这里，你不用怕，我的体质很特殊，一般的妖邪都不敢靠近我的。我不怕，我还要跟你学倒数降服他们。石无星的眸光深了些，轻点了下头。等你们抓了这些妖怪之后，能不能去看看？你不是一直很怕这些东西吗？是啊，就是因为很怕，所以才想看。你懂这种感觉吗？他突然就觉得白天吓他的那一下或许是吓轻了，又或者说从本质上来讲，他就是个胆大包天的人。那我能看吗？那些妖怪长得都很丑，我怕会吓到你。这样啊，那我就更想看了。我想知道他们能丑成什么样子。他的话他已经没办法去接了。等你们抓住了，一定喊我去看看，好不好？好。他之前一直没睡，折腾到现在，他已经觉得有些累了。慕云舒的精神却很不错，拉着他说东说西，他也只能是耐着性子听着。他怕他会害怕，站在外面的众弟子一个个都不知道要怎么做。抓妖之事，全道观的弟子们都知道是个谎言，他们又不得不装模作样的去抓妖。有弟子问：怎么抓呀？随便抓抓吧。慕云说那个妖那么厉害，我们去抓的话，怕是还得弄出伤来吧？这个简单，就说我们追过去的时候，那个妖不见了。于是围着道观跑了一圈，然后回来说那只妖已经跑了吗？那他往后肯定还会再来的。兄长，你一定会把他抓住的，对不对？石无星点头。有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折腾完这么一番，天已经蒙蒙亮了。众人听他这样说，都松了一口气。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就这么接过去了。第二天夜里，众人正睡得香甜，又被锣声吵醒。众人匆忙跑了出来。慕云舒一看见他们，你们终于来了，可吓死我了！我刚才看到一个带血的大脑袋贴在我的窗户上，那个脑袋上8只眼睛，4张嘴，每张嘴里都在流血，看起来好可怕。兄长，是不是封印松动了？又多跑了几只妖怪出来？不等石无星回答，你们这观里关的妖怪真的是太吓人了，个个都凶得不行。我要回家，我想九思想无忧，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石无星被慕云舒吵得脑儿都是疼的。他之前见他闹过荣九思的时候，觉得十分有趣。如今他来闹他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些招架不住。他一向喜静，平时道观里的众人在他的面前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没人敢在他的面前喧哗。可是慕云舒才不管这些，他现在非常严格的扮演着一个被妖怪吓到的人。云舒，妖怪已经走了。是走了，但是他还会再回来的。你们为什么还不去抓妖啊？众弟子今天还是演了一回，然后
后就四散去捉妖。他们表演完之后，正准备回房时，慕云舒的罗臼又响了，众弟子崩溃。他们精疲力尽的去了慕云舒的房间。他说又看到了什么妖，这一次的妖怪似乎比之前的更加可怕，再加上他说的又绘声绘色，十分真实，就连他们自己都怀疑这罐里是不是真的有妖。慕云舒这一波闹完，天又亮了。抓妖的大事就辛苦你们了，你们一定要尽早把妖全部抓到，我不想在半夜被那些妖怪给吓醒了。他们已经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妖怪了，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这话他们也想问。他们白天还要配合施无星的表演，还有早课，晚上又睡不好，这日子没法过了。这几天下来，一个个两眼发青，倒真的像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一样。他不知道他们还能忍多久，只要作不死，那他就会放死里作。施无星这天正在喝药的时候，似有所感，有人从外部闯阵，能找到这里来，还能从外部闯阵的，普天之下也只有荣九思一人了。施无星却并没有太过放在自己的心上，因为他对道门的阵法有信心。荣九思到山脚下后，立即就发现这阵法有些熟悉，只是这个阵法却和施无星之前自己小住的那片山谷里的阵法完全不同。这里的阵法是道门先辈大能留下来的，就算是荣九思都不太可能将这些阵法破开，且这里还不能用暴力的方式破阵，因为这样的阵法是还叠着各种厉害的机括。他站在外面，直接用内力朝山上喊：施无星，我知道你在里面，我也知道云舒也在里面，你把云舒给放了，这件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他的内力充沛，这么一喊，声音就直接飘进了道观。阵法再厉害也不可能隔绝掉声音。施无星在观里听到荣九思的声音时，面色大变，因为这样的声音慕云舒肯定也能够听到。果然没一会儿，慕云舒就匆匆过来找他。兄长，我听到九思的声音了，你有没有听见？我没有听见。封印里逃出来的妖怪，他们都很是厉害，能给人各种幻觉，你会幻听也属正常。真的只是我的幻觉。正在此时，荣九思的声音传来：云舒，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说是你能听见，你给我一个回应。我又听到九思的声音了，这声音真真切切，就连音色也是一模一样的。这正是妖怪的高明之处，你别被他们给骗了。他的心也沉到了谷底。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如何才能骗得过慕云舒？长此以往，慕云舒一定会生疑。真的吗？这妖怪这么厉害，他都没有听过九思的声音，就能模仿得这么像。他发现慕云舒的想法总和寻常人不同，他总能是抓住一些奇奇怪怪的关键点。我没有听见九思的声音，你觉得这声音像是九思的，不过是妖怪想让你觉得这声音是九思的。慕云舒觉得施无星也挺能扯的，这事儿还能这么远。我不管，反正我听到九思的声音了，我觉得九思就在附近。兄长，你把大阵打开，把九思放进来。你不是说妖怪很厉害吗？我觉得九思也很厉害，他一定能帮得上忙的。这大阵一旦开启，除非这里面的妖全部被杀光，否则是不可能关闭的。我不管，我就是要去找九思。他说完就又从他的房间里跑出去，施无星忙追了出去。云舒，你不能乱来。慕云舒出去之后就往关外跑，这一次外面就是翠玉的树林，什么路都没有。慕云舒猜测这一次施无星来不及布置，这应该就是最原始的状态。施无星追了过来，劝他：这里很危险，你不要乱跑。我说是乱跑，是不是会死？是的，抛开这里散落的妖怪不说，护山大阵其实还是个诛杀之阵，这个阵法隔绝了里里外外的路，一旦被阵法卷进去，就必死无疑。别说，你在里面就给我一点回应，我很想你，无忧也很想你。兄长真的打不开这个阵法吗？施无星的手不自觉地握得紧了些。真的打不开。我不管这是妖怪的妖法，还是九思真的在喊我，我都觉得我应该给点回应。施无星以为他会像荣九思那样扯着嗓子喊，这事儿他不担心。慕云舒没有内力，他的声音根本就传不出去。慕云舒从怀里取出了一个纤细的竹筒，他伸手拉了一下竹筒的尾部，竹筒里的东西飞到了天上，然后炸开，变成了一朵烟花。施无星惊到了，慕云舒感觉到施无星的目光，他有些不好意思的道：我怕妖怪闯进来，就到处找武器。你房里没有能打的东西，我找了一番，就这根笛子能做棍子打妖怪。我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就动了你的东西，真的很抱歉。这烟花你是怎么做出来的？我恰好看到道观的丹房里有北地玄珠，就用它做了一些东西。那个烟花呢，是我做的试验品，其他东西我还没有试呢。你怎么知道北地玄珠能用来做烟花？我小时候调皮，看到过做烟花的匠人有用过。慕云舒前世作为军医，经常跟着出任务，这种任务难免会遇到危险，所以曾跟着高手学过怎么制作火药和烟花。你在哪里见到的做烟花的匠人用了北地玄珠？北地玄珠十分昂贵，基本上都在权贵人的手里。道门因为经常用来炼丹，所以备了不少。普通的匠人不太可能拥有北地玄珠。
时间太久，不记得了。他之前就知道他的魂魄来自于意识，只是他在意识是什么样的人，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他也不得而知。如今看来，他的这项能力应该是意识的他会的。兄长是不是觉得我是天才？你是真的处处让人意外，时不时会给人一个大惊喜。这一次我真的有个大惊喜要送给兄长。我们有了火药之后，下次再遇到妖怪就不用怕了。你做了多少火药？没做多少，估计都用不了几回。不过兄长也不用担心，下次再遇到那妖怪，我来保护你。好，我们暂时出不去，先回去吧。慕云舒有些恋恋不舍地往山下看，虽然什么都看不到。快回去吧。我好想九思啊，兄长，我真的觉得就是九思在山下喊我。都说了，那是妖怪，不是九思。回去吧。好吧，是妖怪敢冒充九思，下次我若是撞到他，我一定弄死他。石无形没有再说什么，他突然就觉得把慕云舒留在道观里已经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下一个会做出什么事来。他回到道观之后，发现放在丹房里的北地玄珠全部不见了。他知道北地玄珠的威力，当即便去找慕云舒。他一见他过来，忙道：“兄长来的正好，我恰好有个东西不明白，想要问你。那些北地玄珠都去哪里了？我把它们全部都制成火药了。你刚才说你没做多少火药，是不多，丹房里所有北地玄珠加起来也只有那么一点，我全部做完了，也没有多少火药啊。”他此时的头都要炸了。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慕云舒的计量单位一向和别人不同。那些火药都在哪里？我做好之后就把那些火药散在道观的各个角落。我觉得我跟你学捉妖的法子，短期之内很难有大成，帮不上什么忙，还不如直接用物理的方式来解决呢。若是妖怪闯进来，我就直接点了火药炸死他们。最近妖怪横行，道中弟子死伤无数，如今道中已经没有多少弟子了，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如果那妖怪要攻进来的话，我就跟他同归于尽。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有这样的走向。倒不必如此。要的，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如果我们都死了的话，阵法就会自动毁灭吗？我是觉得，与其死在妖怪手里，还不如跟他们同归于尽。这狗妖怪居然敢模仿九思的声音骗我，我跟他们拼了！他知道，他所谓的拼了，是要用火药把妖怪全部炸死。他伸手按了按眉心，兄长也不用太愁，反正最坏也就是那样一个结果了。我早有准备，我不怕死，我只是舍不得九思和无忧。我若是死了，他们估计会很伤心的。不过我既然进了这个阵法之中，这或许就是我的命。故事是他编的，如今就算是他，一时间也无法收场。不到最后关头，你不要动用火药，同归于尽这件事情，就算要做，也是由我来做。好。那些火药放在外面太危险了，你先把火药全找回来。那些是以备不时之需的，不能找回来。兄长呢也大可放心，那些火药只要我不去点燃，他们就不会被点燃，很安全的。施无星走出慕云舒的房间时，没忍住伸手抚着胸口，他有些心口。他吩咐身边的弟子全道观寻找火药，务必把他做出来的火药全部都找出来。众弟子领命而去，只是那些弟子们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火药的踪影。他们过来复命。道子没有找到火药，一个都没有找到。没有。你们找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类似竹筒之类的东西？众弟子继续摇头。他把东西藏哪里去了？有人看见他这几天往哪里藏东西了吗？众弟子都摇头。这几天慕云舒折腾他们折腾得太厉害，以至于他们一看到慕云舒就害怕，然后绕道走。你们往后小心一点，他把北地玄珠全部制成了火药，都扔在罐中了，随时都可能点燃。好可怕呀！白发老道劝施无星：道子，他实在是太能折腾了，放他走吧。若是让他再留在观中，我怕他会把我们的道观给炸了。这座道观是他们祖师爷留下来的，极为重要，里面放了很多的典籍，是道门的圣地。若是这座道观被慕云舒毁了，他们死后将无颜去见道祖。这件事你让我再想想。他这样说，众人也不好再多说。他们离开后，人心惶惶，看四周的东西，就觉得这个可能是火药，那个也可能是火药。这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啊？现在的他们想死都不能死了，因为荣九思就在山下挡住了出去的路。慕云舒在屋子里看到那些垂头丧气的弟子们，就是折腾人嘛，谁怕谁啊？荣九思在山下看到了慕云舒放出来的那个烟花后，他就知道他在山里且还是安全的。他确定这件事情后，心里便安定了下来。剑姬也开心的道：王妃还活着，真是太好了。王妃那么聪明，就没有她解决不了的事情。她能从那么高的悬崖上逃走，就肯定不会有事。可是这座
有山我们在山脚下走了一圈啊，他就跟个王八壳子一样，坚固的很。目前还没有发现破绽的法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把王妃救出来啊？只要她是安全的，总会有法子的。且她此时给我们放烟花，就肯定会想办法从里面出来。眼下我们先守住这里，再想办法破阵。接下来的几天，荣九思想方设法的破阵，只是这个阵法是道祖亲设，十分复杂，对于他们来讲有些超纲。他对破阵这件事情还没有头绪的时候，接到京城送来的急报。京城那边因为荣九思离开的时间太长，他们已经蠢蠢欲动。元明帝他快撑到极致，他若是死了，朝中一定会起动乱。王爷，要不您先回去，我和剑师爷留下来，想办法去救王妃。本王救了云舒再回去。他虽然知道他不会有危险，但是若是不把他救出来，他实在是不能放心。剑七知道荣九思担心，他骂道：石无星这狗东西真是不做人，老子咒他就地生疮，土地冒烟。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山上就传来轰的一声巨响，一股青烟从山顶冒出来。我这嘴是开过光的吗？这么灵验？要不再来一次？下一刻又是轰的一声巨响，地面都在颤抖。嘿，还真来啊！继续炸起来啊！荣九思看着山上，没忍住笑了一声。他再次肯定山上的那个人是他了，他绝不会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他是他的妻子，他要带他回去。来人，集中力量，从这条路往上开始破阵。他选的破阵的这条路是机关最少的那条路，就算如此，也依旧进展十分缓慢。这件事情纵然难度大，他也要做，因为他知道慕云舒也在努力。如荣九思所料，慕云舒确实很努力，他在努力的逼疯道观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初时只是私下里说说，今日一早就有人派出了一个代表过来谴责石无星。石无星听到他们的谴责，没有为自己辩解，因为将慕云舒带进道观确实是他的私欲。再过1个月，若荣九思还不走，我便将护山大阵撤了。他清楚的知道荣九思不可能在这里久待，只要荣九思一走，慕云舒也就会泄了气。石无星这样的说了，他们也不能再说什么了，他们只能再忍1个月。他们从石无星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脸色十分难看。慕云舒看到他们的表情，问：怎么了？谁欺负你们了吗？怎么气色这么差？我们气色为什么会这么差？他心里没点数吗？我们没事儿，只是没有睡好。也是啊，最近观中妖怪横行，根本不让人休息，没有人能睡得好。观中最大的妖怪就是他了，这种话他怎么能说出口啊？这些妖怪我们得想办法尽快清除，只有把妖怪全部清除了，护山大阵才能开始，我们才能离开。诸位道长，我们一起努力。他们什么都不想说了，他们随意找了个说辞，转身就离开了。慕云舒看到他们的样子，唇角微微勾了起来。他们这段时间应该是快要被他逼疯了，他们如今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他再给他们加把劲儿，他们应该就真的会疯了。他目送着他们远去后，他也回了自己的房间。他回房后并没有做什么，只是发呆。他在算时间，他什么时候动手最合适。中午吃饭的时候，众弟子吃得正香，慕云舒又敲响了锣。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地朝慕云舒所在的方向奔去。慕云舒并没有在地上，而是在屋顶上。我刚才看见有只绿皮的妖怪钻进那边林子里了。他的话一说完，对面的林子里就传来了哗啦啦的巨大动静。他们这段时间虽然天天在抓妖，但是他们自己心里再清楚不过，这里并没有妖。可是那边那么大的动静是什么？他们的心里也生出了几分恐惧。你们快去抓呀！再不过去，妖就跑了。众弟子只能硬着头皮往那边走，只是走过去的时候呢，一不留神就掉进了一个陷阱里。救命啊！什么东西？放开我！站在外面的弟子一看情况不对，忙过去帮忙，然后就一直被陷了进去。他学了这么多天的阵法，其实还只会一点皮毛，破不了阵那就搞破坏。这些人的战斗力真的是太差了。其实也不是这些人的战斗力差，而是他们先入为主的认为这里什么都没有。众位师兄别怕，我来救你们了。妖怪，放了他们，否则我要你好看。只见他从地上掏出了一个土块，照着他们就扔了过来。只是下一刻，巨大的响声直接炸倒了旁边的大树，解救了他们。只是那股子热浪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远比那些藤蔓要大得多。你没事吧？他此时整个脑子都嗡嗡作响，完全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师兄别怕，有我在呢，绝不会让那些妖怪跑了。石无星听到动静赶过来问：怎么回事？兄长，这里有妖怪，我要用火药把它炸死。他看到地上被火药炸得横七竖八的弟子，石无星的脸色有些难看。慕云舒弯腰从地上掏出了一块东西扔了出去，石无星生出不好的预感。等一下，那东西一落地，刹那间四周成了一片火海。他真的是因为这么大的动静，直接将大阵中的很多机关都触发了。一时间，道观的林子里传来了各种机关的声音。他一把拉住慕云舒：够了，兄长别怕，我这火药十分厉害，再厉害的妖怪我也能把它炸死。石无星额前的青筋暴起，他自认自己也是个好脾气的，可是他的那些好脾气在
在面对他的时候，似乎有些不够用了。云舒，你把火药全埋在这里了？不是啊，我上次支了不少出来，我在道观里面埋的比外面要多，这里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是就算是这些，就算不能杀了那只妖，也能重伤那只妖。看来兄长今日也能看到我的决心了。若是那妖怪真的要闯进观中，把我们全部吃掉，我也有能力和他同归于尽了。石无星他现在可太相信了，就这些火药，要将道观炸毁，绝对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的能力，只是云舒，这东西的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你以后不要用了。那怎么行？我既然已经进了道观了，那就是道观中的一份子，是与道观共存亡。白发老道此时也赶了过来，他看到那些受伤的弟子，表情极为复杂。他看了石无星一眼，又看了慕云舒一眼，最终没有多说什么。这一次，慕云舒伤了留在观中的近一半的弟子，他们的伤虽然都不算重，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那样的外伤，痛起来也是真痛。受了伤的无比崩溃，那些没有受伤的，桃子这到底是从哪里找来这么一个可怕的女子啊？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慕云舒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自觉。今日若不是我用了炸药，诸位师兄怕是都会被妖怪吃了。你们如今只是受了点伤，没有生命危险，已经很好了。他们已经不想说话了，因为这件事情只有说出真相才能揭穿他的话。可是石无星不让他们说出真相，在这个时候他就只能忍着。你们不用感谢我，你们这段时间一直在保护我，以后呢就由我来保护你们。众弟子无语，他的保护他们实在是承受不起啊。这是我用自己采的药草做的药膏，治外伤的效果极好。现在呢，我把这些东西送给你们，你们自己上药吧。众弟子看了他一眼，你们的伤好了之后，才能继续跟妖怪搏斗。他们突然觉得受伤了也挺好的，不用继续抓妖了。安慰好他们之后，白发老道又来找石无星。今日的事情你也看到了，再这样折腾下去，只怕不止道观会毁，我们怕是都得被他给折腾死。道子，就算他是你的执念，你也留不下他。阿影则在石无星的身边道：慕云舒平时虽然作得很，但是也没有这么做。我怀疑他已经发现我们是在骗他，他故意弄出这么多事情来折腾我们。石无星其实之前就有这样的怀疑。慕云舒一向聪明，这世间的事情只要他不钻牛角尖，就没有什么人能骗得了他。这一次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将他留观中，不太愿意相信这件事情。此时阿影把这件事情说破，他便知道他不能再自欺欺人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你们照顾好那些受伤的弟子。两人轻轻叹息了一声，应了声。石无星找到慕云舒的时候，他正抱着一本书在看。云舒，我们谈谈。兄长要和我谈什么？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道观里有妖怪的事？慕云舒一听他这样问，就知道他这是想要跟他摊牌了。兄长怎么会这样说？毕竟我是观中见妖怪见得最多的人，我对观中有妖这事一直深信不疑。还是说兄长从一开始就骗我了？观中并没有妖怪，我之前和兄长一起见到那些妖怪其实是假的，是兄长用道术幻化出来的。石无星听到他的这番话，立即就明白他其实从来就没有信过他。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没有信过我？在这个世上，兄长是极少数几个让我信任的人，否则的话我那天也不会跟着兄长进道观的。只是兄长对我似乎就存了几分中东的心思。我曾离过魂，见识过这世道另外一面的风景，有这个基础在，其实要相信这世上有妖之事并不难。兄长是不是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你对我其实一直都有防备之意，并没有真正相信过我。我一直信奉一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兄长道行高深，行事高洁，一直都是我极为尊敬的人。你尊敬我，却始终和我保持着距离，对我十分疏远。我一直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我知道兄长对我的那些心思，而我心里只有九思一个人。我心里只有九思，却还不和兄长划清界限的话，那我又算什么？他此时再无前几日在人前那副嬉笑玩闹的模样，整个人十分正经。你真的一点机会都不愿意给我？不是我不给兄长机会，而是我对着兄长从来就生不出那方面的心思。我看到九思就想和他亲近，他脾气坏，我没事就还想逗逗他，看看他脾气到底能坏到哪一步。他不完美，有一堆的毛病，但是我就是喜欢他，我喜欢他那副静静的样子。兄长的性子好，对谁都温和，任谁和兄长相处都是如沐春风。兄长与我就如同高高在上的神，只可远观不可亵渎。我胆子小，不敢对神灵生出亵渎之心。在南诏的那2年，我对九思有误会，那2年我都没能对兄长生出其他想法。我想这一辈子都不太可能了，还请兄长放过我，也放过自己。不是我不肯放过你，也不是我不肯放过我自己，而是你是我这一生的执念。我若是不能得到，我这一生可能都得不到解脱。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强求过任何人和事，对你，
我却想强求一回。穆云舒原本以为他们把话说透，他应该知道，他若是再强留，只会把他们之间的情分全部耗光。以他以往的行事风格来看，也该放下了。他却没有想到，他就会听到他的这句话。兄长想要做什么？施无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道丹房里有多少北地玄珠，我心里很清楚。就算你全部把那些北地玄珠做成炸药，做出来的数量都是有限的。你之前在关外炸掉的那些，就算不是全部，也应该差不多了。所以兄长是执意要将我留在这里吗？不是我要强留你，而是就算如今我让你走，你也走不了了。什么意思啊？你方才那一炸将阵法震坏了不少，我如今已经打不开护山大阵了。他对他的这个说法存疑，因为他最近在他的面前撒了太多的谎。我也很好奇，九思什么时候能将这阵法破开，而元明帝还能给他多少时限，让他来破阵？兄长不是打不开护山大阵，而是不想打开吧？是不是如今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会再相信？穆云舒没有说话。这几日你就待在房间里，不要再四处走动了，给弟子们一点喘息的时间，他们是无辜的。给他们喘息的时间，这话应该我对兄长说才是，不是我要折腾他们，而是兄长给了我折腾他们的机会。他们是无辜的，我又何尝不是无辜的？我是真的没想到，兄长如今竟也变成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施无星的表情一凝，兄长真的觉得这里能关得住我吗？施无星的表情微变，我也想知道这座千年古刹能不能经得起这一次风浪。你想做什么？我不想做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跟我的夫君和孩子团聚。所有阻止我跟他们团聚的人和事，我都不会手下留情的。若是往后我有什么过激行为，还请兄长见谅。在这一刻，他们便算是完全撕破了脸。他虽然觉得他用北地玄珠做出来的火药应该是用的差不多了，但是他此时的表情太过镇定，让他心里发毛，转身离开。话说破之后，穆云舒也就懒得再敲锣了，因为折腾这些弟子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这一夜，众弟子难得睡了个安稳觉，才到半夜，他们就觉得有些不对，他们吓得立即就爬了起来，手忙脚乱的开始救火。他们扑了一会儿，总算是把火扑灭了，而东方也亮出了鱼肚白。施无星在灭了火之后，就去找穆云舒。施无星走到他的身边，压着脾气问：火是你放的？是啊，没有火药，那就火来凑。施无星一时间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兄长，你是留不住我的，生命不息，抗争不止。你想让我消停，除非杀了我。知道他们很无辜，但是我觉得我也很无辜。我们如今把话说破，那么今夜只是开始，往后我也不能保证还会再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施无星的脸色十分难看，因为他知道这种事情他是真的做得出来的。他定定地看着他，兄长，你期待吗？你就这么不愿意留在我的身边？若兄长不将我强行留在这里，我也不会做这些事情。原本不想对你用什么手段，但是现在我觉得很有必要了。穆云舒听到他的这句话，心里生出了不好的预感。他发现施无星的眼睛似乎和之前有些不一样了，他的眼睛黝黑的犹如千年的幽潭，能吸引人，把人坠下去。他轻轻甩了下脑袋，想避开他的视线，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挪开眼睛。兄长，你会后悔的。他说完，直接往地上躺去，失去了知觉。施无星伸手将他抱住，是你逼我的。他这一次能火烧道观，下一次还不知道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只能用一些手段了。穆云舒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一处虚无的空间，他的身体漂浮在半空中，没有半点着力的点。这种感觉让他觉得很不舒服，却又无能为力。他听到耳畔有人温柔地对他道：云舒，过往皆云烟，如今是新的开始。如今你只是你再无牵挂，你有着最闲适的心，最自由的灵魂。再无牵挂，闲适的心，自由的灵魂。那记声音又重复了一遍，他也跟着重复。这一遍遍的重复里，让他的心渐渐静了下来，仿佛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跟他无关。这种无牵无挂的感觉让他觉得很自由，就觉得人生好像少了些什么。正在此时，一记霸道的声音传来：云舒，你连我也不要了吗？紧接着就是一介孩童的哭声：娘亲，我又要娘亲。他在心里问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无牵无挂就是最大自由了吗？那些方才被他抛到角落里的记忆瞬间就又涌进了脑中。他猛地睁开了眼睛，一拳砸了出去。去他娘的自由，老子是要荣九思，要小无忧。他这一拳直接砸在施无星的脸上，他十分震惊地看着他。刚才他对他用了道门的秘术，能替他清除掉所有的记忆。他曾经离过魂，魂魄不太稳，是最适合做这些事情的。只要他用了这个术法，就有90%的把握替他清除掉过往的记忆。所以他这一拳打过来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防备。
石无星，你怎么能做这么无耻的事情？我一向敬重你，你却要抹掉我的记忆，让我忘记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人，揍你都是轻的。他越说越气，反手又是一拳。这一次，石无星握住了他的手，他下意识的就要去瞪他，却又想起方才和他对视时他中招的事儿，他立即撇开视线，他的眉头微微一皱，想也不想，张嘴就狠狠的咬上他的手。云舒，他没有松手，他就没有松口，鲜血流了出来，血腥味弥漫进了慕云舒的嘴里。到此，他说完，欲过来用手劈慕云舒，却被石无星拦了下来。云舒，是不是不管我做什么，在你的心里都不如九思？是的，在我的心里，你只是兄长，而他是我的夫君。我知道了。你所谓的知道了是什么意思？石无星看到了他眼里的戒备，他心里一阵刺痛。不管他是否愿意承认，他都得承认，经过这一次的事情后，他们之间的情分已经断了。道门讲究缘法，有些事情既然强求不来，他就不再强求。所以道子这是要放我离开了吗？是的，只要你能离开。慕云舒的心里生出不好的预感，下一刻他不受控制的往地上倒去。你用毒了？没有，我在你的面前用毒的话，那是不自量力。你的魂魄受过伤，是我治好的，我的血对你而言就有剧毒。你这又是何苦？石无星看了他一眼，将他抱了起来。慕云舒之前那一炸坏了不少阵法，荣九思带着人已经连破了好几个阵法了，已经到了半山腰了。我们现在要离开吗？走吧。他说完就抱着慕云舒往外走。虽然护山大阵已经开启了，但是他要出去却还有法子的。他们到山上之后，便看见藏匿在山林之中的道观，道观此时还在冒火。不愧是我家王妃，真的是太厉害了。剑士一则抢在他之前去找慕云舒，只是整个道观已经人去屋空，里面一个人都没有。石无星是属耗子的吗？跑得可真快，这里又看不到下山的路，他们从哪里跑了？既然石无星能逃走，就一定还有其他的路，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道门的这些人个个都是伪装的高手，八成会在下山的路上布下了障眼法。他说完，亲自带着众侍卫去找石无星离开的路。约莫1个时辰之后，被荣九思在一座巨石后找到了下山的路。荣九思果断带着人追了下去。石无星带着慕云舒和观中的众弟子从道观出来之后，如今到了这一步，众弟子就觉得他们实在是无法忍下去了。他们当中年纪最长的那个弟子站出来道：“道子，请你放了慕云舒离开，若是再将他带在身边，还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灾祸。”他一说完，立即就引来其他弟子的附和。石无星看着还昏迷不醒的慕云舒，他知道他炸了道祖的像之后，他若是再把他留在身边，这些弟子们都不会同意。且荣九思第一营的追踪术举世无双，他不觉得他们这一行人能逃得过荣九思的追踪。这一次终究是我考虑不周，拖累你们了。等到前面安全的地方，就把他放了。众人松了一口气。出了山林之后，石无星信守承诺，他把慕云舒放在山林外的一间木屋之中。若我能在他之前遇到你，那该多好。我们这次分别了，但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还会再见。他说完了这句话，没有再看他，带着众人离开。只是他们才打开门，就看见荣九思带着侍卫站在门口。石无星看到荣九思的时候，微微眯起了眼睛。荣九思来的速度比他预期的要快得多，不愧是荣九思。果然是你。他对上荣九思的目光。是我。荣九思对着他缓缓拔出了腰间的佩剑。本王曾经说过，你若再打他的主意，就不会再对你客气。你既然做下了这样的事情，本王便不能再留你了。说话间，剑尖直指石无星的眉心。石无星的身形往后急退，暗影从旁边掠了过来，横剑挡住了荣九思的剑。道子，快走！在荣九思动手的那一刻，剑七等一众侍卫全部都动了手。两拨人马一动手，场面瞬间十分混乱。石无星轻轻叹息了一声，他也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会和荣九思走到这一步。两人细算起来，也有多年的情谊，如今却走到了兵戈相见的地步。只是这一天来得比他预期的要快要早。石无星从怀里取出了一个白玉做的箫，放在了唇边，轻轻吹了起来。箫声温柔如水，如丝般从众人的耳畔划过。众侍卫下意识的伸手捂着耳朵，却发现他们就算是捂住了耳朵也没有用，依旧疼得厉害。道门弟子一听到箫声，立即在嘴里念念有词。荣九思冷眼看向石无星，他知道这种功法是石无星独创的。石无星作为道门难得一见的天才，绝不是浪得虚名。石无星吹响这只笛子后，便带着众弟子往后退。众侍卫想要去追，却有心无力。荣九思将弓拉得有如满月，剑尖直指石无星。
暗影看到这情景，立即挡在石无星的面前，利箭射穿暗影的身体，然后射到石无星的胸口。石无星的笛声轻轻颤了一下，却很快就又恢复了过来。旁边的弟子扶着暗影，护着石无星飞快的往后撤。他们走远之后，箫声也渐渐停歇。荣九思嘴角溢出了血痕，他方才强行压箫声的影响，对石无星射出了那一箭，他也受了伤。有本事就明刀明枪的来啊！这样玩阴的，那太不要脸了。他也没有玩阴的，也算是明着来了，只是他的功法真是让人防不胜防。荣九思伸手将嘴角的血痕擦去，转头就进了房间。此时慕云舒已经醒了，他挣扎着想要下床，荣九思一把将他抱住。你没事吧？慕云舒看向他，他唇角的血痕没能完全擦尽，那一抹红色沾染在他的唇边。我没事，你把手伸过来，我给你把脉。荣九思见他面色苍白，怎么看都不像是没事的样子。他此时说没事，只是不想让他担心而已。他醒来没管自己，便要替他把脉，这表示他心里很关心他，他心里温暖却又心疼他，伸手一把将他抱进了怀里。是我不好，把你弄丢了。这事哪里能怪你啊？他们以有心算无心，早早就做下了布置，根本就防不胜防。我不在的这段日子，有没有想我？荣九思刚想回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我，反正我挺想你的。荣九思看向他，见他面色虽然苍白，他的眉眼里带着温软的笑意，娇媚可爱，看得荣九思的心里一片温软。那我想你就比你想我更多一点吧。慕云舒眨了眨眼，这样的荣九思他其实不常见，他的性子霸道，并不擅长说甜言蜜语。他们这次重逢之后，他似乎在这方面无师自通了。他伸手搂着他的脖子，在他的唇上亲了一口。你这么想我，奖励你的。剑妻这会儿刚好走进来，要向荣九思请示后续的行动。一看这情景，就飞快的往后撤。荣九思扭头看了他一眼，他立即伸手捂眼睛。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他说完，飞快的撤了出去。荣九思看到他这副傻样，懒得搭理他。你现在能走吗？他这会儿恨不得把他抱到怀里，狠狠的亲一口，却又知道此时他明显不对，并不适合亲近，他得先带他去找大夫看病。应该可以。只是他还是高估了自己，差点一头栽在地上。荣九思一把抱住他，我抱你吧。慕云舒十分配合的伸手勾着他的脖子。好。荣九思见他的脸上满是笑意，心里的担忧更浓。一般情况下，他这样笑，要么是做了坏事，要么是想要遮掩什么。他此时想要遮掩的，也只有他身体的情况。准备马车。剑气欢快的应了一声，飞快的去准备马车。他抱着慕云舒上了马车之后，他又昏睡在他的怀里。荣九思轻唤了慕云舒几声，他都没有反应，他的心沉到了谷底。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大夫，大夫给慕云舒把完脉之后，这位夫人的脉象平和，没有生病。他若是没有生病，为什么昏睡不醒？这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他太累了，所以睡着了。他是不是中毒了？大夫再次给慕云舒把了把脉后道，他的脉象也不是中毒。荣九思的眉头皱了起来，他没有生病，也没有中毒，却昏迷不醒，这让他的心里生出了不好的猜测。之前他的神魂受伤之后，也是天天昏睡不醒，此时的情况和当时有些相似。他若受的是这种伤的话，就真的麻烦了。荣九思没有为难大夫，交了诊金后，就抱着慕云舒回到了马车上。王妃该不会是被石无星做了什么手脚吧？他的那些手法真的让人防不胜防。王妃这病要怎么治啊？荣九思垂眸看向慕云舒，不管用什么法子，本王都要治好他。这狗东西简直太过分了，把王妃掳走也就罢了，他这样伤害他，简直就是禽兽不如。荣九思带着慕云舒先和慕无忧会合，这段时间找慕云舒不能时刻的带着慕无忧，为保万无一失，便让剑12送他去了军营，让剑3亲自照顾他。荣九思此时过去的时候，慕幽正和双儿在看军中的将士操练，他一看见荣九思，直接就朝荣九思扑了过来。爹娘呢？你娘亲在马车睡觉呢。他也不管荣九思了，直接就跳上马车去找慕云舒。他看见慕云舒的时候，开心的喊了一声娘亲。他说完又伸手捂住自己的小嘴，生怕吵到慕云舒。慕无忧在确定荣九思真的把慕云舒找回来后，他便从马车里跳了下来，他不留神，眼见着就要脸着地，被荣九思一把拎住。小心一点，小声一点，娘亲在睡觉，不要吵到她。荣九思看到他的举动，心里又暖又酸，他的儿子真的很乖。好，我们小声一点。双儿此时也跟了过来，他心思细腻，他看到荣九思的表情后，心里生出了不好的预感，他不敢在慕无忧的面前问，就拉着剑11到一旁说：公主这是怎么了？剑11粗略地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最后总结：王妃她是被道门的术法所伤，寻常大夫可能治不好她的病。双儿的眉头皱了起来。
龙九思接到穆无忧之后，就直接往京城的方向赶。穆无忧跟着他们一起回京城的路上，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爷，娘亲她到底怎么了？她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跟无忧说话？无忧，别担心，你娘亲很快就会醒过来。两人正在说话间，穆云舒睁开了眼睛，穆无忧眼尖的看到了，立即跑到他的身边。娘亲太懒了，又睡懒觉。娘亲前段时间打坏人去了，没睡好觉，现在呢要补一补觉了。这几天娘亲会睡得多一点。无忧，你要乖乖听你爹的话。娘亲放心吧，无忧最乖了。穆云舒知道自己这一次中了施无星的招，只是这些事情跟穆无忧说了，他只会更担心。娘亲知道无忧最乖了。他们说话间，马车已经快到城门口。正在此时，一个道人走了过来。见过王爷，施无星派你来的。道子有样东西让我交给王爷。荣九思的眸光冰冷，施无星能安什么好心？只怕又想算计我们家王爷。道子说这枚药能够治王妃的病。施无星会这么好心？剑七，把药收下。剑七应了一声，走到那位道人的身边，把药丸收了下来。施无星还要说什么吗？道子说他是存有私心，但绝对没有害王妃的意思。王妃此般会这般，完全就是意外。这药服下之后，王妃的身体便能暂时恢复正常。暂时恢复正常，什么意思？道子说王妃因为意外成了这般，之前道门之中没有先例，他暂时也没有找到根治的法子。这枚药能保王妃1个月内没事儿，在这段时间里他会想办法为王妃配药，若是能找到合适他的药，就会派人送过来。什么叫做这药只能保王妃1个月没事儿？施无星是想用这件事情来拿捏我们家王爷吗？贫道来之前，道子就曾经说过，王爷怕是不会相信他的这番话的。但是他让贫道转告王爷，不管王爷信不信，他对王妃都没有恶意。至于拿捏王爷这件事儿，王爷也大可不必担心。他若是找不到根治的法子，每个月会按时送药过来。施无星真不要脸，王妃是因他而生的病，他若不强掳走王妃，根本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他此时摆出这番姿态来，该不会还想让我家王爷夸他吧？那道人由得剑七骂，并不反驳。王爷，药已送到，话贫道也已经带到了，贫道就先告辞了。你替本王给施无星带句话。王爷请讲。你告诉施无星，不管他存的什么心思，此番他愿意送药给云舒，本王都感谢他。本王虽然很讨厌他，却也愿意相信他对云舒没有恶意，也没有拿捏本王的心思。但是不要再让本王看见他，一旦看见他，必诛之。那道人听到这话，身形一僵。贫道会把王爷的话带给道子。那道人走后，施无星这狗日的见天的不做人，不要让老子看见他，看见他一定把他脑袋砍下来做夜壶。王爷，这药要给王妃吃吗？等王妃醒来之后，她看过药之后再说。剑十一点头，还是王爷想的周全。穆无忧在旁听到他们的对话，他想了想后问：爹，娘这是生了大病了吗？你别担心，你娘很快就会好起来。真的吗？你要相信爹，只要有爹在，你娘就不会有事。穆无忧似懂非懂的点了一下头。荣九思其实没有他对穆无忧说的那么乐观，但是在穆无忧的面前，他总归得展现的乐观自信一点。施无星此时离他们不算远，他看着马车载着荣九思和穆云舒进了京城，他轻轻叹息了一声，知道这一次和穆云舒分开之后再见就会很难。他对穆云舒从始至终都没有恶意，他动过抹去他记忆的心思，为的是和他长相厮守。这一次让他受伤，说到底不过是一场意外，他盼着他身体健康，无病无灾，又哪里舍得真的伤他？前去报信的道人回到他的身边，跟他说了方才荣九思让他带的话。你有看见云舒了吗？他怎么样了？我过去的时候，他在马车里，似乎还昏迷不醒，便没有看见他。施无星轻点了一下头，没忍住轻咳几声。上次荣九思那一剑伤到了他，虽然没能要了他的命，却也让他吃了不小的苦头。道子保重身体。无妨。暗影怎样了？周大夫说暗影的伤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卧床休息一阵子就能大好。好好照顾他。道子是有其他的打算吗？我要去一趟京城，有些事情需要处理一下。荣九思是道子如仇敌，京中是他的地盘，道子进京若是被他发现，他必定杀了道子。那就不让他发现好了。再则，京中看似是荣九思的地盘，其实却并不是。京中的势力庞杂凌乱，想要荣九思的命的人很多，我去了反而安全。道子可是有什么计划？有些事情终究意难平，我走到如今这一步，总有几分不甘心。道人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轻轻叹息了一声。
我懂道子心中的执念，但是我们是修道之人，最知晓这世间的因果和缘法，知道有些事情是强求不来的。道理我都懂，但是终究放不下。那道子保重。我知道我如今的形势有些不妥，已不堪为道子。你回去之后和几位长老商议一下，另选一个贤德之人来做道子吧。道子，这是为道门好的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旁的事情我都可以答应道子，但是这件事情却是万万不可。道子是道门近100年来的天才，说句不夸张的话，道子的道法之精深远胜前几任道子，道门的阵型都落在道子的身上。我也相信以道子的能力，一定会带着道门更进一步。道子只是暂时陷入执念之中，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道子必定能够消除内心的执念。只要道子的执念一消失，就依旧是我道门最优秀的道子。我真的不适合再做道子。道人跪在地上道：还请道子尽快打消这些想法，我等道门弟子都愿意陪在道子的身边，和道子共进退。你们这又是何苦？国不可一日无君，道门不可一日无道子。你先起来吧，这事儿你让我再想想。我等敬重道子，等道子回来。石无星叹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道人离开之后，石无星站在原地想了很多事情，心里乱成一锅粥。荣九思此时已经带着慕云舒回了摄政王府。荣九思抱着慕云舒往王府的主屋走去。他虽然已经有段时间没在府里，新来的管事都把里面打理得井井有条。新管事姓杜，叫杜新之，是个性格温和、行事周全的男子。他一听说荣九思回来了，忙过来道：陈王和尹大人近来每天都差人来问王爷是否已经回府，属下要不要给他们传个信儿，请他们过府一趟。这几日京中可有发生什么事？京中明面上还算太平，只是暗地里却风起云涌。王爷这么长时间不在家，有些人难免就会生出其他的心思。陈王和尹大人已经有些压不住了。荣九思冷笑了一声，这段时间很多人都盯着摄政王府，今日王爷一回来，他们只怕全都知道了。荣九思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太过意外，元明帝和那几位皇子若是老老实实的，那才叫奇怪。也好。王爷迎娶南诏公主的事情，京中有很多猜想，让他们去猜。杜新之听到荣九思的话，便知道他心里有数，便不再多说什么。他们说话间，慕云舒醒了，荣九思立即过去问他，感觉怎么样了？这几天呢，就跟玩猜猜乐似的，每天醒来都在不同的地方。我上次昏睡之前还在想着，下次醒来会不会就已经到王府了呢？荣九思轻笑了一声，他知道他醒来的时间不会很长，直接就把那枚药丸递给他。慕云舒不解地看向他，这药丸是石无星派人送过来的，说能治你的病，你看看能不能试？慕云舒听到石无星的名字，轻轻眨了眨眼，接过药丸看了看，再放到鼻子面前闻了闻。他闻完之后，用指甲抠了一点，放进嘴里尝了尝，眸光深了些。这枚药丸可是有什么不妥之处？里面用的药材十分不简单，里面用了一味名叫追魂的药材，我之前在皇宫里见过一次。他曾经神魂受损过，还曾自己去试过药性，所以他对这味药材还算熟悉。只是就算是南诏的皇宫，这种药材也十分罕见，总共也就只有那么一小盒。所以说这枚药丸真的能治你的病？慕云舒点头。那能根治吗？我虽然医术还算是不错，但是之前研究的方向都是正常病理上的，并没有研究过神魂上的病症，所以我也不知道这种药能不能根治。就算能，这种药我也调不出这种啊。里面还有我们找不到的药材吗？是的，这里面还添加了血，我粗略估计这血应该是石无星的，且这枚药里最重要的，他是因为咬了石无星，喝到他的血才会变成这样子。根据医理上的因果关系，所以这些药材本质上来讲，应该是在调和石无星血里的毒，变成能暂时控制他病情的药。荣九思的眉头皱了起来，他这会儿就想把石无星给宰了。你也不用太过生气，我这段时间再研究一下，也许能找到治我病的法子呢。荣九思觉得慕云舒此时这样说不过是在安慰他，因为神魂上的东西玄之又玄，而他对这些并不太了解，更不要说医者不自医。上次让石无星跑了，算他运气好，下次如果再让我见到他，定将他碎尸万段。慕云舒知道石无星上次能逃走是因为他用了道术，他的道术精深，这一次是这种道术，下一次还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道术。他伸手轻轻抱着他，别生气了，下次遇到他，我跟你一起收拾他。荣九思听到他这句话，心里舒服了些。你若是下不了手的话，也不用勉强，有我对付他就够了。还有什么下不了手的？我之前把他当作是我兄长，在他掳走我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我敌人了。你知道的，我对待敌人从不手软。荣九思之前最怕的是慕云舒对石无星动心，他如今知晓他对石无星再无一点情分，这事让他十分开心。在他的额前亲了一下。
绝对不手软。慕云舒笑了起来，猫进他的怀里。荣九思虽然心里还有一些隐忧，但是对他而言，这件事情也算是一件好事。以后石无香便是连他情敌的资格也没有了。慕云舒确定药没有问题后，直接就服下了。他服下之后，没一会儿就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起来。慕云舒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整个人的感觉很好。正在此时，陈王和尹兆芳来了，和他们一起过来的还有陈王妃。荣九思去书房和陈王他们议事。陈王妃在看到慕云舒的时候，眼睛微微泛红。云舒，娘亲，这3年你可有想我？想，我很想你，快让为娘好好看看你，你怎么又瘦了？我没事，倒是娘看着比以前瘦了不少。宝儿调皮，太折腾人。我虽然瘦了些，但是心里很开心。慕云舒离开大晋之后，心里记挂陈王妃。他虽然不能再为陈王妃施针，却定期为陈王妃开新的方子过来。再加上两人又时常有通信，陈王妃会在信里说清楚她身体的情况。慕云舒再根据有些信息调整药方。陈王妃在吃了慕云舒1年的药之后，身体便恢复了不少，而后怀孕生下一个儿子。这件事情对陈王和陈王妃而言，简直就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两人为孩子取名叫宝儿。宝儿如今已经9个来月了。娘亲，一会儿我再给你开个方子，你好好调理一下身体。好啊，你和九思和好了。我们之间原本也就是误会，现在误会解释清楚了，自然也就好了。唉，感情之事只有自己才知道各种滋味。只要你和九思相处的开心，他待你又好，那便什么都好。慕云舒认可他的说法，轻点了一下头。之前我听你爹说九思要去南诏接你，我心里其实是有些担心的。我当时呀，是既盼着他把你接回来，又怕他把你接回来。盼着你回来，是因为我很想你；怕你回来，是怕九思将你强行掳回来。如今见你虽然瘦了些，但是心情却似不错，我也就放心了。他今天来之前，心里还十分的担心，怕慕云舒和荣九思还没有完全和好。如今看来，他是白担心了。娘，你就放心吧，往后九思可不敢欺负我。我如今不但是南诏的公主，还是你们的女儿。她再给我气手，娘就帮我收拾她，给我好好出出气。好的。母女两人在房间里又说了一会儿提起话，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孩子的哭声。两人忙出去一看，见宝儿在嬷嬷的怀里放声大哭，两条小短胳膊却拼了命的朝慕无忧的方向伸去。慕无忧看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宝儿，一脸的嫌弃：“你别过来！”宝儿不会说话，却能感觉到人的情绪。他听到慕无忧的话后，哭得更加厉害了。他一哭，陈王妃心疼的不行，忙从嬷嬷的手里把宝儿抱过来。陈王妃和宝儿母子连心，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这是要和慕无忧一起玩。慕无忧则跑到了慕云舒的身边道：“娘亲，这个小弟弟好坏哦，他把爹给我做的9连环摔坏了。他不但不道歉，还哭得比我还大声。我不要跟他玩了。”嬷嬷再说了一下方才的事件的起因：“你的小叔叔还不会说话，他没办法道歉的。”“什么？他是我小叔叔？凭什么呀？”“凭他爹是你爹的叔叔。”“娘，这个叔叔我能不要吗？”“大概不能。”慕无忧的嘴扁了起来，他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他也想哭了。你若是不愿意喊他叔的话，你们论自己的，你喊他弟弟也行。慕无忧朝他看去，他从怀里取出了一个金锁，递给了慕无忧。无忧是吧？这是我给你的见面礼。慕无忧扭头看慕云舒，她是陈王妃，是宝儿的母亲，也是我认的义母，你可以叫她祖母。她看起来那么年轻，我觉得我叫她祖母都把她叫老了，我觉得叫姨姨还差不多。哎呦，真会说话，这些都给你了。慕无忧觉得这一次是他凭实力从陈王妃那里得到的，他开心的收了下来。谢谢姨姨。陈王妃开心的应了声。完了，这辈分全都乱了。正在此时，门房过来道：“王妃，三皇子妃求见。”慕云舒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三皇子妃是谁。我才刚回来，苏玉心就找上门来了。他这是嫌他小日子过得太舒坦了，想让我收拾他一顿吗？他算什么东西啊？哪里值得你费神？我觉得娘亲说的是对的，他根本就不值得我费神。我不见他，把他轰出去。他当初嫁进王府时，没有一点后盾，都敢收拾苏玉心。如今他和荣九思夫妻恩爱，身后还有整个南诏，他就更不需要怕苏玉心了。门房应了一声，转身去轰人。陈王妃非常喜欢慕云舒的行事方式，对付苏玉心这种人真不需要客气。
苏玉新此时就在摄政王府的外面，他有些紧张的朝里面张望。我当年说不多此一举，嫁给荣九思，那该有多好。他原本已经放弃了，这一次听说荣九思求娶了南诏的公主，并将她带回了京城，他便想着来探一探虚实。如果穆云舒还活着的话，他只要告诉南诏公主有关穆云舒的事，那么南诏公主肯定会杀了穆云舒。如果穆云舒已经死了的话，那么他就能从中挑拨离间南诏公主和荣九思的感情。他觉得他此时亮明身份来见南诏公主，南诏公主是一定会见他的。事实却给了他一个大耳刮子，他没有等到南诏公主见他，却等到了把他轰出去的侍卫。你们好大的胆子！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还请三皇子妃见谅。你还知道我是三皇子妃，竟都敢这样对我！在我们这些下人的眼里，听主子的吩咐就好。这世间的女子，我们只认我们的王妃，对其他人就不需要客气。他这话是明明白白的告诉苏玉新，他再叨叨就直接动手揍他了。苏玉新气得不轻，他想要发作，却又知道没了依靠的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在摄政王府闹事，他心不甘情不愿的走了。南诏公主，既然你如此不给我面子，那就休怪我对你不客气。穆云舒此时不知道苏玉新做了什么，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放在心上。他和陈王妃说了一会儿闲话，见妻乐颠颠的过来问王妃今晚要不要吃锅子。穆云舒还没有回答，要我已经把肉买回来了，我再去把寒冰锁搬出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下来。他前几天一直昏睡，此时醒过来精神还不错，便亲自去厨房去做调料，准备吃锅子。等他做好之后，荣九思和陈王、尹兆峰意识也一完了，便围在一起吃锅子。陈王看到穆云舒的时候笑了起来，看着精神还不错。王叔好久不见。确实好久不见，上次分别之后，如今再见，你这身份就不太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啊？我还是九思的妻子，还喊你王叔。也是，王妃不在大晋的这几年啊，王爷是饱受相思之苦啊。如今王妃回来了，王爷的心也就安了。我现在也很安心。那就太好了。累不累？我睡了那么久，刚好活动一下筋骨。荣九思对他有些担忧，毕竟他才刚醒过来。他温声道：别累着自己。不会的，回来看到熟悉的面容，开心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会累着？那边见妻已经把寒冰锁搬了过来，看着那个锅直流口水，荣九思嫌弃的看了他一眼，一边切肉去。见妻乖乖跑去切肉。娘，无忧也要吃锅子。穆云舒笑着点头。陈王和尹兆峰都是第一次见到穆无忧，两人的眼里满是笑意。小世子，要不要喝果汁啊？穆无忧点头，尹兆峰要给他倒上。先给姨姨倒。他这一声一意，把所有人都喊懵了。无忧真乖。这是什么见鬼的辈分？世子为什么要给陈王妃先倒果汁啊？他是你的祖母辈，这样喊他似乎不太合适。姨姨年轻貌美，当然要喊姨姨呀，喊祖母岂不是把她喊老了？主要是他不想喊宝儿叔叔，那么一个流鼻涕流口水的小破孩子喊叔叔的话，他觉得是对他的侮辱。尹兆峰无语。无忧说的对，我和云舒呀各论各的，他喊我姨姨就行。他伸手按了下眉心，原本他们收穆云舒做义女后，这关系就有点乱，如今穆无忧再这么一喊，那就觉得更乱了。穆无忧又给陈王倒了一杯果汁。叔祖，你也喝果汁。你为什么喊他为姨，喊我又变成了叔祖？那是因为你头发都白了，看起来太老了，你这个样子当然就得喊叔祖了。你年纪大了，多吃一点。我老的和我的王妃看起来像差了一辈人吗？不应该吧。此时让云舒给你开个方子，看看能不能挽救一下你头上的白头发。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暴击。嘿，我家王妃嫌我老了。王叔别跟无忧计较，不过王叔身体确实是要调理一下了。我不过是2年没见你，你的头发确实白了不少。我头发之所以会白，都是九思害的，不对，是你害的。我这几年都不在大晋，这事怎么就跟我扯上关系了？你当年离开之后，九思对你日思夜想，就盼着早日去南诏找你。哎呀，那2年他为了稳固大晋江山，把我和赵峰当牛使啊！这事我可以作证，真的要累死了。那你为什么没有长白头发？可能是我还年轻，经得起折腾吧。所以经不起折腾的就是老了吗？所以你还是在说叔祖老了吗？陈王有些怨念的看了过来，尹兆峰很想把刚才说的那句话收回去。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堂堂大晋一国的宰相，居然会被一个不到3岁的小孩给装进去。好好吃饭，别瞎抖机灵。我没有抖机灵啊，我哪句话说的不对？陈王觉得自己很受伤，见妻见他们说话，拿着漏勺飞快的又舀走了一勺肉。真香，真好吃。
童言无忌，王叔别理会他。吃饭，吃饭。叔祖真厉害。我哪里厉害了？你虽然老了些，但是娶到了像一夜那样年轻貌美的女子，可不就很厉害吗？我姓吴，愿意对。旁边宝儿咿咿呀呀的喊了几声，似乎要和木无忧玩。这小破孩真的太烦人了。这顿饭陈王吃的心塞。回去的路上，他看着傻乎乎睡着的宝儿，再次叹了一口气。你今天已经叹了10几回的气了，你该不会是因为无忧说你老的事情在叹气吧？我已经50多的人了，这年纪确实算不得年轻。哎呀，虽然听着有些心塞，却也不至于难受。我是看看宝儿，再看看无忧，就觉得这俩孩子差别太大了。几岁的孩子基本上是一天一个样，无忧比宝儿大了近2岁，机灵一点再正常不过了。宝儿现在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要比也应该和同龄的孩子比，而不是和无忧比。哼。再说了，无忧再好，那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呀；宝儿再不好，那也是自家的孩子。在我心里，我的宝儿就是全世界最棒的小孩。也是，宝儿是我的儿子，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小孩。无忧聪明是件好事，他是九思的嫡子，以后肯定是要继承九思的位置。宝儿喜欢跟他亲近，往后还有着远大的前程，宝儿也能跟着沾光。唉，我们年纪都大了，就算我们身体好，宝儿20岁，我们也都60、70了，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活着都是未知数。宝儿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和无忧如兄弟一般长大，无忧往后总归会多照顾1、2的。还是娘子你想的长远，是我狭隘了。不是我想的长远，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可以处理得更加简单。宝儿是他千辛万苦才要来的孩子，他对宝儿的要求不高，只盼着他这一生平安喜乐就好。宝儿聪明也好，不聪明也罢，都是他的儿子。此时木无忧也睡了，他这几天一直为慕云舒担心，没能睡好。今天见他醒来了，他就再没有任何可担心的了。慕云舒见他睡得香甜，嘴角微微上扬，荣九思轻轻拥着他道：“我们也回房休息吧。”慕云舒轻点了一下头。夫妻2人从房间出来，经过了小院的时候，看到月光，慕云舒的心里有万千感触。我真没想到，兜兜转转，我竟又回到了这里。你回来了，我才是真的安心。你不在的这几年，我都不敢回我们住的那间房，怕会触景伤情。触景伤情这种事情，我一直觉得跟你的气质不符。荣九思伸手轻扣着他的腰问：“你不信？若是以前旁人跟我说你也有多愁善感的一面，我肯定不信。但是如今跟你一起经历这么多的事情，对你的了解也多了起来，又有什么不信的？我这几日昏睡的时候，其实心里一直都有些害怕，我怕我再也睡不醒，我也怕睡醒之后见不到你跟无忧。如今跟你一起站在这月下，我的心里生出了几分恍惚之感，怕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荣九思低头在他的唇上轻啄了一下，有着明显的触感时，会不会真实一点？2人靠得极近，呼吸相闻。荣九思闻到他身上散发的悠悠兰草香，他的心跳不自觉的就快了起来。他的鼻息洒在了他的脖颈间，带来几分酥麻，他的身体不自觉的有些发软。我现在的感觉就很真实。夏日的衣衫薄，此时2人贴得太近，几乎能感觉得到对方的肌肉纹理，更不要说他身体的巨大反应。慕云舒的心跳不受控制的乱了，他的腿有些软，整个人都靠在了他的怀里。那你要不要更真实一点的触感？慕云舒知道他所谓的更真实一点的触感指的是什么，他靠在他的怀里轻笑了一声。荣九思明白他这便是愿意了，他一把将他打横抱起，到房间后他便将他放在了床上，然后俯身压了过去。他低头亲上了他的唇，温软甘甜，这个味道他品尝过好几回，是知道的。他在抱着他回房的时候，其实都想好了到房间后要如何如何，可是真当2人这样靠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之前的那些设想有些多余，因为这种事情对于没有那些亲密记忆的荣九思而言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又因为没有经验，他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有些失控，再加上慕云舒也不是那种老实人，2人如此情投意合，又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他的心境和前2次也完全不同。他看尽荣九思好几回，知道他的身材有多好，自己的男人在这种时候若不多摸上几把，他就会觉得很亏。于是荣九思不过是亲了他一下，他就已经摸了他好几把，引得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这种滋味经过肉体的接触直击灵魂，在这个时候荣九思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前所未有的敏感，而慕云舒则是前所未有的坏。荣九思觉得他应该能掌握住整件事情的节奏，事实证明他还是太天真了，他甚至都没有
有弄明白他什么时候把他的衣衫全脱了，他也没有弄明白他什么时候把他压在了身下。荣九思只觉得他整个人整颗心都被他拽在了手里，让他挣扎不动，也不想挣扎。他的霸道在这个夜里，在慕云舒的面前全化成绕指柔。荣九思觉得这事不能太纵着他，否则的话，以他的性子，怕是往后的每个夜里都会被他这般欺负。他的身形一动，将他压在了身下。我之前发过誓，若是再跟你亲近，一定不能再被你欺负。我让你欺负，可是现在明明就是你在欺负我。乖，一会儿就让你欺负我。事后他说一会儿让他欺负他，这句话就没有实现过。且尝到甜头的男人，这种事情上就变得十分的可怕。像他这种精力充沛的男人，就是可怕中的可怕。这个晚上他根本就不记得他要了他几回，也是在那一刻，他突然就想起了下午荣九思问他累不累的事情，感情是在这里等着他。等睡醒的时候已经中午，他看着外面刺眼的阳光，整个人微微有些迷糊。醒了，不多睡一会儿啊？慕云舒听到他的声音，瞬间清醒，一扭头就看见他坐在桌前的大椅上，手里拎着一支笔，似乎正在批阅公文。他一把拎起枕头，朝他狠狠地扔了过去。他单手接过枕头，缓步走到了他的面前。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他竟还有脸问？你下次给我等着。你这是在跟我约下一次的时间吗？今晚我是没有问题，就怕你的身体承受不住，不如约明晚。他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男人是越来越不要脸了，他心里有些郁闷。他的体质也不算差，昨天晚上那件事情是两人一起做的，凭什么他如此精神抖擞，而他却身体动一动就疼？谁跟你约了？你想得美。那是我跟你约。昨夜对他而言相当于是第一回，这种事情做了之后，才让他觉得他之前错过了太多。既然是以前错过的，那么往后肯定得想办法补回来。他看着躺在床上一脸幽怨地看着他的他眼里的笑意更浓了些，又有些蠢蠢欲动。慕云舒看到荣九思的那双眼睛，心里有些害怕。你别过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昨夜到后面他就开始喊疼，这种事情他虽然没有什么经验，却也不是完全不知晓。你如今已经不是人了，而是一匹饿狼。我们成亲这么多年，难得如愿。我是个正常男人，昨夜对我来讲又是第一回，会有些失控实属正常现象。就算是找再多借口，也遮掩不了你昨夜的禽兽行为。我昨夜怎么禽兽你了？他想起昨夜的事情，脸不自觉地泛红。就算他的脸皮再厚，也没办法复述昨夜他对他做过的事。他也实在是想不明白，荣九思人前端方清冷，是杀伐果断的摄政王，是不近人间烟火的君子。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人，到了床榻之上，居然就成了那副样子？难道你不喜欢吗？我喜欢个屁！昨夜你出事明明是极享受的。他觉得这个男人是越来越不要脸了。你还好意思说？你也知道初始是那样，可是你后面……我也觉得我昨夜是有些失控，但是那是因为第一回，希望你能理解一下，难免就有些控制不住。你要相信我，等我们在一起的次数多了之后，我会做得越来越好。他这个态度是好的。他的话乍一听也没有问题，但是他话里意思却不能细品，一细品就会发现这个男人闷骚的不行。滚！你要相信我。慕云舒哼了声，在这种事情上他才不要相信他。昨天晚上他跟他说这是最后一次，他信了，然后就一直都有最后一次。他到后面根本就不记得有几个最后一次。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相信我的。慕云舒拉过被子不理他。饿不饿？我让厨房做了你爱吃的饭菜，我让他们端进来。他的话音一落，慕云舒的肚子响了一声。来人，让厨房把饭菜送过来。守在门口的婢女应了一声，立即去传膳。慕云舒昨夜被折腾了一夜，早就饿了。他想起来穿衣衫，这一动全身都酸痛不已，一下子竟没能起床，又跌了回去。他又想骂荣九思了。他的这个动作露出身上斑驳的痕迹，荣九思自己觉得自己昨夜还是相当克制的，可是在他看到他身上的痕迹后，他才发现他昨夜实在是有些过了。我来帮你穿衣衫吧。慕云舒又瞪了他一眼，便是同意他帮他穿衣的事情。只是荣九思自小养尊处优，从没做过伺候人的事，他此时帮慕云舒穿衣，就真的穿的有些一言难尽。王爷，你这是帮我穿衣还是来折腾我的？荣九思的额头沁出了些汗，他平时山崩于眼前也不形于色，今日竟被这小小的衣衫给难住了。要不我喊双儿进来帮忙？不要，这副样子才不想别人看到。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荣九思抹了一下额角的汗，继续为他穿衣。慕云舒看到他的样子有些好笑，这样的荣九思他也是第一次见。他原本想自己穿，看到他这副样子后就果断躺平。他也想知道荣九思今天帮穿衣衫要穿多久，他毕竟是天底下最聪明的男人，虽然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但这事儿并不难。
难，他很快就掌握了诀窍。等他帮慕云舒穿好衣衫的时候，厨房的饭菜也就都送了过来。王爷如今真的是入得了厅堂，进得了闺房，很多事情一学就会。你真棒！这种事情被他这样夸，他觉得有点怪怪的。慕云舒看到他的表情，心里舒服了。他起身下床，身体往前倒去。我抱你过去吧。他说完，不等慕云舒同意，一把将他打横抱了起来。都怪你。怪我。他这样直接认错，他反倒是不好再说什么。饭菜十分丰富，都是慕云舒喜欢吃的，拿起筷子就狂吃。慢点儿，没人跟你抢。慕云舒正吃得开心，慕无忧从一旁跑了过来。娘亲，你醒了，你不会再睡了吧？我已经好了，不会再昏睡下去了。今天呢，只是赖床多睡了一会儿。无忧不用担心。慕无忧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他，眼里是将信将疑。慕云舒知道小孩子心里的担忧，他此时差不多吃饱了，索性带他去王府里转转。只是他站起来的时候，又感觉到了那该死的酸痛感。我来抱无忧。其实慕无忧现在完全可以自己走路，不需要抱了。只是对小孩子而言，有父母陪着抱着，感觉真的很好。好。荣九思一手抱着慕无忧，一手扶着慕云舒往外走，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时荣九思离开京城这么长时间，刚回来，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只是对他而言，难得有陪在妻儿身边的时候，他愿意抛下一切陪他们。慕云舒昨夜被折腾得很了，虽然他已经给自己上过药了，但是却没那么快完全恢复。他为了不让慕无忧担心，就算是身上再酸，也只能忍着。一家三口在王府里没逛一会儿，尹兆峰就来了。你去忙吧，我陪无忧就好。我和兆峰先去书房议事，你有什么事差人过来喊我便是。慕云舒再次摆了一下手，这一次却是看都不看荣九思了。荣九思看到了他这样的反应，心里有些好无奈，也有些好笑。他走后，剑妻便过来带着慕无忧疯玩。慕云舒今天身体实在不适，也乐得有剑妻陪慕无忧。双儿端了一壶茶并一些点心走了过来。公主若是身体不适，就先回去歇着，有我和剑妻看着小世子就好。没事，我左右也没什么事，在这里陪着无忧就好。王爷对公主真好。慕云舒的脸微微泛红，轻咳了一声后道：你和剑十一最近怎么样了？这话一问出口，脸红的那个人就变成了双儿。你们说是情投意合的话，我可以给你们证婚。这事儿还早呢。感情这件事情讲究水到渠成，你喜欢他，他也心里有你，你们就可以组成一个家庭啊。这事儿不急。确实这件事情不用着急，你想好了，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双儿的眼角眉梢都是笑意。好。慕云舒听到他的这句话，就知道他心里是属意剑十一的。慕云舒又看了一眼跟慕无忧疯狂的剑妻，嘴角抽了抽。慕无忧一边和剑妻玩，一边会朝慕云舒看过来，生怕他没一会儿就又睡了过去。他观察了很久，发现慕云舒和双儿聊天聊得很开心，完全没有要晕倒的迹象，他的心里就又安定了不少。慕无忧玩累了之后，双儿带他去洗了把脸，慕云舒则去药房里去研究药物。他是吃了石无星派人送来的药丸才清醒过来。听送药之人的语气，他每个月都得服用一枚这样的药丸。他昨天在荣九思的面前没说什么，其实他心里有点急。这种一个月要服一次的药丸，从某种程度来讲，就意味着他以后将会受制于人。石无星也许对他没有太多的恶意，但是日后若是遇到了特殊情况，他难保不会拿这件事情威胁荣九思。他不要成为荣九思的软肋，所以他想试试看看他能不能想办法制出根治的药丸来。他在这边倒腾药材的时候，石无星已经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回了皇宫里的问星阁。石无星不会武功，只会道术，在他催动道术的时候，若是不想被人发现，那么他就算是从别人的面前走过，对方也发现不了他的存在。门口传来脚步声，他扭头便看见荣景彻走了进来。你怎么来了？这里道子能来，我也能来。石无星的眸光冷了下来。2年前，道子弃掉大晋国师的身份，成为南诏的国师，这座问心阁便空了下来。有人曾提议要将这问心阁拆了，荣九思却没有同意。你想说什么？当年道子和荣九思走得极近，你们的关系相当不错，世人都在说道子必定是支持荣九思的呀。荣九思除了他手里的兵马外，还有3000道门。作为他的后盾，哎呀，那时的你们只怕都不会想到你们会走到这一步吧。石无星见他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到重点，面色更冷了几分，没有回答他的问题。道子可后悔为了一个女人跟荣九思撕破脸呢？你想要做什么直说，不用这样的绕圈子。我要你与我联手杀了荣九思，助我登上皇位。我知三殿下有宏图伟志，但是三殿下还是先拿镜子照一照你的尊容。如今他最不能听的就是有人拿他的长相说事。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一定要杀了荣九思。
不是我看不起你，而是你真的没有这个本事。我这一次与你合作了一次，我就已经后悔了。你无论是能力还是脑子，都远不如荣九思。你想从他的手里夺走权势，无异于痴人说梦。你还是早些回去歇着吧。套一句云舒的话，睡着了，梦里什么都有。在你跟我合作的那一刻起，你就没有回头路了。你想要得到莫云舒，那么就必须得杀了荣九思。荣九思我自己会杀，不需要你帮忙。我们虽然合作了一回，但是这一次的合作经历却一点都不好。你没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能力太差了。像你这样的人不配跟我合作。龙井彻大怒，拔剑就朝他砍了过来。他轻身一退，伸手隔空画了什么，龙井彻一下子撞上了施无星画的东西，整个人如同被电击到了一般，抽搐的倒在了地上，爬都爬不起来。施无星站在他的面前，滚！他之前还动过要拿捏施无星、控制施无星身后3000道门的心思，此时他的这份心思全部都歇了。而施无星这一次和荣九思对上，还能毫发无伤的回来，足以见得施无星是个有本事的。我帮你杀荣九思，帮你得到莫云舒，你配吗？你应该很清楚，只有杀了荣九思，你才可能得到莫云舒。而若有你亲自动手杀了荣九思，莫云舒必定会对你生起恨意来，所以你不能直接动手，你需要一个人在前面冲锋陷阵，为你去做这些事情。杀荣九思就凭你。我虽然能力平平，但是你很厉害，我手里能用的人也远比你想象中的多。我们可以由你来制定行动计划，我来执行。这种事情对你而言没有任何损失。三殿下的脑子似乎比之前要好使了。你做这些想要什么？我只要荣九思的命，其他什么都不要。你刚才不是还想做大晋的皇帝吗？我不这样说，难免少了些气势。道子也知道，我之所以会沦落成这样，都是拜荣九思所赐。所以我的真正目的只是要杀了荣九思，其他的无所谓。施无星的眸光轻动，看向黝黑的夜空，天边有流星划过。良久，荣景彻以为他不会说话的时候，施无星的声音传来：如你所愿。荣景彻从问星阁走出来的时候，脚步还有些发虚。今夜施无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他却并没有感到生气。对他而言，荣九思的敌人都是他的朋友。至于今夜施无星给他的屈辱，等他杀了荣九思之后，再把施无星杀了便是。荣景彻后悔了，后悔当初和苏雨欣合谋换了这桩婚事。若当初没有换亲的话，慕云舒就是他的妻子。他回三皇子府的时候，恰好听见苏雨欣让人放谣言出去，说南昭公主擅妒杀了慕云舒上位的事。南昭公主杀了慕云舒，真是可笑。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世上竟还有人自己杀了自己。他原本想要过去提醒一下苏雨欣，可是他过去的时候看到了苏雨欣眼里的嫌弃。殿下没事的话就去房间里歇着，你这副样子出门真的很容易把人吓到。荣景彻额前的青筋直跳。苏雨欣，殿下说话不用那么大声，我听得到，我只是怕别人被殿下吓到后伤到殿下自尊心。荣景彻冷冷地看向了他，那些提醒的话到嘴边也全咽了下去。苏雨欣要自己找死，他也懒得去管。苏雨欣，你不要忘了，你早就没有了娘家。我这个皇子虽然做的窝囊，但那也是皇子，是你如今唯一的靠山。你若不想再跟本皇子过日子，我随时都可以给你一纸休书。苏雨欣听到了这话，面色大变。荣景彻若是真的休了他往后的日子怕也不好过。殿下误会了，我是怕你受委屈。荣景彻冷哼了一声，拂袖而去。他和苏雨欣成亲这几年，他就发现苏雨欣远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好。这样的一个女子，哪儿都不如慕云舒。他再次后悔当初换亲的事，若不是施无星看上了慕云舒，他在杀了荣九思之后，也想跟他再续前缘。不过，就算是施无星看上慕云舒也没关系，到时候他把施无星杀了，慕云舒就还是他的。他想到这里，脸上露出了一抹淡笑。苏雨欣看着他拂袖而去的样子，眼里满是鄙夷。他也不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居然还敢给我甩脸子。慕云舒不知道荣景彻这一对夫妻已经貌合神离，知道他也不会放在心上。今日徐英过来看他，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现在京城都在传南昭公主杀了慕云舒，她为了霸占摄政王，便将摄政王的原配杀了。摄政王为了得到南昭的支持，对于南昭公主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慕云舒听到这些话，嘴角直抽。哪个大聪明散播这样的谣言呢？我自己把我自己给杀了。你回来的时间短，见过你的人很少，在这京城里会传这种流言的人其实并不多。我粗略的查了一下，就发现这流言大概率是苏雨欣放出来的。哼，又是他还真是不消停啊！我以为他经过这么多的事情，该学会夹着尾巴做人，没想到他还是没能学会啊。
他说的那些话，只要你出去亮个相，就会不攻自破了。你说他要是知道你是南诏公主，会不会气得拿脑袋撞墙啊？慕云舒之前一无所有的时候就没把苏玉心放在眼里，如今就更不会把她放在眼里。可能吧，我既然回了京城，总归是要出门的。改天找个机会，我也要见一见京中的这些贵妇们。你刚回来，京中的这些人对你好奇的不得了，只要你放句话，不知道多少人排队见你呢。正在此时，门房走了过来。王妃，三皇子妃要在玉秀山庄举办赏荷宴，请您过去赴宴。得了，不用我来安排了。苏玉心这是上赶着找抽了，他还蛮省心的。可不是嘛，心说好啊，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这种打脸的场景，哪里能少得了我呢？他若是闹得厉害，我还能帮你动手，省得你累着。徐英自从从军之后，性子比之前开朗了不少，行事也比之前更加随意。且这样的宴会带男侍卫去不太合适，带上徐英就名正言顺。毕竟像苏玉心那么会作妖的人，弄出这样的场子，若是不作妖，慕云舒是一个字都不信。也好，这时两人就这么说定。你和清远的事情有跟你家里人提过了吗？还没有。我上次离家出走，从军之后，把我娘担心的不行。她这段时间看我看得紧紧，我怕直接跟她说这件事情，她心里又得担心了。你也知道，我们家人丁不太兴旺，我娘就我一个女儿，她可能不太会希望我远嫁。她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徐英的母亲被她的父亲数落的不行。徐英当时想要跟她娘解释的，只是她还没有说话，她娘就在那里抹眼泪。她娘这样的态度，就算徐英有心想要说些什么，此时也只能全部打住。说到这时，她也挺犯愁的。你也不用太过担心，过2天我安顿妥当了，就带清远去你家提亲。这事儿其实也不用急的。你不急，但是清远会急啊。这件事情我听你的。慕云舒一听这话，就知道他这是同意他去徐府说亲。慕清远如今终究是南诏太子，身份摆在那里，他的亲事就含糊不得。而在此之前，他还得告诉全京城的人，他是慕云舒，也是南诏公主。徐英离开，慕云舒就去房间里翻他的首饰。龙九思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些，他突然就想起几年前他送给他的那些首饰。当时他拿了几件出来让他挑，那些已经很珍贵了，但是远不如他面前摆的这些精美。龙九思突然就觉得他对他好像还不够好。慕云舒拿了根簪子问他好不好看。好看，但是不如你好看。九思，你如今是越来越会说话了，我喜欢。你这是做什么？要出门吗？是啊，苏玉心约我去参加赏荷宴，我就算不艳压群芳，那也得压他一头啊。荣九思听到苏玉心的名字时，眉头微微皱了起来。毕竟你最先要娶的人是他，我绝不能输他。荣九思不语，他对苏玉心一直无感，他对苏玉心的婚事也非他本意，是元明帝赐的婚。当时他中毒已深，那场赐婚不过是场想要杀他的阴谋罢了。好在当初阴差阳错，嫁过来的人是慕云舒，否则他怕是已经死了。苏雨欣是谁？不认识。是吗？人家可是说了，他是和你从小一起长大，你们是真正的青梅竹马，他对你可是一往情深。他在放屁你也信？你真的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荣九思有些答非所问，却又说进了慕云舒的心坎。我近日听说京中有关于你的谣言，造谣的那个人好像是我侄媳妇儿，她好像姓苏。我在琢磨着要不要直接把她关进大牢，让她懂得什么叫做尊重。他是冲着我来的，我自己动手就好。你是男子，没必要为这些女人的宅斗小手段而费神。这是听你的。那就由我来处理吧。他说完，见荣九思的脸上有几分倦色。你怎么了？心中的事情处理起来棘手吗？倒也不是有多棘手，只是我离开的时间长了，那些人就有些蠢蠢欲动。我回来的这几天得帮他们收收心。元明帝这段时间没少作妖，拉拢朝中那些保守的臣子。这段时间还真让他做成了一件事情。就在今天，元明帝竟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要将皇位传给大皇子。荣九思知道这一定是有什么高人给元明帝支了招，否则像元明帝那么贪恋权势的人，哪怕就是死也要死在皇位上。如今元明帝做出这样的事情，颇有些麻烦。慕云舒听他说完后想了想后道：大皇子什么时候登基啊？今天还在算日子，应该要弄到3个月以后吧。他看了荣九思一眼，立即就明白，荣九思一发现元明帝的诏书后，立马就让钦天监去算日子。毕竟皇帝登基是大事，这种事情不是元明帝同意了就好，还得问过老天爷的意思。他也知道，就元明帝的身体还能不能再活3个月都是问题，有这个时间在，便能把这事再拖上一拖。居然还有3个月的时间，你总归能想办法应付的。元明帝下了诏书之后，事情的性质就会变得不太一样，我总归比以前要被动不少。不过也不是没有什么化解的法子。你对做皇后有兴趣吗？瞧他这话问的，这是我能选的吗？就他的身份以及他的处境，他若是做不了皇帝，只怕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虽然对做皇后这事儿没什么兴趣，但是总归会陪在你的身边的，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这话荣九思喜欢听。
好。朝中的这些事情，荣九思也不愿意跟慕云舒多说，怕他烦心。但是这些事情也不能不跟他说，他得知晓事情的进展。2年前那样的误会，荣九思不想再发生。荣九思虽然强大，但是他如今掌控着朝堂，用的是摄政王的名头，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他琢磨着，还是得想办法找到那封传说中的先帝诏书，才能真正解荣九思的围。苏乾是最后一个知情的人，苏玉心是他的女儿，也许知道些什么。慕云舒怀着这样的心思去参加了苏玉心的赏荷宴，因为他今天对外宣称南昭公主会来赴约，大皇子妃周氏今日也来了。大嫂，你怎么来了？你举办的赏荷宴，我又岂能不来？三弟与大殿下是骨肉至亲，自然需要相互帮扶。大嫂说的是，我还没有恭喜大嫂，马上就要成为皇后了。三弟妹就别笑话我了，这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变数呢。昨夜他和大皇子商量了一晚上，夫妻2人都愁得不行。正因为如此，周氏在听说南诏公主会来参加苏玉心的赏荷宴时，他立即便赶了过来。他想见一见南诏的公主，探听一下这对夫妻的虚实。大嫂说笑了。父皇的诏书都下了，还能有什么变数？玉心在这里先祝大嫂心愿达成，早日母仪天下。周氏看了苏玉心一眼，苏玉心眼里的嘲讽不加掩饰。那就借三弟妹的吉言了，都是一家人，大嫂不用这么客气。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这位南昭公主，想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很想知道她的本事，居然能让摄政王休妻另娶，这是人家夫妻间的事情，摄政王就是长辈，长辈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些做晚辈的能评断的。摄政王虽是长辈，但是他的年纪比起大哥似乎还要小一点。我之前见大嫂和上一任的摄政王妃慕云舒走得很近，觉得你们的关系还不错。我以为你总归得为慕云舒抱不平的，没想到。周氏不知道慕云舒是死是活，如今荣九思又娶了南昭公主，他觉得慕云舒8成是已经死了。慕云舒人都死了，之前的那点交情自然也就散得干干净净。三弟妹说笑了，我只是尊重长辈而已。我知道大嫂心里是怎么想的，左右不过是想和南昭公主交好，然后请摄政王手下留情。只是大嫂想来也听过关于南昭公主的传闻吧？那位行事十分嚣张，还是个有脾气的。就她那性子，只要知道大嫂的身份，怕是就不会对大嫂客气。虽然苏玉心的话说得极不好听，但是周氏知道这事怕就是事实。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三弟妹还是不要瞎猜的好。大嫂这么快就开始站在南昭公主这一边，慕云舒若是在天有灵，也不知道会怎么想。他会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不会保佑你。他实在是没想到，平时脾气看着极好的周氏会在这个时候这样对他。周氏说完那句话，便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苏玉心狠狠地瞪了周氏一眼，觉得他真的是太讨厌了。旁边的几位夫人在旁打圆场，都是自家人，没必要为了这些小事伤了和气。我可是听说了，这慕云舒一直都不得宠，南昭公主善妒，容不下她的。嘿，在京中谁不知道慕云舒是个废物，她根本就配不上摄政王，失宠是意料之中的事。南昭公主身份虽然尊贵，但就她目前的行事来看，甚是骄纵。本宫行事骄纵，本宫自己怎么不知道？刚才说闲话的那些人脸色都有些尴尬，有的反应快的过来给慕云舒见礼。听你们的语气，似乎对本宫很熟，所以知道本宫嚣张跋扈，蛮不讲理。众人一个个缩着脖子不敢说话。他刚进京，荣九思对他宠不宠，众人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荣九思护短，这种话若是被荣九思听到，绝对够他们喝一壶。他们此时有些后悔，早知道南昭公主这么快过来，方才他们就不图口舌之快了。你们几个人过来，细细给本宫说道说道，本宫怎么嚣张了？那几个人吓得直接跪在了地上。公主饶命！你们这是做什么？本宫什么都没做，你们却让本宫饶了你们？难道你们觉得你们方才做下的事情确实该死？众人不语，他们吓得更加厉害了，此时都不知道要不要喊公主饶命了。苏玉心从慕云舒进来的那一刻，就觉得她的身形很熟，声音也很熟，乍一看一听，竟跟慕云舒有那么几分相似。只是她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公主金枝玉叶，身份尊贵，何必与他们一般计较？她说完，也不等慕云舒说话，便对那些夫人小姐道：“你们快起来吧，公主可没让你们跪，你们这样跪着，是想坐视公主嚣张的名声吗？”众人朝他投来感激的神色，纷纷站了起来。你是谁？凭什么代表本宫？我是三皇子妃苏玉心。
见过摄政王妃。三皇子妃，好，原来你就是三皇子妃啊！来人，掌嘴！他的话才说完，双儿走到苏玉欣的面前，扬手就是2记耳光，在场的所有人都懵了。苏玉欣上次去摄政王府被人轰出来也就算了，毕竟没什么人知道，今天南昭公主让人这样当她的面打她，这事就有些丢人了。公主虽然身份尊贵，但是这样一见面就动手打人，会不会过了些？你不是放出谣言说本宫嚣张跋扈吗？这样的谣言你敢放，本宫自然就敢让你尝一尝本宫的嚣张和跋扈了。公主若是仗着身份尊贵就信口雌黄的话，带证人。他的话音一落，剑妻便将一个中年女人压了过来。王妃，人带到了。王妃饶命，是三皇子妃给民妇1000两银子，让民妇造的谣。我不认识你，你胡说八道。我有证人。他说完，从怀里取出了一张纸出来。这是三皇子妃让我造谣的实证，上面有她的印信。这是假的。假的？上面有你的印信，你竟还敢狡辩？你敢拿你的印信出来比一比吗？这有什么不敢的？我没做过，就是没有做过。他说完，便将印信取了出来。剑妻，你来比给大家看，省得他一会儿又得说本宫冤枉他。剑妻应了一声，取过苏玉欣的印信和纸上的一比，两者不但字一模一样，就连上面的缺痕也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你们偷了我的印信？真的是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自己做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就觉得全天下人跟他一样，天天得做那种见不得人的事。苏玉欣的脸色十分难看，她看到南昭公主做下的事，莫名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她的心情一时间也十分复杂。眼前的这个女子不仅说话声音像慕云舒，身形像慕云舒，连行事风格也像慕云舒。到底是谁？剑妻，你来告诉他我是谁。他呀，当然是南昭公主，也是摄政王妃呀。如今神政物证俱在，可容不得你抵赖了。你身为皇室中人，却做出如此下作之事，当真是恶心人。剑妻，把他送进京兆府，我相信府尹大人一定会给出最正确的处罚的。剑妻应了一声，伸手就要去拽苏玉欣。放开我！我可是三皇子妃。他这一下撞得用尽了全力，剑妻不留神，一下子就被撞到了身上。你干嘛？这是要投怀送抱吗？我告诉你啊，就你这种人，哪怕是脱光了躺在我的床上，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慕云舒的嘴角之臭，剑妻这个二货经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你也别这么说，她好歹也是堂堂的三皇子妃。可是王妃，我还是觉得我被她弄脏了。我往后娶媳妇儿的时候，你可得替我瞒着。好，我替你瞒着，你赶紧办差吧。大嫂，救我！周氏对苏玉欣无感，此时苏玉欣躲到他的身后来，他却又不能不管。公主，这件事情怕是有什么误会，三弟妹她没有误会，她造我的谣，不过是因为我刚到京城那天，她想要见我，我因为身体疲累没有见她罢了。因为这件事情就这样造我的谣，我这一次也算是开了眼界了。你们是我的晚辈，我这个做长辈的就不能不管，否则时间长了，你们行事更加无度，到时候被人骂家里没有长辈管教。三弟妹行事偏激，公主管教她自然是对的，只是这件事情事关皇族的脸面，这样把三弟妹扭进京兆府，丢的还是皇族的脸面。三弟妹做错事，公主私下关起门来怎么教训她都是可以的。你又是哪位？我是大皇子妃周氏。那你觉得三皇子妃的事情做得对吗？三弟妹此次行事确实不妥，公主是长辈，大人有大量，不如先饶了她这一回。他说完又凑得近了，对慕云舒道：公主刚进京，此时说是重罚了三弟妹，难免会对你的名声有损，公主不如私底下教训她一番，想来她也已经知道错了，以后都不敢再犯了。慕云舒的唇角微微上扬，行吧，不用送她去京兆府，就依大皇子妃所言，随便教训她一番，这事儿就接过去了。随便教训她一下，是怎么个随便法呀？打她一顿，或者扇她几个耳光都是可以的。下一瞬间，剑妻冲到苏玉欣的面前，抬手就给了她几个耳光。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说是这事接过去了，结果还动手打人，简直能把人气死。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你要不服，我们就去京兆府呗。他觉得剑妻和这个该死的南昭公主简直就是有毒，跟慕云舒一起来的徐英憋笑憋得肚子疼。像苏玉欣这样的女人，就得像慕云舒这样的人才能治得住她。公主是看在大皇子妃的面上才接过这件事的，三皇子妃看起来好像不太认可呀。你这是对大皇子妃不满，还是对公主不满呀？眼前这件事情的走向和他们最初预期的完全不同。周氏今天过来，原本是来打探一下
下慕云舒的深浅的。结果这么一接触，他就发现慕云舒十分不好相处。公主大气，这件事情就这样接过去了。苏玉心手握成拳，你看起来似乎还不服气啊。公主如此行事，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我的事情可以暂且抛开，但我想请问一下公主，原摄政王妃慕云舒在哪里？这关你什么事啊？这件事情确实和我没有太多关系，但是我与原摄政王妃慕云舒情同姐妹，作为她的好姐妹，我问一下她的行踪，总不过分吧？听起来好像挺感人的，所以你这是要替慕云舒出头吗？敢问公主，慕云舒在哪里？你猜？他原本以为他已经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了，这一次是能让南昭公主难堪，没想到南昭公主却说让他猜，他猜他妹呀！云舒妹妹，是姐姐无能，没能保护好你。公主如此娇蛮，只怕你已经遭到了毒手。三弟妹，别闹了，我这不是闹，我这是重情重义，不像某些人明明曾经受过云舒的恩，到如今却忘得干干净净。我今日就算是拼了我这条命不要，也要为云舒讨个公道。慕云舒看到苏玉心的样子，嘴角上扬。你和慕云舒情同姐妹？是，公主来京城的时间短，不知道我和她的情谊。你哪怕是拼了一死，也要为慕云舒讨个公道。没错，我之前还真没有看出来，你居然如此重情重义。只是你如此重情重义，我之前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公主刚来大晋，我们才刚认识，你又对我能有多少了解？哎呀，云舒妹妹，你才是名正言顺的摄政王妃呀，却没想到你还没有享到福，就已经……周氏在旁看着苏玉心的那些行事方式，心里都替她感到别扭。别人不知道苏玉心和慕云舒的关系，她却是知道的。尤其是此时南昭公主那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摆明了是知道苏玉心和慕云舒之间的关系的。公主难道不应该给大家一个解释吗？就算你的身份再尊贵，也不能草菅人命吧？就是，虽然说慕云舒之前在京中的名声不太好，那也是一条命啊。慕云舒之前在京中名声很不好。是的，她呀就是个大草包，像她那样的人根本就没办法和公主相提并论呀。公主要教训她，那也是应当的。如今公主嫁给王爷，她应该是知道自己太差劲了，没办法跟公主比，主动退位让贤。慕云舒听到了这些话，觉得京城的这些夫人们也是人才，你们真的是一点良心都没有，眼下这样去捧他的臭脚。说到这里，声音被卡在了喉咙里，一双眼睛瞪成了金鱼眼。苏玉心之所以会如此，不过是因为苏玉心看到了他的脸。他拟了半天，却愣是一个字也没有拟出来。他只觉得整个脑子嗡嗡乱响，完全反应不过来，为什么南昭公主成了慕云舒？你继续，你们也继续。慕云舒已经假冒南昭公主。慕云舒是什么身份？她绝不可能是南昭公主，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慕云舒假冒南昭公主。对，一定是假冒的。本宫就算假冒南昭公主又怎样？只要南昭公主不追究，那我就是南昭公主。本宫只是有些好奇，本宫什么时候和你关系那么好呢？如果本宫没有记错的话，当初是你设计了本宫，才让本宫成功嫁给了摄政王。若说这事的话，本宫确实得谢你。若不是你黑了心肝，本宫又如何能嫁得了摄政王这样的如意郎君呢？慕云舒，你这样耍我有意思吗？还蛮有意思的，毕竟这么精彩的猴戏，正常情况下还是很难看见。还有啊，本宫不但是南昭的公主，还是你的长辈，你这样直呼本宫的名字，实在是太没礼貌了。你爹娘都死了，没有人能教你，那就只能由本宫这个长辈来教你了。贱妻，掌嘴！剑气直接就把苏玉心扇飞。我是真的要疯了，慕云舒实在是欺人太甚。他刚想站起来，就又听见慕云舒道：方才这几天是你造本宫谣的处罚，本宫一向心善，这事儿教训过你也就翻篇了。双儿，你扶三皇子妃下去休息，再给他找个大夫上点药。双儿应了一声，就和另一个女侍卫把苏玉心架了下去。苏玉心用膝盖想也知道，慕云舒此时让人把她架下去，摆明了是不安好心。她拼命的挣扎，却不可能挣脱得掉。这一次的赏花宴绝对是这么多年来京中赏花宴最尴尬的一次赏花宴。那些夫人小姐便连忙向慕云舒告辞，得到准许后便逃一般的走了。慕云舒知道今日这件事情必定会给他们留下一个极为深刻的记忆。那些夫人小姐们走后，周氏会有些尴尬的对慕云舒道：公主，今日你我原本就没有太深的交情，你的反应在情理之中，至少你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强一点，没有落井下石，说那些不堪入耳的话。公主胸襟宽阔，
错，我甚是佩服。公主有2年没在大京露面了，是去了南诏吗？当年宫变的时候出了一点意外，我刚好遇到了我爹，便去南诏住了一阵子。没想一回来，才发现京中变了模样，京中的那些人不知道有多少在看我的笑话。周氏讪讪一笑，还没恭喜你呢，你马上就要成为皇后了。诏书的事情是父皇的旨意，与大殿下无关。说来公主或许不信，大殿下以前还想着要跟其他兄弟争一争。当年宫变之后，皇叔帮着父皇打理天下后，大殿下也泄了这方面的心思。大殿下心里清楚得很，他不是皇叔的对手。慕云舒听到周氏的话笑了笑，不置可否。他当初去大皇子府做过客，知道大皇子的野心。周氏说大皇子现在对皇位没有兴趣，这话听听就好。这2年你过得可好？劳公主挂心，我过得很好。公主，你要怎么对3弟妹？慕云舒不答反问，你想我怎么对她？3弟妹行事确实偏执，但是公主刚回来就对她动手的话，对公主的名声有损。公主给她一点教训，让她长长心，应该就差不多了。要如何处置她，我心里有数。周氏不敢再在她的面前说什么，转身离开。慕云舒今天对周氏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周氏的城府比苏玉心要深得多。他也能猜得到，今天周氏为什么会来，说到底不过是想告诉他，大皇子没有问鼎皇位的野心。慕云舒轻撇了一下嘴，没有去理会周氏的小心思，他去见了苏玉心。慕云舒让双儿把苏玉心关在了一间厢房里，他过去的时候，剑妻守在外面，他才过去。就他那样，居然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京城第一才女，他骂街的样子和京中的那些泼妇没有本质的差别。慕云舒推开门，苏玉心一看见慕云舒，就跟疯子一样冲了过来，我跟你拼了！只是他还没有靠近，就被徐英一脚踹飞了过去。苏玉心倒在地上，一时间起都起不来。慕云舒缓缓地走到他的身边，抬脚踩在了他的脸上。来，跟我拼命啊！他之前只是觉得今天慕云舒把他的脸踩在地上，如今却是真的被慕云舒踩着他的脸了。云舒，你有本事就杀了我！杀你会脏了我的手，你不配。他觉得他受到了巨大的侮辱，真不知道你有什么好骄傲。造我谣，哼，真是可笑啊！你别得意，你这样对我，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行啊，那我就等着那天的到来。不过你如果想要报复我，除了从我手里把九思抢走之外，你再没有任何机会了。而九思对我一心一意，你也没有任何机会。九思本是我的，是你抢走了他。你真的是疯了。我跟个疯子较什么劲儿啊？他说完就带着众人往外走。苏玉心已经做好了被慕云舒虐待欺负的准备，却没想到慕云舒居然直接就走了。他坐在地上，一时间竟有些茫然。慕云舒，你给我回来！慕云舒听到了这句话，轻撇了一下嘴，再次确定苏玉心是真的疯了。派个人盯着苏玉心。王妃放心，我肯定会派人盯好他。只是他看起来脑子好像有点不太正常，盯着他有什么用啊？越是不正常的人，才越有可能做出不正常的事儿。而现在，我就想看看他能不正常到哪一步。他心里清楚的知道，他若是直接问苏玉心，苏乾当初是否有东西留下来，是否知道先帝诏书的事，苏玉心肯定不会回答。所以，他要把苏玉心打入尘埃之中，让苏玉心尝到被人欺辱的滋味，生出极浓烈的报复心思来。慕云舒带着剑妻一行人走到门口的时候，遇到了荣景彻。三殿下是来接苏玉心的吗？荣景彻上次也没有看见慕云舒，此时再见，他就觉得他比之前更加光彩照人。他此时含笑站在那里，明媚中又透着灼灼之华，让人不敢逼视。这样的他和苏玉心一比，就更衬得苏玉心尖酸刻薄。他这会儿想把当初的自己眼睛给挖了，这得多瞎！会觉得苏玉心比慕云舒好。他垂在袖袍下的手握成了拳，轻应了一声，扭头就走。慕云舒看到他这副样子，也懒得理他，抬脚便往外走。荣景彻走了没几步，就停下了脚步，扭头不自觉地朝他看了过来。荣景彻有些贪婪地看着他，肠子都悔青了。正在此时，剑妻突然扭过头看向他，这个王八蛋果然在打我家王妃的主意，真不要脸。荣景彻的身份摆在那里，他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剑妻也不好直接冲过去打他一顿。只是剑妻又觉得他此时不去打荣景彻一顿的话，心里也太憋屈了些。他想了想，还真让他想到了一个法子。他往前走了不到3步，突然就往地上一摔，石子被他的脚用力一勾一弹，就直接朝荣景彻的脑门射了过去。他躲闪不及，直接就被那枚石子砸中了脑袋，鲜血横流。荣九思手下的这些侍卫是一个比一个不要脸。慕云舒扭头看向他，他不会觉得像剑妻武功那么高强的人走个路能摔到他。你怎么了？这事到这里还不算完。呀，三殿下，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流血了？要给你请大夫吗？不用。他现在只想离剑妻远一点，剑妻却非不如他的愿。你是龙子龙孙，身份何等尊贵，都这样流血了，怎么能不请大夫呢？你就是不请大夫，那也得上点药吧。我这里我家王妃亲自配的金疮药，来。
我给你抹上。他说完，不等荣景彻同意，就往荣景彻的头上抹。那药根本就不是我配的。3殿下，药给你上完了，你还是要记得找大夫哦。他说完，又跑回到慕云舒的身边。你这是又在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这是在做好人好事啊。你做好人好事，鬼扯了。我刚才给荣景彻上的不是药，是盐。我当然知道，你不可能给荣景彻上药，便是抹盐，又是什么操作啊？你的盐是哪里来的？啊，我之前和剑十一约好了，一起做烤串，我就在身上备了一些调料。慕云舒没弄明白这里面有什么因果关系，便问：你准备调料和身上带着盐跟我赴宴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我就是今天出门的时候随手带上的。我测试一下这个瓶子装东西会不会洒出来。果然，剑姬的操作不是正常人能理解的。方才测试完了，这样装调料很保险，哪怕动手打人或者摔一跤都不会掉出来。下次我们野炊的时候带上就更加放心了。他想起前2天跟剑姬他们提过，过几天等天气凉快了，他们就出门寻秋，然后再在外面野炊。这事他当时其实只是随口说说，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剑姬都记住了。这货不但是个二货，还是个吃货，还是七公公思虑周全呢。我也觉得我思虑的挺周全的。他还真当我是在表扬他吗？正在此时，他听到旁边有记女音在喊：婴儿，娘，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回家。见过公主，婴儿顽劣，这些日子叨扰王妃了，我在这里给王妃赔个不是。夫人客气了，徐英很好，我与她甚是投缘。我到京城时日尚短，等过几日再去徐府拜访夫人。他今日虽然没进园子，却也听说了慕云舒和苏玉心的事情。他虽然觉得苏玉心做的有些过了，却也觉得慕云舒有些欺人太甚，他不喜欢慕云舒。公主客气了，跟我回家。在他的心里，徐英一直都乖巧懂事，自从和慕云舒相识之后，行事就越发乖张。他觉得徐英会这样子，都是被慕云舒带坏了。徐英知道徐二夫人的心思，他怕徐二夫人说出不该说的话。王妃，我先回去了，改天再来找你。慕云舒轻点了一下头。好。徐英跟着徐二夫人走了之后，王妃，这徐二夫人好像不太喜欢你啊。我又不是银子，哪里能指望全天下人都喜欢我？可是你还要去徐府为太子殿下提亲呢。就徐二夫人这样的态度，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同意这桩婚事啊。我是为清远提亲，又不是为我自己提亲。就算徐二夫人不喜欢我，但是应该也不会反对这桩婚事吧。他话是这样说，心里却有些担心。徐英跟徐二夫人一起上了马车后，徐二夫人就开始絮絮叨叨：你在京中的名声已经坏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好好在家里待着，成天的往外跑，成何体统啊？我天天在家里待着，实在是无聊，找王妃聊聊天，这也没什么吧？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名声，就算她如今换了个身份，摇身一变成了南诏公主，也依旧改变不了她的粗俗。你是女儿家，女儿家就应该温婉娴静，这样嫁了人之后才会招夫家的喜欢。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皮肤更是黑的不行，就你这样子怎么嫁人呢？娘，你总说这些做什么？王妃行事，我一点都没有觉得粗俗。你竟还为她说话？你不觉得她粗俗，是因为你变得粗俗了。我从小就教你各种规矩，教你各种礼仪，为的就是让你为真正的高门贵女。我不想听别人说闲话，说你出身将军府，整天只会舞刀弄枪，一点都不温柔。在你没认识慕云舒之前，你都好好的，可是在你认识慕云舒之后，就完全变了样了。你再这样下去不行，你答应娘，你往后不要再去找慕云舒了。你在家里再待上1年半载，大家都不记得你曾离家出走的事情。到时候啊，娘再给你找个如意郎君啊。这事情你都做不到，凭什么要求我做到？还有，就算你对我爹千依百顺，他还不是一样找小妾，还不是一样厌烦你？就是因为我做的还不够好，所以你爹才这样对我。正因为如此，我才希望你不要走我的老路，能够找个如意郎君，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娘，婚姻是相互尊重的，不是谁无条件退让和忍让就能让夫妻和睦的。相反，如此来只会让对方更不尊重自己。且无条件忍让这件事情，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件十分憋屈的事情，是无论如何也开心不起来的事情。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他过段日子就会上门提亲。什么？你居然和外男私相授受？徐英深吸了一口气，为徐二夫人这种想法感到寒心。在这个时候，徐二夫人第一反应不是为他高兴，不是问男方是什么人，而是私相授受这种事情。娘，我和他是两情相悦。你这个死丫头，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什么两情相悦呀？没有父母之命，没有媒妁之言，就是私相授受，是
品德败坏。不行，你绝不能嫁给那个人，他如此不检点，不尊重你，你不能嫁给他。按母亲的标准，我既然与他已经私相授受，再嫁给其他男人，那岂不是更不应该？你这个逆女，你这是要气死我呀！我之前就不让你和慕云舒在一起，你偏不听。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啊！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呢？你爹又得骂我没把你教好了。她之前对于她嫁给穆清远这件事情，对她母亲心怀愧疚，不过是因为她是要远嫁，怕她母亲伤心。到如今，她却觉得她母亲对她的关心更多的是在掌控欲这件事情上。徐二夫人还在那里絮絮叨叨，徐莹原本想着她说说也就算了，她却没有想到徐二夫人的话越说越难听，且话头还往慕云舒的身上引，说慕云舒的各种不是。母亲，慕云舒不但是南诏公主，还是摄政王妃。她若是在摄政王的面前说一句我们家的不是，父亲的前程就全毁了。我又不在她的面前说，她不会知道的。母亲不是教过我说，真正的淑女是不会在人后说人是非的吗？母亲不是立志要教我做真正的名门淑女吗？还请你以身作则。你这丫头居然这样气我，在你心里还把不把我当成你娘了？徐莹心累，不再说话。荣景车到园子里找到苏玉心的时候，苏玉心一看到他，立即就哭了起来。都怪你没用，慕云舒才敢如此对我。但凡你有抗衡荣九思的能力，我也不会受这样的侮辱。荣景彻和他的夫妻之情，早在这几年不顺的日子里消磨干净。若不是你犯贱造慕云舒的谣，他只怕都懒得收拾你。毕竟你现在已经没有娘家的支撑了，且如你所言，我是个残废，他根本就不会把我放在眼里。我真是后悔，我当初真的是瞎了眼，才会弃了荣九思而选择你。巧了，我也很后悔当初娶了你。既然如今我们已经两看生厌，不如和离了吧。这是他短短几天第二次提到和离的事。他虽然骂荣景彻，却还是舍不得和离，因为他心里清楚的知道，他只要离开荣景彻，日子会更加难过。这一次的事情一闹，他在京中的名声便算是全毁了，再没有人愿意和他亲近了。你个没良心的，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滚！和离书我会派人送过来给你。苏玉心喊了好几声，他却没有半点要回头的迹象。慕云舒，都怪你，说不是你，我又岂会走到这一步？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让你一无所有。慕云舒不知道这对夫妻的事。他回到王府的时候，荣九思不在家，慕无忧正在拆解九连环。他一看见他回来，立即就朝他飞奔了过来。娘亲，娘，王府真好玩。你今天上午都玩了什么？挖蚯蚓、钓鱼、玩九连环，我玩得可开心了。那你钓到鱼了吗？钓到了，一会儿娘亲上厨房做了中饭给我吃吧。荣九思回来的时候，恰好看到慕无忧坐在厨房门口看慕云舒烧鱼。荣九思看到这一幕，心里温暖。他这一生所求的其实并不算多，不过有妻儿在身边就好。此时厨房里，他的妻在做饭，儿子守在外面，十足的烟火气。在这一刻，荣九思突然就感觉到了幸福的味道。你知道你娘亲在做什么好吃的吗？我今天钓到一条鱼，娘亲把那条鱼烧给我吃。无忧越来越棒了，都能自己钓到鱼了。那是当然，无忧最棒了。很快就烧好了，一大一小两条鱼摆在了餐桌上。从荣九思的角度看不到那条小鱼，他有些吃惊。无忧居然能够钓上来这么大一条鱼。对，无忧很棒，这是无忧一上午的小鱼。慕无忧夹起了那条小鱼，放到荣九思的碗里。爹，快尝尝无忧钓到的鱼。荣九思无语，他看向慕云舒，他笑着点了一下头。鱼虽然小了一点，但是无忧能钓上来就很棒。我也这么觉得。这顿饭一家三口吃的都很开心。荣九思喜欢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感觉，这样的日子让他觉得人生都有了温度。今日你还顺利吗？我今天过去之前做了很多准备，觉得可能要费点力气才能按死苏玉心。结果去了之后，我才发现要按死他真的太容易了。你如今不再是当初那个身中剧毒没有实权的王爷，我作为你的妻子就跟着夫荣气跪起来了。那些夫人小姐们，她们对我的态度和几年前完全不同了。几年前你要收拾他们还不是一样的容易，不过我的事往后你随便找。好像也是。剑妻从外面走了进来。王妃，苏玉心那边有动静了。慕云舒听到这话有些意外，他今天才收拾完了苏玉心，他原本以为怎么也得过段时间才会有动静，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他做什么了？他从园子里出来之后就去了苏府，自苏府出事之后他就没有再回去过，此时回去有些反常。我们过去看看。荣九思此时没有别的事情，便跟他一起过去。
他们过去的时候，守在门口的侍卫道：“他进去已经有1个时辰了。”荣九思想直接推门进，既然来了，我们配合一下氛围，翻墙进吧。荣九思觉得这世间不管什么地方，他都拥有直接进去的权利。只是慕云舒想要翻墙，他也是能配合的。于是他一把将他抱住，轻飘飘的翻过院墙，落在苏府里。慕云舒四下看了看，轻轻叹了一口气：“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苏府落得这样的下场，就是活该。他们太过贪心了，得了这还想要那，就算爹不动手，我也会动手。当初苏乾派人刺杀慕云舒，直接导致两人分开了2年多。荣九思对苏府的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苏府的这座宅子，他嫌太脏，一直没有赐给其他的臣子。们往里面没走多远，便有侍卫过来道：“苏雨欣在祠堂里面。”荣九思带着慕云舒跟着侍卫很快就到了祠堂外。慕云舒觉得眼下最好还是不要打草惊蛇，便决定在外面等。他们也没有等太久，约莫过了半盏茶的时间，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开门的声音。苏雨欣一出来就闻到了一股清浅的香味，眼睛一翻就倒在了地上。荣九思看向慕云舒：“改良版的迷魂药，闻者力道。”慕云舒从苏雨欣的怀里搜出了一个油纸包，他的心跳快了些，这东西是能裹得住诏书的。只是他把油纸包打开后，却并没有发现诏书，里面只有一把钥匙。这是哪里的钥匙啊？荣九思接过来看了一圈之后道：“这把钥匙十分精巧，普天之下只有宫里的巧匠才能制得出来。这是宫里一个姓郭的巧匠制的，这人在5年前已经死了。”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那是因为当初我要制造一批劲弩打鞑靼人，调用了兵部和宫里所有的巧匠。这个姓郭的巧匠是最擅长做精细的活的，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就特别深刻。他这个印解做得很巧，独一无二，所以我一眼便能认出来。两人都有些好奇，这个钥匙能打开哪里？还有苏雨欣为什么会在里面待那么久？直接推门进了祠堂，祠堂里摆放着苏府各祖宗的牌位。荣九思四下看了看，发现这里明显有击扩的，他伸手接下旁边的一幅画像，就露出了里面的一个手柄。荣九思没有犹豫，直接将那个手柄往下一拽，旁边的那面墙露出了里面的地道，便带着慕云舒往下走。苏府这样操作，该不会是想他们的祖先帮忙看守密道吧？有道理。可惜的是，他们的祖宗都死了，根本就不可能护得住啊！世人对这些事情都看不穿，死人哪里有活人可怕呀？他们顺着那条黝黑的道路一直往前走，走了约莫10余丈之后，里面才豁然开朗，可以看到很多的书册和字画，都是一些孤本以及前朝的名家字画。值钱吗？还蛮值钱的，这么一本古本，拿到市面上起码也要值个1000把两银子。那些字画就更贵了，一幅好的可能要上万两银子。这么贵？字画这东西喜欢的人多，品质好的就是无价之宝。正常来讲，苏府覆灭之时，会有人将这些东西全部带走，但是当时事发突然，知道这些东西下落的人都死了。祠堂这种地方，外人一般也不会进来，更不要说这些东西存放的地方也十分隐秘。有这个大前提在，这些东西才没有人动。苏玉欣之前为什么不动这些东西啊？不知道，大概是他也不知道吧。因为祠堂这种地方，依着大晋的规矩，女子是不能进的。苏玉欣虽然是苏府的嫡女，但是在家族的规矩前，她也一样进不来。她今天突然来祠堂，应该就是有什么契机，或者是她突然想起了什么。这些大家族规矩可真大呀！不过也好在规矩大，否则的话，苏玉欣怕是早就把这些东西给搬空了。苏乾既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放在地下室，那么荣九思明白他的意思，立即和他走出那间书房，往前走去。他们到了下一间房间的时候，里面就存放着各色宝石。苏乾这是贪了多少银子，才能有这么多的宝物？苏府是100年世家，积攒了好些年的财富，底蕴深厚。再加上苏乾深得元明帝的宠信，他在朝中的权力很大，要贪些银钱也很方便。这些东西应该是苏府几代人的积攒。也好，反正是他们贪来的，那我们今日就把这些一锅端了。好，里面东西有点多，门口的几个侍卫搬起来太慢了。慕云舒直接让剑妻去喊人过来搬。此时天色已晚，更是搬东西的大时机。只是他们把这里全部走了一圈后，并没有发现先帝的诏书。慕云舒的眉头皱了起来。没事，就算这里没有诏书，我也是有其他的解决方法。也是。总归有解决的办法。荣九思其实对诏书之事想得比较开，他和元明帝这一脉早就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实在不行，到时候再用一些手段来处理就好。只是慕云舒想要帮他，他也不忍服了他的意。再则今日他们过来也算是收获满满，这也已经够了。正在此时，外面传来了一声尖锐的叫声，慕云舒和荣九思两人的面色一变，立即从地道里退了出来。剑妻就守在门口，见他们出来，立即道：王爷，
荣景彻来了。他人呢？我刚才一不小心打断了他的腿。他看向剑七，他知道剑七虽然二了点，但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可以放心的。以剑七以往的处理方式，应该是把荣景彻打晕了事，而不是打断他的腿。而他们半夜进到苏府祠堂这种事情，不太适合让其他人知道，尤其是荣景彻，因为他一旦知道这件事情，就会知道荣九思在苏府做了什么，容易引发一系列的麻烦。剑七被荣九思看得发毛。我只是想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而已。好好的，为什么想要打断他的腿？因为他犯贱呢。犯贱？是的，他可不要脸了，今天一直盯着王妃看。荣九思知道荣景彻的想法，说到底就是后悔了。我也不能因为他看我一眼，我就去把他眼睛给挖了吧。荣景彻在哪儿啊？就在前面。我打断他的腿之后，又把他打晕了。我也没想到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只是断条腿就叫得那么凶。谁的腿被打断不会痛得嗷嗷叫的？哦，荣九思的这些侍卫，一个个皮厚得很，不管受了多重的伤都不会吭一声的。荣九思跟着剑七找到荣景彻的时候，发现他和苏玉欣躺在一起。剑七在旁解释道：“他们是夫妻，就算是受伤，那也应该齐齐整整的在一起。”慕云舒的嘴角狂抽，剑七的这种思维模式，从某种程度来讲是一绝，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干得漂亮！他说完就取出银针，然后在他的颈间扎了几针。有王妃在，就不会留下后患。荣九思一脸问号。我会一套针法，能抹掉一个人1刻钟以内的记忆，所以就算刚才荣景彻看到剑七也没关系，抹掉他记忆之后，他记不住的。我就是知道王妃有这个本领，所以才动手打荣景彻的。反正他最后什么也记不住，打了也白打。他说完和慕云舒接了个掌。荣九思看到他们的这副默契的样子，他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他和慕云舒分开2年多，错过了太多的东西。剑七这狗东西一直跟在他的身边，被他宠的多少有些没大没小了，居然还跟他击掌。本王之前还真不知道你的思虑如此的周全，只让你做一个小小的侍卫实在是太委屈你了。这样好了，王府还差一个稻叶香的，从今天开始这事儿交给你了。他觉得自己今天的事情也没有做错呀。他立即求救一般的看向慕云舒，慕云舒摊手让他离他远一点，要不然可能会被罚的还要更重一点。吃起醋来的荣九思是没有任何道理可以讲的。你不服气？服气的不得了。我这稻叶香要到多久啊？剑七，本王让你倒夜香，却不仅仅是让你倒夜香，而是让你守卫整个王府的安全。你的位置十分重要，无人能取代。你好好干，以后本王会有更加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他觉得荣九思做了摄政王之后就变坏了。以前荣九思就算是罚人，也不会说这些好听的话。若是以前的他可能就信了。但是今天明显气氛不对，他又不是傻子，不可能听不出荣九思的弦外之音。他扭头想向慕云舒求救。这个二傻子难道不知道这个时候我越是帮他说话，荣九思就越会修理他吗？能者多劳，剑七好好干。他觉得这个世界没爱了。慕云舒没理他。荣景彻好好的，怎么半夜会来苏府？荣九思还没回答。这事我知道，他今天对苏玉仙提出了和离，两人分开后，他也派人盯着苏玉仙。这样的话，荣景彻应该也想激一激苏玉心，想从他那里拿到一些好处。毕竟在荣景彻看来，这苏府就算是覆灭了，那也应该有些底蕴在。他就算要和苏玉心和离，也应该先从苏玉心这里把好处全部占尽再说。其心不正，其行则可憎。我就觉得他十分下贱。你说的对，只是慕云舒对苏玉心手里的那把钥匙依旧心存疑惑。慕云舒想了想，把那把钥匙又塞回了苏玉心的怀里。既然他们不知道那钥匙能开哪里的锁，那么苏玉心一定知道。他们只需要继续派人跟着苏玉心，就一定能知道结果。他们忙完这一夜，慕云舒回府休息，荣九思则需要去上朝。他到朝堂上主持朝会的时候，苏玉心醒了过来，只是他一扭头就看见睁着一双眼睛恶狠狠看着自己的荣景彻。你怎么在这里？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昨夜是不是你把我的腿打断了？不是我，你的腿断了。不是你打断我的腿吗？哼，你自己把腿弄断了，却赖到我身上，真是可笑。不过你现在少了一只胳膊，还少了一只耳朵，如今再少一条腿，你真是废物中的废物了。他昨日进来之后，把祠堂翻了一圈，找到了苏府的那些宝物。他如今已经觉得他的腰杆子直了，往后就算离开荣景彻，他没了权势，但是有那些钱财在，他以后也一样能过上好日子。他一把掐着苏玉心的脖子道：“你这个贱人，打断我的腿还敢嘲笑我，我要杀了你！”荣景彻此时处于一
一种疯狂的状态。他想想他这些年来经历的一切，就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苏玉欣带来的。他对苏玉欣的恨意可以说是到达了顶峰。苏玉欣拼命的挣扎，就算荣景彻如今只余一只手，他也是个男子，还曾习过武，不是他能抵抗得了的。他胡乱挣扎的时候，他的腿踹到了荣景彻受伤的腿上，他吃痛，他掐在他脖子上的手就失去了力气。苏玉欣趁机挣脱掉他的钳制，飞快地闪到一旁。景彻，你疯了！我是疯了，被你逼疯的。什么叫你被我逼疯？明明是我被你逼疯的。这么些年来，我跟你过的都是什么日子？你心里没点数吗？他想想自己因为荣景彻错过了荣九思，错过了多少东西，而荣景彻方才还要掐死他，这事简直就是无法忍受。他从旁边找到一根棍子，就狠狠地往荣景彻的身上砸了过去。荣景彻被抽打，想要闪躲，却发现他因为受了伤，根本就没地方闪躲。苏玉欣，你个疯婆子，你快给我住手！苏玉欣此时心里怒到极致，就不可能会听他的。他跟疯了一样，拼了命的朝荣景彻的身上招呼过去。眼见的荣景彻就要被他活活打死，一只手稳稳的抓住了他的手。施无形没理他，只隔空对他画了个符。他的眼睛一翻，直接就倒在了地上。施无形缓缓走到荣景彻的身边道：连个弱女子都能杀了你，这就是你的本事。苏玉欣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他！他说完想要站起来，却发现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根本就不可能站得起来。这就是你说的复仇。荣景彻表情十分难看，此时说什么都有些多余。哼，你既然如此无能，那往后都听我的吧。只要道子能为我出了这口恶气，我往后都听道子的。你要怎样才能出这口恶气？我要杀了这个贱人。苏玉欣活着还有用处，你暂时不能杀他。这贱人目光短浅，他能有什么用？苏贤之前就被先帝十分器重，传闻先帝去世，只有他守在先帝的身边。京中的这些大臣们都在传，他的手里有先帝的诏书。你觉得先帝真的有诏书留下？没错，荣九思的能力远胜元明帝，他还极为得宠。只要先帝脑子没有大的问题，就不可能把皇位传给元明帝。他作为元明帝的儿子，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羞辱感，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施无形说的是事实。这和杀不杀苏玉欣有什么关系？苏府一夜之间被人灭门，苏玉欣是苏府唯一活下来的人，所以他就成了唯一一个有可能知道先帝诏书的人。先帝有没有传位给荣九思的诏书，我不知道，但是苏玉欣绝不可能知道诏书的下落。为什么？因为他如果真的知道先帝诏书的话，就不会拖到现在。他早就拿着诏书去找荣九思换取好处了。你倒是了解他，我和他做了多年的夫妻，自然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真的知道诏书的下落，这件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姓苏，是这个世上最可能知道那封诏书的人。有这个前提在，他就有活着的价值。哈哈，还是国师聪明，这件事情只要利用好了，不怕荣九思不上钩。施无形没有继续和他讨论这件事情。能自己回去吗？老道子，帮我把侍卫叫过来，让他们送我回去。施无形没有说话，转身朝前走了几步，便不见了踪影。没一会儿，荣景彻的侍卫便找了过来，有侍卫要去扶苏玉欣。不用理他。那侍卫应了一声，便不再管苏玉欣。荣景彻由侍卫扶着走了几步，觉得这事就这样接过去的话，他咽不下这口气，示意侍卫把他扶到苏玉欣的身边，从侍卫的腰间拔出了一把刀，照着苏玉欣的脸就是一通划。荣景彻把刀递还给侍卫，走。荣景彻走了没一会儿，苏玉欣就醒了。他一醒来就感觉到脸上传来剧痛，飞快地跑到最近的水塘边，对着水照了一惊，惨叫一声，捂住了自己的脸。他如今能倚仗的也只有他的美貌，如今他的脸也毁了。荣景彻，我要杀了你！无论如何，他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蹲守在外面的侍卫把荣景彻毁了苏玉欣容的事情告诉了慕云舒。苏玉欣这是自找的。就是啊，像他那样的人，就得有荣景彻这样的人来治他。当然，荣景彻那样的人，也应该有苏玉欣这样的人来恶心。王爷和王妃都是好人，你们才是真正的绝配。要感谢渣男贱女的成全。锦旗，我发现你越来越会说话了。还行吧。王妃，你能不能帮我去王爷那里求求情啊？不要让我去到夜香啊！你要信我，我越是帮你求情，王爷就罚你罚得越狠。那我现在要怎样做才能摆脱到夜香的命运呢？你从现在开始离我远一点，装作我们一点默契都没有的样子。啊，我就喜欢和你在一起啊！我们原本就有默契啊，这要怎么装啊？他觉得他这话要是让荣九思听到，估计又得掉一层皮。那你就自求多福吧。剑妻吸了吸鼻子，觉得自己是这个世上最冤的人。
双儿进来道：“公主，去徐府提亲的东西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这是单子，请您过目。若是还有哪里不妥，奴婢再去调查。”慕云舒接过单子看了一眼，单子上的东西准备的十分充足且妥当。就这样好了，你再去找个媒婆，明日便去徐府提亲。双儿应了一声，却有些欲言又止。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公主，奴婢是觉得徐英小姐是极好的，和太子殿下也十分般配，只是徐英小姐的母亲似乎对您有些意见。我之前在京中做过很多糊涂事，在京中的名声不好，徐二夫人又是一个十分保守的人，她不喜欢我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这桩婚事不需要她答应，只要徐英愿意，徐二爷点头就够了。这些事情公主心里有数就行。慕云舒虽觉得这件事情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总有解决的法子。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媒婆双儿和剑妻等人一起去了徐府。慕云舒昨日便派人送了帖子过来，他的身份摆在那里，他要来徐府，徐老夫人便亲自带着各房的媳妇在门口等着。慕云舒下了马车后，双方互相见了礼。他曾见过徐敏的娘亲徐大夫人，见过王妃，给王妃请安。夫人免礼，快快请起。徐老夫人因为知道慕云舒救过徐敏，她最疼爱徐敏，不管外人怎么说慕云舒，她都很喜欢慕云舒。王妃里面请。全家都笑意盈盈，只有徐二夫人黑着一张脸。一行人有说有笑，往花厅的方向走。慕云舒到花厅坐定之后，家弟清远与徐英两情相悦，他人在南诏不方便过来，便让我带他来徐家提亲。徐府的众人听到这话都有些意外，他们知道慕清远和徐敏关系不错，但是却不知道慕清远竟和徐英生出了情愫。清远如今在南诏，可还适应？慕云舒知道老太君真正要问的不是慕清远在南诏是否适应，而是在问他在南诏是什么身份。南诏皇族人丁不多，我父亲当年与我母亲相识之后便没再纳过妃了，所以父皇只有我和清远两个孩子。在他回到南诏之后，父皇便已封他为太子，也正是因为他如今是储君，需要帮着父皇处理政务，不太方便离开皇宫。他这么一说，徐老夫人立马就明白了。他和徐大夫人对视了一眼，两人的眼里都是震惊，原因无他，如此一来就意味着徐英嫁给慕清远之后是要做皇后的。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我不同意这桩婚事。二夫人说是对清远没能亲自过来提亲这事不满，我代他向你道歉，只是他这种也算是特殊情况，还请二夫人见谅。这事我不怪他，我只怪我自己女儿不争气，她不自爱，与慕清远生出了情愫，此事有违女德，此事我会好好教导她的。他这话只差没指着慕云舒的鼻子骂慕清远没有家教，勾引他的女儿了。他上次听到徐英说有心上人时，他却没有想到徐英喜欢的人竟是慕清远。老二家的休得胡说八道。母亲，我没有胡说八道，我说的是事实。英儿是我从小带到大，她是什么样的人我再清楚不过，若不是有人特意勾引，她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这桩婚事我绝不会同意。你闭嘴！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英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再清楚不过了，南诏皇族只有慕云舒和慕清远两人，就他们的品性。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徐老夫人已抬手扇了他一记耳光。你再在这里胡说八道，就家法处置。这些年来我任劳任怨地伺候您，您却因为一个外人打我。母亲，你没有良心。徐老夫人听到这句话气得直发抖。我知道你们心里打什么算盘，你们都觉得慕清远是南诏的太子，英英嫁过去就能做皇后，身份一下子变得极为尊贵。可是你们也不看看当初慕清远在大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科考的时候都能作弊，足以说明他的品行低劣，还没什么才学。就这样的一个人，把英英嫁给他，以后还不知道会受什么罪呢。更不要说大晋和南诏相隔何止千里呀，这么远的路途，英英就算是受了委屈，也没有人能替她做主。徐英从一旁冲出来的：母亲，清远不是这样的人，当初科考作弊的事他是被人诬陷的，他才华横溢，能力出众，如果说到勾引这事，那也是我勾引他，不是他在勾引我。徐二夫人抬手就给了徐英一巴掌。你这丫头是要气死我吗？你是我生的，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为了包庇慕清远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是太让人失望了。你说是执意要嫁给他，除非我死了。徐英有些难以置信地看他，他这次回来就发现徐二夫人的性子越来越作，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徐二夫人就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二家的，你够了！我今日已经做好准备了。英英是我的女儿，她的一切应该听我的安排。你们今日之所以同意把她嫁给穆清远，不过是因为她是南诏的太子。你们为了权势，想要牺牲我的女儿，那就先杀了我。徐大夫人一看情况不对，立即过来打圆场。母亲，二弟妹只有英英一个女儿，我想她远嫁也是情有可原的。二弟妹，你先不要急，有话好好说。公主是讲道理的。公主，我二弟妹今天身子不适，言辞过激，你别跟她一般计较。她何止是言辞过激啊，我瞧着她分明是脑子不好使。徐大夫人她虽然是这么觉得，但是徐二夫人毕竟是她的弟妹，他们是一家人，她不太好在穆云舒的面前这样说。听夫人这话里的语气，似乎熟读女训和女诫，且还以那些规矩严格要求自己。没错，身为女子，首先要做的就是柔顺，要听父母长辈的话，要严格要求自己，是吗？可惜的是，你就只会嘴上说说，做却不是这么做。我一向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行差踏错。我不但如此严格要求自己，我还以此来要求我的女儿。我女儿徐英熟读女训，女士女德，品行高洁，是京中女子的楷模。她在没有认识你们之前一直做得极好，认识你们之后，她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你们毁了我的女儿！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脸，敢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我说错了吗？穆云舒站起来，走到徐二夫人的身边。你不但错了，还大错特错。你口口声声说你熟读女训女诫，恪守女德，可是我见你今日不但忤逆长辈，还口出恶言，不敬长嫂，不疼惜孩子，还无视家族荣耀。就你这样的，根本就不配把女训女诫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你胡说八道！我哪里胡说八道了？我说的是事实。女训女诫里的条款，你今日至少犯了一大半。抛开这些不说，光是女训里的柔顺这一条，你就没有做到。就你这样的，哪来的脸去要求别人？你胡说！你说别人就什么都是对，别人说你的不对时，就说别人胡说。徐二夫人，你这种行为真的很双标啊，也很不要脸。徐二夫人听到这句话，气得脸都变了。她看似柔顺，其实行事十分自我，还从来没有人指着她的鼻子这样骂。那我说错了吗？今日我替清远前来提亲，从头到尾都十分客气，只问了一句话，你就在那里说了那么多。我没问，没有任何不当的话，可是你却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要不是看在徐英的份上，我早就撕烂你的脸了。徐英是知道穆云舒的脾气，他知道穆云舒说的是事实，只是他心里对徐二夫人再不满，徐二夫人都是他的母亲。王妃，穆云舒轻摆了一下手，示意他在一旁站着。徐英心里虽然有些担心，却知道他母亲行事有些过了，便站在一旁没有再说什么。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女儿，我希望她幸福。你行事如此霸道，如此不讲道理。她说嫁给穆清源，还不知道会被怎么欺负。你是为了徐英，还是为了你自己？你心里再清楚不过，你不过是打着为她好的由头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你胡说！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心里再清楚不过。否则一个正常的母亲，听说自己女儿有了心上人，她的心上人也喜欢她，只怕会高兴坏了。毕竟易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能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长相厮守，那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了。可是你呢？你在做什么？你一听到这事，不但不感到高兴，第一反应竟是指责，指责的理由还很是可笑，说出什么勾引的话来。年轻男女对彼此心生喜欢，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怎么就成了勾引了？你话说的如此恶毒，根本就不配做徐英的母亲。徐二夫人被穆云舒的这番话说得面色一白，因为她的话全说中了她的心事。徐二夫人想要反驳，穆云舒却不会再给她反驳的机会。难道我说错了吗？我南诏的公主也是摄政王妃，说句不好听的，我若是想治你的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又或者我不治你的罪，却直接断了徐府男人的路，让你从高高在上的官夫人变成阶下囚，这样你就满意了？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我的身份摆在那里，要对付你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就你这性子啊，简直就是给家里招祸的灾星。徐二夫人只觉得腿一软，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还想再说什么，徐老夫人已经到。你给我闭嘴！她说完对穆云舒行了个大礼。家门不幸，出了这么一个蠢货，冲撞了王妃，还请王妃看在她一片爱女之心的份上，饶她一命。穆云舒这一次没像之前那样直接让徐老
夫人起来。老夫人仁厚，只是有时候太过仁厚，却会让家里晚辈无法无天的。今日我是来跟徐府结亲的，却差点因徐二夫人结了仇。我今日只想问一声老夫人，徐府的家是谁在当？徐英的婚事谁能做得了主？他这句话问完之后，徐二夫人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如果慕云舒真要治他的罪，就能轻易的治他的罪。他虽然自私，但是他看到跪在地上的徐老夫人之后，他终于意识到了什么。若他真得罪了慕云舒，可能会给徐府招来巨大的祸事。他心里就算是有再多的不愿，此时也不敢再说什么了。英英的婚事原本应该由他的父亲和母亲来决定，只是他母亲一向是个柔顺的，老身是他的长辈，想来老身的决定他不会有意见。徐二夫人低着头，咬着唇，没有再跳出来反驳。至于他的父亲，想来也不会反对。徐府能与王妃结亲，这是徐府的荣幸，乐意之至。慕云舒伸手将徐老夫人扶了起来。有老夫人这句话，我便安心了。我今日来徐府是来和徐府结亲的，也十分有诚意。若是老夫人有空的话，我们坐下来好好商议一下婚事的后续细节。自然有空，王妃请上座。他们说完便聊了起来。慕云舒带过来的媒婆把慕清远一顿夸，很快花厅里的气氛便其乐融融，仿佛方才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般。徐英明明是他的女儿，他却做不了徐英的主。他知道这里没有他说话的地方，扭头便走了出去。徐老夫人看到他离开的样子，也只当没看到，继续和慕云舒聊天。徐老夫人留慕云舒在徐府用午膳，他略想了一下便答应了。徐二爷下衙的时候，听门房说慕云舒今日过府为慕清远提亲，求娶徐英。他一得到消息，立即便赶到了花厅。一番见礼之后，他发现徐二夫人竟不在花厅里，他心里有些奇怪，却并没有多想。我虽然有几个子女，却只有英英一个嫡女，在我的心里，她是我所有子女中最重要的一个，还请王妃善待她。他点明了他对徐英的重视，表明了他的不舍，这事往后还需要荣九思和慕云舒来补偿他。徐二爷放心，我与英英原本就是好友，自不会让清远亏待他的。徐二爷没有直说，慕云舒也没有直说，但是却又给他准信，他十分开心，亲自去厨房让厨子再多做了几个好菜。慕云舒看到他这样的态度，就知道这桩婚事除了晕头晕脑的徐二夫人不同意外，整个徐府都是同意的。徐英站起来道：王妃，徐府有几株上好的虾腊梅开了，我陪你去园子里走走吧。慕云舒点头，好啊。徐老夫人知道他们的关系很好，此时是有话要说。我年纪大了，腿脚不便，便让英英陪王妃走走吧。徐英和慕云舒走到了徐府花园里时，今日是我母亲失礼，我带她给王妃赔个不是。慕云舒伸手拦着他，这事怎么能怪到你头上呢？他四下看了一圈，见没有其他的仆从跟着，端着王妃的架子也怪累的。徐英看到他这副样子，愣了一下，然后便笑了起来。也是，慕云舒原本就不是一个多重规矩的人，也不喜欢在人前摆王妃的谱。他今日之所以摆谱，说到底不过是因为徐二夫人把慕云舒给惹毛了。母亲一向就是这副性子，她和我爹的感情并不算好。她生我的时候伤了身子，再不能生养，便怨我为什么不是男子。因为我不是男子，她不得不为我爹纳妾，不得不受小妾们的气，所以她从小就对我的要求极高，想把我培养成京中大家闺秀的典范，给她争一口气。偏我的性子就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从小力气又极大，她便觉得这都是我的错。我这会儿其实有些脏话想要骂，但是想想她是你的母亲，我决定还是先忍一下，待会儿和你分开之后我再骂。也好，你娘那副样子啊，你当年居然还敢离家出走，你这胆子也够大的。正是因为她是那种性子，我才会离家出走。因为我知道，我若是留在家里，肯定会被她拉去嫁人的。实不相瞒，当时我娘已经在给我相看人家了。她相看的那些公子呀，都是表面光鲜，内里一团屎的人。我觉得嫁给这种人，像她那样困于后宅，一辈子都不开心，还不如出去走一走。我那时想的是，我这辈子说是不能和清远在一起，那就不要嫁人了。我娘总说我拖累了她，那就让她当做没有生过我吧。慕云舒拉过她的手，仔细看了看她的掌纹。姑娘，以我看首相多年的经验告诉你，你往后的人生必定幸福美满。你看首相多年，具体是多少年啊？其实是刚学会的，无故道门讲过，一刹是永远。按这个说法，我应该已经学会几百年了吧？你个江湖骗子！其实我有个梦想，想要仗剑走江湖，只是我这点本事行走江湖可能会被人打，就需要你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等我们以后有空了，我们就去行走江湖，路见不平伸张正义。
好。其实他们心里都很清楚的知道，就他们这样的身份，行走江湖这种事情，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实现。接下来的一切都十分顺利。徐二爷是男子，不能和慕云舒一起用膳，便在旁边的桌上坐着。只是他的脸色却没有之前那么好了，原因无他，他方才回房的时候听了徐二夫人的那番论调，他想打人，然后他就从老夫人那里听到了徐二夫人今日做的事情，他就更加生气了，却还是只能忍着。他怕徐二夫人再次冲撞慕云舒，便让他在房间里待着，不许他中午过来吃饭。他的这个决定又让徐二夫人各种怨天尤人，仿佛全天下人都是坏人，只有他一个品德高雅之人。徐二爷只要一想起徐二夫人的那些话，就气得不行，心里再次生出了休妻的念头。他深深的觉得再把徐二夫人留在府里，还不知道会生出什么祸事来。只是徐英正在和穆清远议亲，此时他若是休妻，对他就有些不好，他只能暂且忍着。慕云舒用完膳之后，在徐府里和徐老夫人又说了一会儿闲话，门房便来报，说是荣九思过来接慕云舒了。徐府的众人之前听说慕云舒和荣九思的感情好，此时再次见识了一番。荣九思平时不说日理万机，那也差不多了，他此时竟还能抽空来接慕云舒回府，那就着实难得。众人送慕云舒出府时，徐将军和徐二爷都过来给荣九思见礼。这里也没有外人，那些虚礼便都免了。他这番话是在告诉徐府的所有人，他们是自己人。徐将军和荣九思是相熟的，徐二爷却见荣九思见得少，此时听到这句话，高兴的不行。正在此时，徐二分的声音传来：王爷，王妃想要为他弟弟强娶我家英英，这事你不管吗？你胡说什么？请回房歇着。今日见你身体不适，脑子不太好使，王爷别理他哈。不，我清醒着呢。英英是我的女儿，她的婚事必须由我做主。按你这说法，你觉得英英嫁给谁比较好？我是英英的母亲，她的婚事自然得由我做主。我已经替她相看好了，宁国公府的三公子和吏部尚书家的四公子就很合适，他们都是嫡子，配得上我们英英。重点是他们都在京城，离家也近。往后英英若是在婆家有什么事情，我们也能帮衬一二。重点是我已经和两位夫人说好了，他们也都很喜欢英英。若是让英英外嫁，她受气也没有地方说不说，我在两位夫人的面前也会丢了面子。宁国公府的三公子是京中赫赫有名的纨绔，欺男霸女，品行低下，京中无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吏部尚书家的四公子是京中出了名的病秧子，身体极差，随时会死。你要把英英嫁给这样的人，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也不看看英英她是什么样子，她一个女孩子就敢离家出走，混在男人堆里，名节早就毁了。且她没有半点女子的温良恭俭，力气又大，根本就不符合京中世家大族的择媳标准。除了他们，京中再没有公子会愿意娶她了。既然如此，那她嫁去南诏做太子妃又有什么不好？当然不好了，她嫁那么远，我想要见她一面都不行，受了委屈也没人帮衬，更不要说穆清远人品低劣，英英嫁过去就是受罪。再则就是这桩婚事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没有亲生母亲的祝福，她怎么可能会幸福呢？徐二爷听到这里就知道他的思路了，说来说去就是他想要掌控着徐英的一切，徐英什么都要听他的。他忍无可忍，抬手就给了徐二夫人一巴掌。你自己听听，你说的是什么？你根本就不配做英英的母亲。这桩婚事我同意了，若是再敢生事，我就休了你。荣九思听到徐二夫人的话，眼睛微微眯了起来。强娶？是的，他就是想为他弟弟强娶我的女儿。荣九思问徐二爷：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桩婚事我们全家都是同意的，王妃并没有半点为难我们。你要发疯回去发，不要扰到王爷和王妃。我才没有发疯，英英是我的女儿，我不同意的婚事那就是强娶。穆云舒之前已经见识过徐二夫人的疯叫，他有的是法子对付徐二夫人，一直没有动手。不过是怕徐英为难，他扭头看向徐英，见徐英面色苍白，眼里含着泪，手握着拳。穆云舒是知晓徐英的性子，若是旁的人说这些混话，徐英可能自己就一拳打了过去。可是眼前的人是徐英的亲生母亲。荣九思问徐英：你不喜欢清远，不愿意嫁给他？徐英还没有回答。穆清远品性不端，刻意勾引我家英英，英英年纪小，被他哄得团团转，此时自然会说愿意的。我是英英的母亲，我绝不让我女儿被人这样骗。你
你够了！你所谓对莺莺的好，不过是想让她嫁给宁国公府三公子之流。宁国公府呢，是本朝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是百年世家，底蕴深厚。三公子本身也是一表人才，莺莺嫁给他之后，身份也跟着水涨船高。且宁国公夫人还答应过我，莺莺一嫁进宁国公府就能长家，以后什么都能自己做主。她就在京城，我想见她就能见她，多好的一桩婚事啊！你说了这么多，却一个字没有提三公子是什么品性。他天天梅花素柳，欺男霸女，是个人渣呀！那又怎样？他能给莺莺带来荣耀。再说了，他以前那样是因为没人管他，以后有莺莺管着他，他一定会改过自新的。他亲娘都管不了的人，你指着莺莺去管他，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抛开他不说，吏部尚书的二公子又是怎么回事？吏部尚书家教严，就只有二公子一个嫡公子。莺莺嫁过去，只要生下一儿半女，以后在家里地位就稳固了，再不用受任何人的气。母亲知道她重病卧床，身子极其虚弱的事情吗？我当然知道，所以你嫁过去就是冲喜，她的身体一好，你就是他们家的大功臣。所以母亲觉得我嫁给一个纨绔或者一个病秧子，也好过嫁给自己喜欢的身份、地位、品性都很好的男子。他们哪里不好了？他们哪里都不好。哪里都不好，他们唯一的好不过是他们得到母亲的认可。我之前一直觉得母亲很难做，在家里过得不容易，所以我不忍心违逆你的意思。可是如今我才知道，母亲之所以在家里的地位尴尬，都是你作的。而你对我所谓的母爱，说到底不过是你的掌控欲。你控制不了父亲和祖母，便只能来控制我。而我一旦超出了你的掌控，你就觉得接受不了。你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也不在乎我是否幸福。既然如此，我又为何要在乎你的感受？你要做什么？莺莺，我是你的亲娘，我怎么可能会害你呀？你说是不听我的安排，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说是听了你的安排，才会后悔一辈子。他说完对慕云舒道：王妃，我与清源两情相悦，我知道他人极好，但我也极好，我愿意嫁给他为妻，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和地位，而是因为他就是他，我喜欢他这个人，愿意一生一世和他在一起。我母亲的话，你们就当他是在放屁。我的婚事，我自己愿意，有我父亲和祖母同意，那便够了。慕云舒听到他这句话，便知道他这是要和徐二夫人决裂了。好，不行，你怎么能不听我的？你只有听我的，你才会幸福。你这样子，你一定会后悔的。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做主，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就算以后会有波折，会不幸福，我也认了。你怎么能不听我的？我是你的亲娘，我怎么可能会害你？你这丫头真是疯了！你赶紧给我改口！徐英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不跟他再说什么，因为他知道此时不管说什么都有些多余。徐二夫人见徐英没有反应，扭头看向慕云舒：是你把我的莺莺带坏了。她之前什么都听我的，自从她认识你之后，所有的一切就都变了，都是你害得我的女儿不再听我的话了，我跟你拼了！荣九思抬起一脚，便将徐二夫人踢飞了出去。他这一脚可不轻，徐二夫人倒在地上，一时间都起不来，却没有一个人过去扶她。荣九思看着徐二爷道：这妇人不但蠢还坏，徐英有这样一个母亲，她也可怜。若是徐英嫁给清源，那她就是南诏的太子妃，南诏的太子妃不能有这么一个偏执的母亲。徐二爷，你的家事原本王不该过问的，但是你一个大男人，说是连这种事情都解决不了，那也太过无能了。王爷教训的是清源和徐英这桩婚事，等你把家务事处理好之后，再来商议后续的细节。清源也算是本王看着长大的，他与本王就如亲弟弟一般，本王不想他被任何人折辱。我们回家吧。好。他在收拾徐二夫人的时候，因为有徐英在，他要顾及徐英的感受，多少有些缚手缚脚。但是荣九思来处理这件事情，他就不需要顾及任何人的感受了。这件事情你别迁怒徐英跟徐府。难不成在你的眼里，我是那种喜欢迁怒于人的人？当然不是了，你最讲道理了，你最好了。慕云舒心里想的却是，荣九思这人似乎和讲道理也没有太多的关系，他行事一向霸道。他们两人磨合了那么久，他如今才勉强算是学会了尊重他。没一句真话的女人。我方才哪句话说错了？难道你不好吗？荣九思看了他一眼，轻哼了一声，什么都没有说。两人走后，徐府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以前徐二爷和徐二夫人吵架的时候，徐老夫人总会帮着徐二夫人说话，徐大夫人也会过来劝和。今天两人什么都没有说，直接就回了府。徐二爷之前想休徐二夫人，又不好休，是怕影响徐英的婚事。如今有了荣九思的那句话在，他便再没有半点顾虑。当天下午，徐二爷就给了徐二夫人一纸休书，在一台小轿就把受了伤的徐二夫人送回了娘家。徐二爷跪在徐老夫人的面前：儿子无能。徐老夫人伸手将他扶起来道：儿
呀，这事儿也不能怪你，谁能想得到他平时一声不吭，骨子里却这么疯呀？如今把他休了，往后他的行事就都和徐府没有关系了。这一次真正伤心的是婴儿，他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只怕是伤透了婴儿的心呀。这事儿还得麻烦母亲看些婴儿。唉，婴儿是个聪明的孩子，过一阵子应该就能缓过来了。徐二爷轻点了一下头，他对徐英这个嫡女还是很重视的，之前他就很疼她，也正是因为有徐二爷的疼爱，所以徐英才没有真正长天。此时徐英坐在园子的池塘边发呆，徐敏抱着一盒点心跑到他的身边道：来，这个可好吃了，你尝尝。今天慕云舒来徐府提亲，他在衙门当差还没有回来，他原本觉得这件事是十拿九稳的事，没想到却出了变故。谢谢。跟我客气啥呀？徐英看了他一眼，虽然王爷发了话，但是你也不用太过担心，你和清源两情相悦，没有人能够拆得散。王爷和王妃呢，只是不想你以后被你娘拖累了。不过你娘平时也不这样，今天这事怎么了呀？我没事了，你不用管我。徐敏知道他这样说就是不愿意再往下说，他有心想着宽解几句，又觉得不管说什么都有些多余。正在此时，门房匆匆跑过来，面色苍白的道：不好了，出事了！慌什么？好好说话。二夫人跳河自杀了。徐英的脸瞬间没了血色，飞快地冲了出去。就算徐二夫人今日做了十分偏激的事情，徐英也没有想过让她去死。飞快地冲出去，在一条河边找到被捞上来的徐二夫人。徐二夫人已经没了气息，徐英呆呆地看着这样的徐二夫人，眼睛通红。徐敏也跟着跑了过来，他问旁边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经过金福桥的时候，二夫人突然从轿子里面冲了出来，直接就跳下了河。事发时太快了，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你们这是太无能了，让你们送个人你们都送不好。众侍卫低着头一声不吭的挨骂。徐敏骂完后，看着站在那里红着眼睛的徐英，他心里也十分难受。重点是徐二夫人再不济，那也是徐英的亲生母亲，她又是在提亲的时候死的，这让往后徐英如何跟穆清远相处，他们的这门亲事还要不要结？他在心里狂骂徐二夫人是个大祸害。英英，这不关你的事儿，这是他自己想不开。徐英红着眼睛没有说话，在河对岸的一座茶楼里淡看这边的惨剧。他死了有什么用？你猜？荣景彻不语，他最讨厌施无星的就是这一点，动不动就让他去猜。施无星看到荣景彻的表情，眼里有些不屑。徐二夫人是个蠢货，他原本还在想着是留他一条命，还是让他直接死了的好。在他知道徐二夫人冲撞了慕云舒之后，就觉得徐二夫人该死。徐二夫人当年生了徐英之后伤了身体，他一直想要生个儿子，便去各种求神拜佛。他拜了一圈，最后发现道门最合他的心意，他成了道门最忠心的信徒。他成了道门的信徒，施无星想要控制他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你能轻易弄死徐二夫人，能不能在苏玉心失去价值之后帮我弄死苏玉心？施无星斜斜地看了他一眼。不可以。荣景彻甚至觉得京中的那些官员很多都是施无星的信徒，这些人只要施无星愿意，那就是随时都能用。你是不是要用徐二夫人的死作为引子，引出荣九司的残暴和狠辣？你还没有蠢到家，道子真厉害。徐二夫人的死是施无星正式向荣九司宣战，这件事情他知道肯定会把慕云舒牵扯进来，但是他还是要做。施无星的师父曾告诉他，欲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让他正视自己的欲望，同时也要压抑自己的欲望。人若没了欲望，他也只是行尸走肉。他这句话说的有些轻，荣景彻没有听清楚。你方才说什么了？施无星没有回答他，抬脚走了出去。他一身血色道袍，原本应该是十分惹眼的存在，但是四周的人却像是没有一个能看到他一般。慕云舒知道徐二夫人的死讯时，已经是当天的晚上，是京兆府派人来问询他今日到徐府的细节。他原本因为徐二夫人的态，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在听到徐二夫人的死讯时，他有些难以置信。你说徐二夫人是被休的路上跳河自杀的？目前下官得到的是这样的消息，徐二夫人的娘家今日在京兆府闹得有些厉害，他们话里话外的内容都是王爷和王妃逼死了他。我们逼死了他？他们的理论是，若王妃不去提亲，徐二爷就不会休息，他若是不休息，徐二夫人就不会自杀，所以他们觉得王爷和王妃就是杀他的凶手。慕云舒听到京兆尹的这番说辞，眸光冷了些，这话一听就是有人在带节奏，想要把徐二夫人的死扣在他和荣九司的身上。荣九司如今是位高权重的摄政王，徐二夫人的娘家还敢这样往他们的身上扣罪名，幕后主使是谁，呼之欲出。他们还说什么了吗？他们还说他们有证人证明王爷动手打了徐二夫人，逼
逼徐二爷休息，徐二夫人不堪欺辱，所以才会跳河自杀。慕云舒听到这话冷笑了一声，他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往身上泼脏水，他以前都不怕这种事情，现在就更不需要害怕。徐二夫人娘家那边现在是什么诉求？他们说王妃失德，王爷霸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让下官对你们处以死刑。处以死刑？哼，他们可真敢说啊！也是，徐二夫人那么偏执，能教出她这么偏执的人家，必定也十分偏执。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就说你会秉公执法。京兆尹点头，转身离开。他今日之所以会来王府一趟，并不是要问询什么，只是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罢了。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是荣九思说了算。他一走，慕云舒就长长的叹了口气。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把徐英加进来，是非常好处理的，只是他终究需要顾及徐英的感受，有些事情做起来就有些束手束脚。徐二夫人这是疯了吧？清远那么好的一个人，和徐英又是两情相悦，他不同意这桩婚事，我就不能理解。他还用自己的死去阻止这桩婚事，我就更不能理解了。这事不要说剑妻不能理解，慕云舒也不能理解，因为这样疯狂偏执的徐二夫人，就跟被人下了降头一样。等等，降头？道门术法里虽然没有降头这个说法，但是应该也有相似的东西啊。难不成这件事情施无星也参与了？慕云舒伸手按了按眉心，说这件事情施无星也参与了的话，只怕这事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跟他一起在南诏的皇宫里生活了许久，他闲着无聊的时候曾问过他一些关于道法的事，他也粗略的说过。而他还在大晋做了好些年的国师，对大晋也十分了解。若他能控制徐二夫人，那就是不是意味着他还能控制其他人？慕云舒的脑中冒出了这些念头的时候，心里就有些不安。你派人去查一下徐二夫人娘家那边的情况，看看有没有推波助澜。剑妻应了一声，立即就去安排这件事情。双儿有些担心的道：公主，徐二夫人这个时候跳河自杀，便是绝了徐小姐和太子殿下在一起的可能。出了这样的事情，徐小姐只怕会十分难过。你随我去徐府看看她。双儿应了一声，立即去准备马车。慕云舒觉得如今的京城并不安全，他便又多带了几个侍卫，这才去徐府。他到徐府的时候，门房见他过来，忙进去通传。很快徐大夫人便过来了。王妃真是对不住，今日府里有些乱，母亲她身体不适，不能来迎接王妃。无妨，我想见一下徐英。徐大夫人轻点了一下头，忍不住道：二弟妹她实在是太……他说到这里，又把后面的话给咽了下去。不管徐二夫人这事做得有多离谱，人已经死了，就不好再说他什么了。他的话锋一转，这一次苦了英英了。他引着慕云舒往里走，慕云舒跟着徐大夫人到里间的时候，看到徐二夫人的尸体还没有来得及装棺，放在灵堂里。徐英则坐在徐二夫人的尸体旁，神情有些木木的。自二弟妹出事之后，英英就是这副模样。慕云舒知道这一次的事情对徐英的打击极大，徐英这副模样再正常不过。这一次的事情是二弟妹自己的选择，徐府没有一个人知道她这么做。就算是有了她的事情，徐府也依旧和之前一样支持王爷。慕云舒知道徐大夫人此时说这些，是代表徐将军表明他的立场和态度。他轻点了一下头，有劳大夫人了。徐大夫人还有很多的事要忙，便先去忙了。慕云舒拿起旁边的香，给徐二夫人上了一炷香。他上完香之后，伸手抱住了徐英。哭吧，别憋坏了自己。徐英的眼睛通红，从徐二夫人出事到现在，她一直没有流过泪。她此时听到慕云舒的这句话，没忍住放声大哭起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要用他的死证明什么？是要我像他一样，这一辈子困于后宅，永远都不开心吗？慕云舒伸手轻轻拍着他的背，没有说话。他此时能感受到徐英的心情，悲愤又无奈。徐大夫人此时听到徐英的声音，伸手抹了抹眼角，她觉得徐二夫人实在是大糊涂蛋。徐英哭了一会儿后，心里没有那么堵了，心情也就渐渐平复了些。王妃，对不起。慕云舒为他擦了擦眼角的泪。你又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你不需要向我道歉。我听到我舅舅他们在闹了，他们一定会给王爷和王妃造成困扰，王爷和王妃要如何处置他们，我都没有意见。徐英一直不太喜欢他外家的那些人，当初徐二夫人生完徐英后伤了身体不能再生，他外家的那些亲戚没少说他为什么不是个男孩。以前徐英年纪小，有些事情想不明白，如今他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后，很多事情就想
明白了，他外家的那些亲戚，他一个都不想认。这一次，他们如果要作死的话，那就是自己找死，他绝不会站在他们那一边。莹莹，你外家的事情我会按正常的方式处理的。我今日过来是想问一下你的意思，你和清远的事情你怎么看？我娘做出这样的事情，是我对不起清远。他是南诏太子，身份尊贵，他的婚事极为重要。我娘此时末了，我要守孝3年，不能让他等我。劳王妃给他送个信，就说是我负了他，我祝他能早日娶到一个和他情投意合的妻子，愿他此生幸福安康，成为不世名君。徐英说到最后，眼里又有眼泪流了下来。他喜欢穆清远，喜欢了好几年，那个儒雅温和的少年，是他曾经拼了命去追逐的人。他放在心尖上的少年，他这一生都不可能再站到他的身边。他轻轻地吸了吸鼻子，伏在穆云舒的肩头道：可是我好难受，真的好难受。莹莹，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应该由你来承受这些，这件事情你也别想太过了，过段时间你缓一缓之后，我们再来商议这件事情。王妃，这件事情到了这一步，我知道再没有转圜的余地了，我现在心里难过，你让我哭一会儿就好。穆云舒看到这样的他，心里难过至极，却又无从安慰。徐英抱他抱得紧了些，想要从他的身上吸取一些温暖。穆云舒却还想为他们两人争取一回。徐英很好，穆清远也很好，有情人该成眷属。门房匆匆走了过来，田府的人过来了。穆云舒的心里有一种直觉，那就是田府的那些人是冲着他来的。他眼睛微微眯了起来，他之前对幕后之人有些猜测，田府的人此时送上门来，他刚好可以试一下，看看幕后之人到底是谁。今日来的是田氏3兄弟和他们的媳妇，他们一到灵堂，不是去祭拜徐二夫人，而是扯着嗓子哭嚎：妹呀，你死得好惨呐！是哥哥无能，没有保护好你，你怎么就这么傻呀？做出这样的傻事啊！徐英被他们吵到耳朵疼，他冷眼看着他们，心里暴躁烦闷。穆云舒则站在那里看着，这群人闹腾的虽然很厉害，但是脸上却不见一丝悲色。这群人看在他的眼里，就跟看一群人唱大戏一样，热闹得很。对付这些闹事的人，他有着属于自己的方法。于是老神在在的坐在那里看戏。徐大夫人原本怕出事，便在门口候着。此时他看见穆云舒这般从容的模样，他心中略定。田大郎一行人哭了一阵，不见一个人来劝他，给自己媳妇张氏使了个眼色。哎呦，小妹呀，你真的太惨了！你作为一个母亲，却连自己女儿的婚事都做不了主，生生被人逼死。哎呦，这是什么世道呀？简直就不把人当人呀！哎呀，他这话只差没指名道姓的骂穆云舒了。徐英不只有母亲，还有父亲和祖母，他的父亲和祖母都同意的婚事，到某些人的嘴里居然就是逼迫了。我想问问这位夫人，你在你的娘家是不是完全不听你相公和你婆母的话，万事都由你来做主？说是的话，我送你一块烈妇碑，来表彰你的霸道和蛮不讲理。他装作不认识穆云舒，问：敢问这位夫人是？双儿在旁大声道：这位是摄政王妃，你们在这里闹什么？还不快过来见礼！原来是王妃呀，方才失仪了。你装什么？你们方才一进来就猜到我的身份了。你方才骂人的时候一直往我这边扫，这会儿又装不认识了。难不成你们田府就是这样的规矩吗？王妃误会了，我们真没认出你来。方才我往这边看，只是因为没有见过你，多看了你几眼。这样啊，剑妻，你也来给这位夫人表演一下你不认识她却有当面骂她的戏吗？剑妻应了一声，一边拿眼睛瞅着田氏，一边阴阳怪气的道：哎呀，有个妇人不懂三从四德，却偏要装温柔恭顺，一看她的样子就知道是个蠢的，却总觉得自己天下第一聪明，能把全天下人耍得团团转。他气得胸口直起伏，想要说什么，剑妻却对他拱了拱手。哎呀，夫人别这样看我骂的不是你。哎，不过你觉得自己的气质和我骂的那个人很像，非要对号入座的话，我也拦不住啊。穆云舒的嘴角狂抽，剑妻这个二货嘴一向有点贱，这几年跟在他的身边，两人在南诏的时候就一起收拾过一些不长眼的人，瞧瞧他这阴阳怪气的样子，他就自愧不如。夫人感觉如何啊？我就没有见过哪个当着别人的面骂了人的人还要去问对方感觉的，这对主仆怕是有大病。田大郎见自家媳妇受辱，当即便站起来道：王妃身份高贵，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呢？等等，什么叫我咄咄逼人？方才装蒜没认出我的是你的夫人，先骂了人的也是他，我回敬一下就是我咄咄逼人。你们家的这个理论有些奇怪啊，这是遵循的什么道理？你拿着我的身份说事，这该不会是你身份比我低就可以在我
我的面前蛮不讲理，就能把我往死里欺负？若是如此的话，那我们就京兆府见，请京兆尹来评评理。田大郎只说了一句，慕云舒就直接把他对上了天。重点是他还不知道要如何反驳。田二郎见他败下阵来，立即在旁帮腔：王妃逼死了我家妹子，难不成还有理了？你说我逼死你家妹子，这话当真是可笑至极。我什么时候逼过她了？徐英与我的胞弟南诏太子情投意合，我上门来说亲就是逼迫。按你这个说法，那是不是全天下的人去提亲都成了逼迫呢？我家妹子不愿意把徐英嫁给穆清远，你非逼着她同意，那就是逼迫。她不同意，不过是因为慈母心肠，不愿意和自己的女儿分开，这有什么不对？哼，按你这个说法，她要把徐英嫁给吏部尚书的病秧子儿子和宁国公府的纨绔，就是为了徐英好了？我觉得你们的逻辑有些怪啊！堂堂一国太子又与徐英两强相悦，却还比不过京中娶不到媳妇的人，这个道理你们自己听听，说得过去吗？我妹子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也不过是看她死了，所以就把脏水往她身上泼。你们这是讲道理讲不过，就想要蛮不讲理了？也好，我这人最喜欢蛮不讲理的人了，因为只有遇到蛮不讲理的人，我才可以蛮不讲理。我乃超一品摄政王妃，你们知晓我的身份之后，不但不过来见礼，还口出狂言。来人，把方才跟我顶嘴的人全部拖下去，重打30大板。剑七等侍卫应了一声。是。剑七说完，就一脚踹在田二郎的膝盖窝，直接把他踹倒在地。田府的那些人就是外强中干的主，他们一看见情况不对，就有人往外跑。田三郎往后一退一靠，直接就把暂放徐二夫人的门板推倒了。徐二夫人的尸体和门板一起倒在了地上。田三郎吓得尖叫了一声，四周瞬间就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朝田三郎和徐二夫人看了过去。不是我。徐英走到他的面前道：我刚才亲眼看见你把我母亲的尸体推倒在地。田三郎无语。你们今日过来，口口声声说是要为我母亲讨个公道，却根本就不在乎她。在河边，你们辱骂我的父亲，说他逼死我母亲，却不为他收敛尸体，而是去京兆府告状。在徐府，你们一来哭声震天，却没有一滴眼泪，更没有一人为他上一支香。在刚才，你们对王妃百般指责，自己却把我母亲的尸体推倒在地。你们如此行事，哪来的脸说自己心疼我母亲？分明是打着由头来徐府闹事，想要分得一些好处。我今日就在这里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想打着我娘的旗号跑到徐府来闹事，来占便宜，想都别想。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徐英甩了一耳光。你竟然敢打我！哼，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不敢打你？我小时候你就天天骂我是个女孩子，没出息。过年的时候，你连一个铜板的压岁钱都不给我。就你这种算哪门子的长辈？早在3年前，我便已经跟你们断绝了关系。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从现在开始，谁敢在我家借我母亲的名义闹事，我就揍谁。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就你这样的，这辈子都别想嫁出去。徐英取过短刀，一把割下一缕头发。我今日在此立誓，此生不嫁。待操办完我母亲的丧事之后，我便去家庙里常住。徐英的这番行为把田府的众人都吓到了，也把慕云舒给吓到了。英英，这种话不能乱说。我知道王妃待我极好，也是真心为了我好，只是我这一生已经和清远无缘。既然无缘，那就干脆一些，彻底断了念想。他心里清楚的知道，他喜欢慕清远，这一生非他不嫁。就算他对徐二夫人的行为不认可，就算他们母女闹溃了，徐二夫人也依旧是他的亲生母亲。因为是亲生母亲，所以徐英心里清楚的知道，他这一生和慕清远再无可能了。既然没有可能，那么他这一生也不会再嫁人。慕云舒听到徐英的这番话，鼻子发酸，眼睛泛红。你真是个傻丫头。徐英对田府的所有人道：在我父亲休了我母亲那一刻起，你们就不再是我的长辈。徐府仁义就算已经休了我母亲，也依旧愿意为我母亲操办丧事。你们今天要闹，那好，要么现在就把我母亲的尸体接回田府，要么就从徐府滚出去。田府的众人今日来闹，是来要好处的，他们才不会把徐二夫人的尸体接回去，晦气不说，还要花不少的银子操办丧事，没要到好处，让他们就这样回去，他们当然不会愿意。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父亲休了你母亲才把他逼死的，你居然还敢这样对我们说话！徐府真是把你给宠坏了，一点教养都没有，还敢对长辈那样说话，简直就该拉去浸猪笼。徐英一句话都没有说，直接拎出了一根棍子，所有说他坏话的人，一人照着脑袋就是一棍子。这些人从小就对他冷嘲热讽，说是亲人，其实不过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垃圾。徐英和他们是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也知道他们有多贪得无厌。他今天如果不给他们深刻的教训，他们只怕以后还会来徐府闹事，后患无穷。所以他下手的时候真的是一点情面都没有留。徐英，你疯了你！我知道我娘每次回娘家的时候，你们都说她生不出儿子，是个废物。我也知道你们还经常说她，
生不出儿子就要夹着尾巴做人，让他从徐府拿好的东西给田府，这样田府才会为他撑腰。这么些年来，他所有压力都是田府给他的，所以逼死他的人不是我父亲，而是你们。你们把我娘逼死了，现在还要来欺负我。反正我这一生也不打算嫁人了，不需要什么名声。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一起死吧。他说着就拔出随身携带的长剑。徐英，你要做什么？徐英这一次一句话也没有说，拎着刀就朝他们砍了过去。徐英一刀就把田二郎的胳膊划了一道口子。他一看这情景，就知道徐英这是真的想要杀了他们，他吓得掉头就跑。田府的众人见徐英真敢拿刀砍人，他们哪里还敢再闹事，就往府外跑。徐大夫人就在门口，他亲眼看到这一幕，心里暗叫痛快。他今天还担心徐英顾念亲情，被田府的这一大家子欺负，没想到徐英这么想得开。他觉得田府的这些人真不需要对他们客气。徐英不是把田府的众人追出徐府就算完事，他直接追着他们跑了3条街，快把田府的众人追疯了。徐英追在他们的身后，扯着嗓子骂：你们逼死我娘也就算了，还侮辱她的尸体，还想逼死我！说是再让我见到你们，我见你们一次就打你们一次！不要跟我说你们是长辈，这世上哪有你们这种狠毒的长辈！所以不到半个时辰的光景，整个京城的人都听说了这件事情。徐二夫人不是徐二爷逼死的，也不是慕云舒和荣九思逼死的，而是田府的人逼死的。他们逼死徐二夫人后还不肯罢休，还去徐府把徐二夫人的尸体推倒在地，还想逼死徐英。原本不是那种会能在街上骂人的人，今日骂完之后，他的气也消了不少，便转身回了徐府。慕云舒此时就在徐府的门口等他，他朝慕云舒微微一笑道：王妃放心，我不会拖累你们。慕云舒听到他的这句话，心疼的不行，因为他知道徐英知道徐二夫人的死对王府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这是要替王府证明，徐英这是要告诉全京城的人，徐二夫人不是慕云舒和荣九思逼死的，而是被田府逼死的。英英，你不用这样做的，我这样做其实是为了我自己，他们是我的舅舅，我太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了。如果今天不给他们来波狠的，他们将会一直缠着徐府，会把徐府恶心死。一个不好还能逼死我爹，我娘缺了，我不想我爹再有事。慕云舒知道他这样说是想要安慰他，不想让他有心理压力，但是他心里却更加难过了。他伸手轻轻抱着徐英道：英英想得很周全，事情都过去了，那些不好的事情该放下的就都放下吧。王妃，我现在很好，你不用替我担心。我其实挺感谢田府那些人过来闹事的，能让我大闹一场，发泄完之后我心里舒服多了。慕云舒知道他若是一直憋着的话，很可能会出大事。他跟田府的这些人闹一场后，确实对他有好处。徐敏在旁看着，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也不知道徐英以后能不能想得开。若是想不开的话，徐英和慕清远之间就真的没有可能了。徐大夫人此时也在旁边，她伸手轻轻抹了抹眼角的泪。徐英虽然不是她亲生的，但是她真的很喜欢徐英。英英啊，你也累了，先回房歇一歇，换一身衣衫。徐英轻点了一下头，和慕云舒道了声别，便回房去换衣衫了。这一次是徐府没把事情处理好，给王妃添麻烦了。这件事情怎么怪都怪不到徐府的身上，徐大夫人不必多礼。眼下这种情景，我觉得有些异常，一定是别有用心之人想要挑拨王府和徐府的关系。王妃说的是啊，今日我也在王妃面前表个态，不管田府往后会如何闹，徐府永远和摄政王府一条心。慕云舒上次就觉得徐大夫人的性子十分利落，如今经此一事，他觉得徐大夫人还是个通透聪慧的。有夫人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徐二爷此时为徐二夫人挑选棺材回来了，他在回来的路上听到了徐英和田府的事情，心里有些担心。他此时看到慕云舒，忙对他施了个礼，便匆匆去看徐英了。慕云舒看到徐二爷这样关心徐英，徐二夫人果然不好，但是徐二爷很疼他，徐府的众人待他也极好，有徐府这么一大家子人对徐英好，慕云舒也就放心了。慕云舒回到王府的时候，荣九思正准备去徐府接他，他见他回来，你没事吧？我这一次出门带了不少的侍卫，做足了准备，自然不会有事。荣九思见他神色淡定，见妻还一脸兴奋的样子，就知道他们这一次肯定没有吃亏，只要他不吃亏那就够了，至于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荣九思轻拉着慕云舒的手回往府里，慕云舒粗略地跟他说了一下今天去徐府的经过，最后总结道：我是真的没想到这件事情会是这样的走向，英英和清源
前两情相悦，我一直觉得他们是般配的。这一次的婚事应该不会有什么波折。我也真的喜欢英英，想让她做我的弟媳妇。没想到，只能说啊，这世间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是真正板上钉钉的事儿。不管什么事情，没到最后都没有人会知道会生出什么样的变数来。你也不用多想，如你所言，一件事情不到最后，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结局。徐英和沁远的婚事，你也不用着急下定论。这件事情只要徐英自己想开了，就能有好的结果。只是现在这种情况，你得给他点时间。你说的对，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定局呢。我只是心疼英英，原本大喜的事情变成了这样，这对她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没那么简单，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等我把这个人揪出来之后，我一定要扒了他的皮。我帮你。荣九思看到他那副摩拳擦掌的样子，有些不满。今天我们见面起，你就一直在说徐府的事情，都不关心我了。他这是在求关注吗？在我的心里，你是全天下最厉害的人，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到你的。所以你主动让我关心你，是因为某些事情，还是在吃醋啊？荣九思还没有回答。如果是吃醋的话，九思，你也太幼稚了。未来的弟媳妇哪里能和我的相公相提并论呢？这是用膝盖想，也知道是你更重要了。你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完了，让我说什么呀？当然是夸我呀，夸我善解人意，对你温柔体贴，再夸夸你眼光这么好，娶了这么好的娘子。你的话真的很有道理。我也这么觉得，你不夸我吗？荣九思被他这么一绕，早就忘了他最初的有点吃味的心情。他的唇角微微上扬。你善解人意，温柔体贴，当然重点是我眼光好，看穿了你纨绔的表象，发现了你有趣的灵魂。所以在我们夸对方的时候，着重点是在夸自己吗？这种感觉似乎也不错。他方才挽着荣九思胳膊的时候，剑妻等侍卫已经很识趣的离开。他见四周没人，踮着脚就亲了荣九思一口。荣九思的眸光瞬间就深了不少。我觉得你有句话说的就很对。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了？不过你指的是哪句？别人对我做什么，我就对别人做什么。慕云舒还没有反应过来，荣九思就伸手扣着他的脑袋，亲上了他的唇。慕云舒不语，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这句话他竟记得如此清楚。良久，荣九思才松开他，声音比方才要哑了几分。我觉得你这话说的挺好的。他最近到晚上其实有点怕他，开了荤还体力贼好的男人折腾起来真的很吓人。这段时间他几乎天天都被他折腾到深夜，他总说这是最后一次，结果就没有一次是真正最后一次，每次都把他折腾的精疲力尽才罢休。最可气的是他快累死了，他还像没事人一样，第二天照旧能早起去处理朝中的事务。闭嘴！荣九思轻笑了一声，慕无忧的声音传来：爷娘，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无忧好想你们呀。慕云舒才不相信他会说想他们这番话。这段时间王府的侍卫变着法子的带他各种玩，都快要玩疯了。你今天掏了几个鸟窝呀？鸟蛋都是小鸟宝宝，和无忧一样都是宝宝，无忧不伤害同类。慕云舒听到这话有些意外，天鸟窝是小鸟的家，我要是把鸟窝掏了，小鸟宝宝就没有家了，所以无忧只是和12叔叔一起到树上去看小鸟宝宝，没有掏他们的窝。慕云舒听到这番话有些意外，慕无忧之前皮的不行，虽不至于说天天拆家，那也没少祸害这些小东西。这些话谁跟你说的？12叔叔跟我说的，我想想觉得他的话挺有道理的，就听他的了。慕云舒瞬间就觉得剑12比剑妻靠谱多了，剑妻就只会带着慕无忧疯玩，不会带他干正事，剑12带着慕无忧玩了，还能教他不少的道理。九思，剑12不错呀，要赏他。这个必须重赏。他琢磨着以后不能再让剑妻带慕无忧了，剑12不出任务的时候就由剑12带慕无忧玩。剑12从一旁飘出来道：属下只是尽自己的职责罢了，难得小世子不嫌属下闷，愿意让属下陪着。属下和小世子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不需要赏。他这样飘出来，把慕云舒吓了一大跳。他这轻功真的是绝了，难怪慕无忧喜欢跟他玩。这剑妻之前差点没把无忧给教歪了，你做得很好，该赏的就得赏。剑12脸上露出了笑意，谢王爷。他和慕无忧在一起是真的很开心，又得到了荣九思的认可，他真的觉得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荣九思看到他这副表情，轻笑了一声，让他退下。